谁能想到，堂堂农业大学的高材生，居然在异世界当起了花农。当初为了这张录取通知书，庆熙差点没被亲妈给骂死。在长辈眼里，考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，哪有读完书再回去种地的？母亲气得直跺脚，觉得这孩子简直是不可理喻，甚至还动了手，非要问他为什么要操心土地的事。结果呢，老妈这辈子都想不到，她那个被嫌弃的女儿，竟然在另一个世界靠着种的掀起了一场大风暴。这片土地的未来，现在全掌握在庆熙手里了。金碧辉煌的舞会，到处都是穿着体面的贵族。可就在这最热闹的时候，大卫竟然当众宣布要和莉安娜解除婚约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因为她根本没搞清楚状况。明明前一秒她还在自家的厨房里煮着咖啡，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意识瞬间断片，再睁眼就变成了这个被甩的倒霉大小姐。大卫还在那不依不饶，觉得她是在装模作样博同情，甚至还出言讽刺，说这种小手段对她没用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刚穿越过来就接手这种烂摊子。莉安娜盯着眼前的男人，这笔账怕是得换个算法了。大卫这番话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他觉得莉安娜是在装疯卖傻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，当初订婚不过是迫于压力，他从头到尾都看不起她。莉安娜这下全想起来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她生前看过的一本小说，名字就叫《异世界的圣女》。书里的女主角叫庆世娜，是个自带光环的可爱女孩。不仅大卫对她死心塌地，全城的人都把她当成宝贝。而莉安娜呢，就是那个最典型的恶毒女配，因为嫉妒女主角，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这剧本拿的也太烂了，按照原书的剧情走下去，莉安娜的死期恐怕已经不远了。没错，现在的我就是莉安娜，那个在小说里坏事做尽，最后下场凄惨的恶毒女配。想起前世记忆固然是好事，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角色？哪怕有剧透在手，现在的局面也根本没法逆转。按照原书的剧情，这本来应该是莉安娜从皇太子妃跌落成平民的转折点，可问题就在这，时间线完全对不上。莉安娜还没来得及去嘲讽庆世那没教养，更没在那件同款礼服上做手脚，可以说坏事一件都没干呢。结果大卫这个渣男竟然提前宣布要解除婚约。更离谱的是，今天可是莉安娜20岁的生日，原本大卫应该在这一天当众向她求婚才对，求婚变成了退婚，这剧本到底是谁给改了？莉安娜在马车里疯狂尖叫，连拉车的马都被吓得不轻，她现在简直要气炸了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才让她想起前世的记忆？婚约已经彻底吹了，现在的她根本无力回天。更糟糕的是，马车刚停在公爵府门口，真正的麻烦就找上门了。公爵父亲冷着脸走出来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真是把家族的脸都丢尽了。他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，直接宣布要从家谱里彻底抹掉莉安娜的名字，让她现在就滚出这个家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在原著小说里，她因为不肯服软活父亲死磕，最后真的被扫地出门了。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如果真的净身出户，她一个弱女子，怕是连明天早上的太阳都见不到了。在这个世界，医生的出诊费贵得离谱，普通人要是生了病，只能去找那些神神叨叨的萨满。莉安娜想起小时候见过的一幕，那个萨满所谓的治疗，竟然是直接往病人脸上喷口水，那画面简直是终生阴影。她心里很清楚，在这个地方要是没钱，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她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流落街头根本活不过3天。所以尊严什么的，现在通通不重要了，绝对不能被赶出家门。就在公爵准备转身离开时，莉安娜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当众表演了一个原地滑跪，死死抱住了父亲的大腿。她扯开嗓门大喊，求求您千万别把我赶走，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，绝对不给家里添乱。这一通操作把刚才还一脸严肃的公爵直接给整不会了。公爵看着女儿求饶，脸上竟然露出了慈祥的微笑。莉安娜本以为这招奏效了，结果下一秒公爵冷冰冰的吐出几个字，现在就把她扔出去。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她整个人就被扫地出门，公爵府沉重的大门在她身后重重的关上了。谁能想到，就在短短几个小时前，她还是人人羡慕的皇太子妃候选，现在却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这人生崩塌的速度简直比坐过山车还要快。莉安娜瘫坐在冰冷的地上，看着紧闭的大门，发出了最后一声绝望的哀求。这下莉安娜彻底崩了，从大小姐变成平民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她死死扒住大门不肯走，难不成真要在这儿赖到天荒地老？就在这时，保姆带着马车出现了。莉安娜还以为是父亲终于心软了，要给她安排个新住处，结果保姆一开口，直接把她最后一点幻想全给掐灭了。保姆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，老爷虽然狠心把你赶走，但我绝不能让你流落街头，先回我的老家避避风头吧。莉安娜坐在颠簸的马车上，心里乱成了一团麻，这剧情怎么跟小说里一模一样？保姆还在旁边不停地安慰，说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外面风平浪静了就能回来。可莉安娜心里清楚，这哪是避风头啊，这分明是领了盒饭的预告。按照原著的剧情，她很快就会在穷乡僻壤里无声无息地死掉。想到这儿，她整个人都不淡定了，这种结局绝对不能接受。莉安娜坐在马车里复盘，要是记忆能早点恢复，是不是就不会被大卫抛弃了？可仔细一想，大卫那个家伙简直就是自私和傲慢的化身，这种男人也就只有庆世男能受得了，毕竟人家走的是你是第一个敢打我的女人这种戏码。这种桥段在小说里看着挺爽，要是真在现实里过日子，那简直是要了亲命了。莉安娜突然想通了，就算没被他甩掉，这辈子也绝对跟幸福不沾边。既然这烂摊子已经这样了，倒不如彻底换个活法。
莉安娜深吸一口气，既然回不去了，那就把这当成自由的开始吧。马车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保姆满脸愧疚地说：“小姐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”莉安娜反倒过来安慰她：“你能冒着被父亲惩罚的风险把我送到这里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”两人在村口依依不舍的告别。莉安娜本以为从此就能隐姓埋名过日子，可保姆临走前的一句话却让她心里咯噔一下。保姆说：“只要你以后变得有用，公爵大人迟早会再来找你的。”有用这个词听起来怎么一点都不像是在祝福呢？莉安娜心里直犯嘀咕，有用这两个字听着怎么像要把她卖了似的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保姆平时对自己那么好，肯定不会挖坑让她跳，估计是自己刚退婚，神经太敏感了。她挥手送别了马车，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，起码现在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不用流落街头了。可当她满怀期待的推开门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这哪是房子啊，满屋子的蜘蛛网和灰尘，房顶漏的都能看星星了。莉安娜看着这一地狼藉，心态彻底崩了。这跟睡在大街上有什么区别？想她堂堂一个公爵千金，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。还没等莉安娜感伤完，房顶漏下的雨水就直接给她浇了个透心凉。这破房子不仅漏雨，连口吃的都没有，简直是生存地狱模式。不过莉安娜可不是娇气包，她撸起袖子，拿起锤子，既然没人帮，那就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，村里的人都在背后嘀咕：那破房子里真的住人了吗？有人说那是被流放的公爵千金，可谁也没见过他露面，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早就饿死在里面了。就在大家伙瞎猜的时候，屋后突然传来的动静让所有人都傻了眼。村民们凑近一看，发现莉安娜不仅没饿死，竟然还在院子里养起了鸡。有个村民越看越觉得眼熟，这鸡怎么长得跟自家跑掉的那只一模一样？莉安娜在屋后听得真切，心里暗暗发狠，进了我的地盘就是我的，这可是我宝贵的蛋白质，谁来要都不给。就在他准备护食的时候，一个小女孩突然指着他大喊：“妈妈，快看，那边有个破破烂烂的人！”当妈的吓得赶紧捂住孩子的嘴，生怕得罪了这位落难的千金，气氛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。谁知莉安娜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她大大方方的走出来，手里还举着根冒热气的烤地瓜。她笑着问大家：“那个，你们要吃烤地瓜吗？”万幸的是，这里的气候跟老家差不多，简直就是种庄稼的天堂。莉安娜看着地里的宝贝，心里别提多踏实了。这些作物全都是老相识，刚出锅的红薯分给邻居，大家伙儿直接被香迷糊了。谁能想到这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东西，竟然能这么好吃？莉安娜趁机打听了一下，结果这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这里的物价简直离谱到了极点。一个铜币只能买3个苹果，但同样的钱能买6个大红薯。莉安娜这下算明白了，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？想要翻身，就要靠这地里的差价。转眼4年过去，她在这儿适应的飞快，甚至还混出了名堂，成了乡亲们口中的红发莉安娜。可好景不长，大家伙儿看红薯赚钱，全都跟着种了起来，这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。莉安娜盯着手里的苹果，心里有了新主意。既然红薯不值钱了，那咱们就换个赛道玩玩。莉安娜盯上了下一个爆款，那就是苹果。在她看来，这地方的人根本不懂种地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为了种出完美的果子，她可没少下功夫。结果这苹果一成熟，直接把全村人都给看傻了，谁也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红的宝贝。莉安娜正得意呢，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农夫。可还没等她高兴太久，局面突然失控了。乡亲们激动的不行，非说这种极品必须进贡给领主。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果子就被抢走，送到了贵人面前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莉安娜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辛辛苦苦种的苹果，竟然把这位大人物给招来了。看着手里大的离谱的苹果，奥雷利亚整个人都懵了。这哪是水果，这简直是使了魔法的艺术品。莉安娜倒是一点不谦虚，直言自己就是个种的天才。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当场愣住。原来这位贵妇早就认出了她，堂堂公爵家的千金，竟然躲在乡下种地，这传闻谁听了都觉得是笑话。莉安娜可不吃这一套，既然身份都知道了，那干脆开门见山谈生意。她伸出一个手指头，这颗苹果要卖1个金币。奥雷利亚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做生意的，1个金币都能买1车苹果了。可莉安娜理直气壮，直言这种极品今年就剩20个。听到这儿，奥雷利亚彻底坐不住了，这种级别的宝贝，他手里竟然还有20个。奥雷利亚看着眼前的红发少女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本以为这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离开家称不过1个礼拜，没想到她不仅活下来了，胆子还肥了不少。听说莉安娜还能种出入口即化的桃子，奥雷利亚动了心思，想直接把她招进府里当园丁。可莉安娜接下来的话差点没把这位领主给噎死。她摆摆手说自己可不打算给人打工，当个外包园丁哪有自己当老板赚钱。奥雷利亚提醒他，现在公爵家已经跟他断了联系，他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拿什么去守住这份家业？谁知莉安娜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她笑眯眯地凑上前，直言领主大人才应该投资他，不仅要投钱，还得提供全方位的保护。毕竟在这世道，一个没背景却突然发财的女人，最容易被人盯上。奥雷利亚听完只能感叹，这丫头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。奥雷利亚最终还是被说服了，他大手一挥，不仅答应了莉安娜的所有要求，还把剩下的苹果全包了。这下莉安娜彻底翻身了，第一批苹果就卖了20个金币，紧接着第2年的桃子更是卖出了天价，她的名号响彻了整个贵族圈，各大领主抢着要给她投资。莉安娜趁热打铁，买地、雇人、搞养殖，直接从落魄千金变身农业大亨。就在她事业巅峰的时候，奥雷利亚突然提起了那个男人，当初被莉安娜甩掉的皇太子，
最近竟然结婚了。奥雷利亚还开玩笑说，要不是那男人太花心，莉安娜现在早就是皇后了。问她心里难道就没一点遗憾吗？莉安娜头都没回，语气里全是嫌弃。当皇后哪有种地香，她这辈子注定要在这片地里发光发热了。莉安娜正美滋滋的盘算着接下来该种点什么好，结果一个没留神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她刚想抱怨两句，却被地上的东西吸引了目光。这完美的直线，这优雅的弧度，简直就是艺术品。等她看清全貌，整个人都兴奋了。这竟然是一把锄头！在这个只知道用花铲种地的世界，这玩意儿简直是稀罕宝贝。莉安娜如获至宝，吐槽那些放着好使工具不用的人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她当即决定，这宝贝以后就归她了。可就在她握住手柄的一瞬间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低沉又诡异，竟然在问她是不是她的新主人。谁能想到，这把破锄头竟然开口说话了。他在问莉安娜是不是她的新主人。莉安娜虽然有点懵，但在这个魔法满天飞的世界，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？等了整整4年，终于让她带到一个宝贝。莉安娜大声回应：“没错，我就是你的主人。”话音刚落，契约的光芒瞬间炸开，手背上的纹章直接锁死，这买卖算是成交了。可接下来的反转让莉安娜彻底看傻了眼，原本灰不溜秋的破锄头竟然变身成了一把神圣的长剑。她优雅的自我介绍：“路易斯·加隆，这可是传说中的神兵利器。”莉安娜这下真的捡到大便宜了。莉安娜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早知道这玩意儿这么能说，当初刚开口的时候就该把它扔得远远的。明明刚才还是一把锄头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神剑，还自称是什么第10任主人？这反转让莉安娜完全没法接受。更离谱的是，这把叫路易斯的剑还是个戏精。他开始疯狂吹嘘自己的高贵出身，说什么自己是神灵亲手打造，只有注定成为皇帝的人才配握住他的剑柄。莉安娜在一旁听得满脸嫌弃，什么皇帝不皇帝的，这家伙摆明了就是一个自大狂。看来接下来的日子，耳根子是别想清静了。路易斯在那儿滔滔不绝，说自己变身锄头是为了躲避那些平庸的追求者。莉安娜听得直翻白眼，合着自己捡个锄头还捡出阴谋论了。她拼命揉搓手背上的纹章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玩意儿能不能退货？这哪是捡到宝，分明是遇到了甩不掉的麻烦。可路易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觉得莉安娜能从泥土里发现他，简直就是拥有看穿本质的慧眼，甚至还强行送上了一堆祝福。莉安娜解释自己只是个种地的，根本不会耍剑。结果路易斯更兴奋了，非说这是王者才有的谦虚，这脑补能力简直没谁了。眼看这货根本听不进人话，莉安娜也只能认命，反正一个人生活也挺无聊，就当是捡了个会说话的解闷工具。路易斯还在那儿自吹自擂，莉安娜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行吧，那就看看这把戏精剑以后还能整出什么花活。”最近领地里怪事连连，奥雷利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草木疯长也就算了，连7年没开的花都突然绽放，这事儿怎么看都透着诡异。莉安娜倒是一点没多想，觉得这都是阳光好，或者是神灵在保佑大家。这种乐观进而让领主很无奈，这姑娘心也太大了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家里的狗一胎能生8个，母鸡下的蛋全是双黄。现在大家甚至开始比赛，看谁能找出一个单黄蛋来。奥雷利亚在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种反常的丰收怎么看都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可莉安娜竟然对她毫无防备，甚至还开心地切着水果。就在这时，奥雷利亚的目光停在了莉安娜手上，原本白皙的手背竟然缠着一圈圈绷带，她忍不住开口问：“你这是受伤了吗？”面对奥雷利亚的追问，莉安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编，总不能直接告诉她自己捡了一把会说话的黑龙神剑吧，只能支支吾吾说捡到了奇怪的东西。奥雷利亚一看她手上的绷带，吓得差点跳起来，非说她是金属中毒，再不拆开就要没命了。莉安娜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当场拆掉绷带，露出了那个红色的神秘文章，还特意强调这玩意儿是她自己粘上来的。本以为对方会大吃一惊，结果奥雷利亚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，就让他赶紧把手重新包好。这反应平淡的让人心里发毛。更奇怪的是，刚才还好好的奥雷利亚突然就开始喊头痛，甚至直接开口赶人，让莉安娜今天先回去。莉安娜虽然觉得莫名其妙，但还是乖乖离开了。她还在担心对方是不是真的生病，盘算着明天送点蔬菜过来。可等她推开家门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彻底傻了眼。一进家门，路易斯就开始疯狂输出，他觉得自己被背叛了，指着莉安娜大骂：“你竟然背着我去用别的剑！”莉安娜简直哭笑不得，那哪是别的剑啊，那只是把切西瓜的菜刀。结果路易斯更炸毛了，觉得拿他跟菜刀比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眼看这货要闹翻天，莉安娜赶紧开启哄人模式，解释说在领主面前不能带武器，还疯狂吹起了彩虹屁，说他是世界上最帅最锋利的神剑。这一通夸奖果然奏效，路易斯刚才还气势汹汹，现在竟然害羞的开始扭捏，甚至还要求莉安娜以后必须把他带在身边到处炫耀。莉安娜一边敷衍着答应，一边看着手里这把会变色会发光的剑，心里忍不住感叹，这玩意儿确实像个活物，甚至比人还要难伺候。虽然路易斯被哄得心花怒放，但莉安娜看着他那华丽的剑身，心里却在偷偷怀念，还是以前那把锄头用着顺手。这下路易斯要是知道了，估计又得当场气疯。路易斯这货又开始显摆了，非说领地最近的大丰收全是因为他这个丰饶之神的杰作，只要他待在哪里的庄稼
和牲畜就能疯狂产出。莉安娜听得直翻白眼，这件平时除了在屋里乱飞，也没见她干过什么正经事。面对路易斯那一套长篇大论，她只能像哄小孩一样随口敷衍。路易斯还不乐意了，觉得自己满腹经纶，却被当成8岁小孩。莉安娜懒得跟他废话，眼看天都要黑了，打算赶紧去地里转一圈。可就在他戴好草帽准备出门时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低沉的声音在问：“请问有人在吗？”莉安娜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个点根本不该有人来拜访，更何况还是个陌生的男生。莉安娜躲在门后，偷偷往外看，发现外面站着好几个壮汉，这阵仗明显是冲着他来的。路易斯倒是一点不虚，甚至兴奋地叫嚣着要把这里变成一片血海。莉安娜赶紧把他按住，这要是真动起手来，家里的地皮都要贬值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叮嘱路易斯千万别乱动，这才硬着头皮推开了门。门一打开，莉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站在面前的竟然是个金发帅哥，这颜值简直高得离谱。她一时间看呆了，甚至忘了刚才还在担心危险。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，卡门一开口就让人幻灭。他冷冷地盯着莉安娜，直接甩出一句：“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这个偷心的小偷猫！”莉安娜当场就懵了，这长相和说话风格也差太多了。还没等他开口反驳，卡门又逼近了一步，语气暧昧又危险地问：“你就是我的那只小猫咪吗？”谁能想到，堂堂帝国皇后开口第一句竟然是要离婚。男人还想拿法律当挡箭牌，说根本没这规矩。结果奥雷利亚更狠，既然离不了婚，那当个丧偶的遗孀也不错。画面一转，当年的狠话成了现实。卡门还想维持表面的客气，一边喊着祖母，可前任皇后奥雷利亚根本不领情，直接挑明了，从走出大教堂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皇后。卡门现在满脑子都是怀疑，神剑失踪，皇后离婚，领地大丰收，这3件事偏偏凑在了一起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他觉得奥雷利亚在撒谎，可奥雷利亚稳如泰山，直言自己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。卡门根本不信，追问那把剑到底在哪，结果奥雷利亚一句话直接让他愣住了。他说剑确实不在自己手里，因为神剑已经选了新主人，跟他的部下签了契约。这下轮到卡门坐不住了，这种离谱的话谁会信？但奥雷利亚的态度很明确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就是真相。莉安娜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看起来像个大人物的男人，竟然真的是来找他的。虽然对方说话客客气气，甚至还叫他小猫，但莉安娜心里清醒得很，大半夜找上门，肯定没憋什么好主意。她直接把人拦在门口，说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，毕竟自己孤身一人，不能让来路不明的男人进屋。这话一出，旁边的副官直接炸毛了，觉得这村姑简直太没礼貌，竟然敢这么跟他们说话。莉安娜可不惯着他，直接对了回去，大半夜闯民宅还想要礼遇，想得到美。眼看副官就要发火，卡门伸手拦住了他，这下莉安娜更确定了，这帮人绝对是大有来头。可他们找一个农民到底要干嘛？卡门一开口就放了个大招，他说自己才是那把剑的主人，今天过来就是要把剑拿回去。莉安娜听完直接懵了，赶紧问手里的路易斯，是不是背着他还有别的男人？路易斯急得当场跳脚，发誓这辈子只认莉安娜一个。看着卡门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莉安娜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，这家伙长得挺帅，怎么满嘴跑火车呢？最离谱的是，卡门为了装得像一点，竟然说这把剑平时挺文静的。莉安娜听完差点笑出声，路易斯要是算文静，那天底下就没话痨了。谎言被当场戳穿，莉安娜也不打算客气了，直接把话挑明，既然你根本不是剑的主人，大半夜跑来演戏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眼看瞒不住了，卡门终于亮出了真实身份，他是奥雷利亚的孙子，也就是这片领地的正牌小主人。莉安娜这下全明白了，难怪这家伙一见面就叫他小偷猫，原来是把他当成了帮祖母偷走传家宝的同谋。卡门态度很强硬，说这把剑是家传的宝贝，只要莉安娜肯还给他们，想要多少补偿都行。莉安娜刚想解释清楚，结果手里的路易斯突然发疯，死死缠住他，大喊我不走，还要陪他一辈子。这画面直接把卡门看傻了，他哪见过这种场面？自家的传家宝不仅会说话，竟然还当众玩起了叛变。路易斯一边撒泼一边吐槽，说那家人根本不爱他，最后还给卡门出了个难题，要是真想带他走，就先叫出他的真名再说。路易斯这把戏精贱，非要卡门说出他的真名才肯走，结果卡门随口蹦出一个路易，这货居然就觉得对方通过了考验，气得莉安娜在一旁疯狂吐槽。莉安娜的态度非常坚决，既然这把剑有自己的想法，那就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武器，更不可能随便送人。卡门这下真的头疼了，这把剑对皇室来说意义重大，他甚至动过硬抢的念头，但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人，他最后还是没能下得去手。他问莉安娜，就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，难道也无法让他改变主意吗？莉安娜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眼看硬的不行，卡门竟然直接换了招数，他突然靠得极近，整个人几乎贴在了莉安娜面前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原本紧绷的气氛瞬间变了味。莉安娜还在担心这家伙会不会是什么阴招，结果卡门突然凑了过来，让他安静点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莉安娜脑子一抽，脱口就问了一句，你该不会是想跟我联姻吧？卡门当场就听傻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姑娘的脑洞能开到天上去，明明是他在放狠话，怎么话题突然转到结婚上了？莉安娜还挺有理，既然你说要用卑鄙手段，除了结婚还能有什么？卡门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，他说如果两人真的结婚，那财产可就是共同拥有的了，这确实是拿回那把剑唯一合法的办法了。这下轮到莉安娜傻眼了，原本只
是想吐槽，结果对方好像真的当真了。谁能想到，为了名正言顺拿到那把剑，卡门居然真的豁出去了。他一脸严肃地问莉安娜：“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这求婚来得太突然，莉安娜表面上稳如泰山，心里其实已经乐开了花。毕竟连皇太子都没跟她求过婚。不过她可没打算这么轻易答应，反而开始挑刺，说这求婚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连个像样的鞠躬都没有。卡门也是实诚，二话不说直接弯腰行礼，姿势标准得没话说。莉安娜看着他这副样子，突然放声大笑，接着却甩出一句：“我拒绝。”这下轮到卡门彻底傻眼了，忙活了半天，结果被人家当好耍了。莉安娜躲在屋里直摇头，虽然卡门长得确实不赖，但这嗓门实在让人受不了。路易斯赶紧在一旁解释，刚才大喊大叫的其实是副官，卡门本人正跟门口发呆呢。作为一把能透视的魔剑，路易斯把门外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。莉安娜一听，干脆决定今天谁也不见。她甚至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卡门和剑分开。路易斯一看她这表情，就知道准没好事。而此时站在门外的卡门，整个人都陷入了自我怀疑。明明被耍得团团转，却总觉得那个女人身上有种魔力。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莉安娜给迷住了。看着莉安娜那副清纯的长相，谁能想到她做事竟然这么野？卡门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被人耍得团团转。奥雷利亚原本以为他会直接把莉安娜带回帝国，结果卡门却一脸无奈地说自己已经被彻底套牢了。他把莉安娜的荒唐提议说了出来，那个大胆的女人居然说想要那把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跟他结婚。奥雷利亚听得下巴都要掉了，这世上竟然有人敢这么跟皇帝说话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卡门居然真的照做了，他当场求了婚，结果莉安娜反手就把门摔在他脸上。堂堂帝国皇帝就这么被关在了大门外，这下连旁边的副官都听不下去了。卡门现在是进退两难，就这么空着手回去，他那皇帝的自尊心根本受不了。奥雷利亚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，这个一向冷冰冰的男人竟然也会露出这种纠结的表情，看来属于皇帝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可另一边的莉安娜压根没心思考虑什么浪漫，为了躲开那个金发男人，她已经整整消失了2天。结果这天晚上，她做了一个极其离谱的梦，梦里有个声音一直在问她什么是黄色、蓬松又甜甜的东西。莉安娜猛地坐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“是南瓜！”这一下把旁边的路易斯吓得够呛。谁能想到皇帝在那边自我攻略，莉安娜却在梦里琢磨着明天要不要吃一顿南瓜刀切面。莉安娜满脑子都是南瓜面条，光是想想那口鲜甜的汤头，她就馋得一刻也等不下去了。她斗志昂扬地宣布，今天是收割敌人的大日子。路易斯听得汗毛都立起来了，还以为主人终于要大开杀戒，结果低头一看，莉安娜竟然换上了一身农家打扮。路易斯忍不住吐槽，这身衣服去战场也太寒酸了吧。莉安娜却笑眯眯地捧起剑，说有个极其重要的任务非她不可。路易斯被夸得找不着北，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没问题。可下一秒他就傻眼了，莉安娜竟然让他变换形态，把剑刃和手柄改一改，堂堂一把绝世神剑就这样被莉安娜当成了剪刀。咔嚓一声，地里的南瓜应声而落。路易斯气得破口大骂，说莉安娜简直就是个大骗子。莉安娜却一脸淡定，这社会就是这么险恶，不聪明点怎么混得下去？路易斯还在嫌弃南瓜汁黏糊糊，莉安娜忍不住吐槽，你以前沾满鲜血的时候都没嫌脏，现在捡个南瓜倒装起清高了。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，莉安娜吓得差点跳起来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卡门。堂堂帝国皇帝居然蹲在田里帮他搬南瓜。卡门解释说自己是听见动静才过来的，原本以为莉安娜在跟魔剑说话，结果看他手里只拿着把剪刀。卡门盯着那把剪刀看了半天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莉安娜赶紧打圆场，说路易斯非常喜欢这份新工作。莉安娜一边捡南瓜一边想，只要表现得够自然，卡门就绝对发现不了这把剪刀就是他找疯了的魔剑。路易斯在旁边气得直冒烟，卡门也一脸无语，这女人竟然把心里的小算盘全都大声说了出来。莉安娜看着眼前的金发男人，忍不住调侃他是不是那种传说中死缠烂打的执着型男主。卡门听得一头雾水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既然人都来了，莉安娜可不会放过这个免费劳动力。他指着地上一堆南瓜，让卡门全都搬进储藏室去，还承诺干完活就请他吃顿好的。堂堂帝国皇帝就这样在田里当起了搬运工。等他累得满头大汗，莉安娜终于端上了一碗号称山神赐予的神秘大餐。卡门看着这碗奇怪的面条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这平民吃的玩意儿真的能行吗？结果刚尝了一口，他就彻底被这浓郁的汤头征服了。虽然嘴上说着又咸又重口，但卡门手里的筷子根本停不下来。莉安娜在一旁看得心花怒放，甚至开始琢磨要把这面条做成预制菜去发大财。看着卡门连吃面都这么帅，莉安娜心里美滋滋的，这哪是请客吃饭啊，这分明是找了个顶级模特在自己面前表演吃播呢。莉安娜又端出一杯红色的秘制茶，热情的招呼卡门尝尝鲜，这可是他压箱底的好东西，一般人根本没机会喝到。卡门喝了一口，发现竟然是冰的。莉安娜一脸淡定的解释，因为自己平时比较怕热，所以干脆亲手挖了个冰窖。卡门听得整个人都懵了，这种大工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莉安娜却觉得他大惊小怪，不就是拿把铲子慢慢挖吗？卡门赶紧趁机献殷勤，说以后这种重活尽管找他帮忙。他义正辞严的拒绝了，既然是自己能搞定的事情，干嘛非要麻烦别人呢？看着莉安娜
这副硬核的模样，卡门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女人确实跟以前见过的完全不一样，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性格，反而让他觉得眼前的莉安娜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几年前，那个黑发少女刚出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把她当成降临的圣女，甚至觉得她是这个王国的希望。谁能想到，曾经那个被皇太子捧在手心的未婚妻，如今却成了他最想躲开的人。庆氏那直接闯进办公室，大声质问大卫为什么要躲着他。大卫却一脸冷淡，甚至开始责怪守卫办事不力。曾经觉得可爱的脸庞，现在只剩下厌烦。这哪里还是什么甜蜜的婚约，简直就是一场折磨。庆氏那憋了一肚子委屈，质问大卫为什么要一直躲着他，甚至连坐下来好好聊聊的机会都不给。大卫却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，开始翻旧账，说他以前为了跳舞和珠宝的小事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庆氏内气的当场反驳，那是因为你打算内情妇，还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送给了别人。在大卫眼里，王后的位置不过是政治工具，他觉得自己能把这个位置留给庆氏呢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但这番话彻底激怒了庆氏呢，他把大卫当成唯一的依靠，大卫却只把这段感情当成生意。两人越吵越凶，大卫最后一点内心也没了，直接拍桌子叫人把他赶出去。这哪里是未婚夫妻，简直像是两个互不相让的仇人。庆氏那怎么也没想到，曾经那个发誓只爱他一个人的大卫，现在居然要那一屋子的妾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这剧情跟他看过的原著完全对不上，事情的发展已经彻底失控了。而大卫坐在书房里，心里想的全是政治算计。他原本打算利用莉安娜来牵制庞德公爵，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庞德公爵为了自保，竟然狠心跟亲生女儿断绝关系，转头就去支持二皇子派系。这下大卫的皇位继承权都悬了。看着眼前闹个不停的庆氏呢，大卫心里只有厌烦。他忍不住拿莉安娜来对比，觉得那个女人可从来不会像这样无理取闹。曾经的圣女，如今在大卫眼里已经成了一个只会添乱的麻烦精。大卫坐在书房里，心里竟然开始想念莉安娜了。但这可不是因为什么旧情难忘，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快玩砸了。副官汇报说搜遍了领地也没找到人。大卫听完冷笑一声，觉得莉安娜这种只会刺绣的大小姐，在外面根本活不过3天。在他眼里，庆氏那在订婚后就已经没用了，只要能把莉安娜找回来，庞德公爵就会重新支持他，而那个走投无路的女人肯定会哭着求他收留。大卫立刻下令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必须尽快把莉安娜抓回来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莉安娜现在正待在卡门身边，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却倔强的不肯向任何人求助。卡门看着这个奇怪的女人，明明胳膊细得像是一折就断，却非要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。副官最近正为了存兵的事发愁，他随口问了身边的卡门一句，结果发现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，一个比一个不接地气。在卡门眼里，存兵必须得靠魔法塔的法师，普通人根本连想都别想。副官这才意识到，想找个懂行的人问点正经事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抬头，竟然在楼梯口撞见了莉安娜。莉安娜提着篮子，也是一脸懵，倒是挺理直气壮，直言这地方本来就是他家，说自己只是陪祖母过来的。就在两人互相看不顺眼的时候，莉安娜突然停住了，她死死盯着卡门的脸，脸上竟然多了一道显眼的划痕。莉安娜一见面就开始数落卡门，说他昨天在大太阳底下连帽子都不戴，这下好了，整张脸都被晒伤了。卡门刚想拿昂贵的恢复药水救急，却被莉安娜一把拦住，说这种小伤根本没必要浪费钱。就在莉安娜伸手的时候，卡门突然注意到她手背上的纹章，这让他心里咯噔一下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莉安娜已经把凉飕飕的芦荟汁直接抹在了他脸上。这种土办法虽然看着简陋，但效果竟然出奇的好。卡门忍不住感叹，这种生活智慧确实不一般。他试探着问莉安娜，这些知识是不是父母教给他的？莉安娜沉默了一下，语气平静地说自己没有父母。看着卡门尴尬的样子，他才自嘲地补了一句，我有父母，只不过他们早就把我抛弃了。这句话一出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莉安娜看着眼前的卡门，发现这个男人虽然总是冷着脸，但其实心肠并不坏。想起以前在公爵家的日子，他因为一场尴尬的退婚被彻底抛弃，在那些人眼里，他只是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妻子，所以才会被像垃圾一样丢掉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这种一个人生活的日子反而更自在，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莉安娜看穿了卡门的心思，问他是不是特别好奇自己的过去。卡门虽然嘴上说着没兴趣，但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早就把他的好奇心出卖了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卡门之所以不问，其实是在用他的方式体贴自己。她忍不住脱口而出夸他温柔，可话刚说完，他就后悔了，赶紧手忙脚乱的解释，说这可不代表自己对他有什么想法，甚至连篮子里的花都不舍得送他。看着莉安娜这副傲娇又慌乱的样子，卡门只是沉默的站在原地，这气氛真是越来越微妙了。就在两人还在楼梯口拉扯的时候，卡门的祖母突然出现了。她看着还没离开大厅的这两个人，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奥雷利亚笑着调侃道，哎呀，看看这两个小冤家。这一句话直接把现场的气氛给点燃了，原本就尴尬的卡门和莉安娜，这下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奥雷利亚在一旁听得直犯嘀咕，合着这位还没坦白自己其实是皇帝啊。奥雷利亚倒是挺会助攻，一听说两人连药都上过了，笑的那叫一个意味深长。卡门还在那儿拼命解释，结果奥雷利亚反手就是一个神助攻，让他们干脆别用敬语了。
莉安娜这下可乐坏了，既然大家都是同龄人，那这缘分可就真说不清了。卡门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感觉自己完全被这俩带跑偏了，只能由着莉安娜在那儿折腾。谁能想到堂堂神剑路易斯竟然被莉安娜拿去切西瓜了，气得路易斯在旁边疯狂跳脚。卡门一眼就看出了猫腻，这西瓜切得这么整齐，绝对是动用了那把魔剑。莉安娜眼看要露馅，赶紧使出杀手锏，直接插起一块爱心西瓜塞进卡门嘴里。这一招果然好使，卡门瞬间没话说了，只能闷头嘟囔一句：“这瓜实在是太甜了。”刚才那口西瓜的甜味让卡门一个人在露台上站了很久，他开始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种地方法的区别。以前他的脑子里只有权力斗争，怎么打压贵族，怎么稳固皇权，却从来没想过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，甚至连桌上的食物是怎么来的，他都觉得理所当然。现在想想，这种傲慢让他自己都觉得羞愧。就在这时，莉安娜又端着一壶紫色的果汁凑了过来，说是用剩下的边角料做的，非要让他尝尝鲜。卡门这下彻底听懵了，在皇宫里，没人会把剩下的东西当宝贝，这种所谓的边角料真的能好喝吗？莉安娜一边倒酒一边感慨，说市场价值的高低并不能代表一个东西的好坏，毕竟付出的心血是一样的。这番话直接戳中了卡门的心窝子，他突然意识到，人其实也一样，本质并不会因为流言蜚语而改变。他原本只是为了回收神剑才来的，可现在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那把高傲的神剑会心甘情愿认莉安娜为主。看着莉安娜在远处用力挥手告别，卡门第一次有了想多留一会儿的念头，这种感觉很陌生，甚至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耳边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响，那是他绝对不能承认的动摇。有些事情似乎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。莉安娜这回真是满载而归，祖母不仅大方的塞满了三文鱼和火腿，还一直夸他厨艺好，这让他心里美滋滋的，脑子里全是卡门刚才吃瓜的样子。那种发自内心的赞美让他觉得这趟真没白忙活，甚至开始期待以后还能种出更好的东西。结果还没高兴多久，神剑路易斯就蹦出来大发雷霆，抱怨莉安娜重色轻友，为了陪帅哥聊天，竟然把他这把神剑丢在黑夜里不管。莉安娜赶紧解释，说是因为卡门也觉得好吃，才多待了一会儿。可路易斯根本不听这一套，反而一脸严肃地发出了警告。他说莉安娜根本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元帅家族有多狠毒，现在对你好只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，一旦失去了兴趣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翻脸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也要把想要的东西抢到手。元帅这个词让莉安娜突然愣住了，这个称呼听起来非常耳熟，难道卡门的真实身份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？路易斯还在那喋喋不休，提醒莉安娜千万别被那些贵族骗了，说他们外表光鲜，其实心里全藏着坏水。莉安娜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，她突然问路易斯是不是真的打算一辈子跟着他，毕竟他只想过安稳日子，不想再过那种打打杀杀的生活。路易斯一听就急了，以为莉安娜要把自己给扔了，赶紧表忠心，说这辈子只想守着他一个人。可路易斯心里也犯嘀咕，莉安娜当初冒着风险离家出走，肯定不只是为了种地这么简单。就在两人边走边聊的时候，莉安娜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路边的树影里竟然躲着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对方就主动走了出来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小姐。莉安娜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竟然是家里的保姆。这个最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来？保姆一进屋就开始阴阳怪气，说还以为莉安娜会一直躲在那个破房子里，反正那种地方修不修都一样，根本没人会在乎。莉安娜虽然表面上在客气泡茶，心里却早就拉响了警报。这个保姆消失了这么久，现在突然找上门来，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保姆一边喝着洋甘菊茶，一边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他说莉安娜能有今天，全靠那位领主大人的帮忙。莉安娜听得一头雾水，可保姆接下来的话更让她脊背发凉。原来当初把她带到这里的人，竟然就是那位领主。保姆一脸得意地喝着茶，说领主离婚后日子也不好过，所以才会同情莉安娜这个被抛弃的小姐，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。莉安娜这才意识到，自己以为的自由生活，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保姆的话越说越过分，莉安娜终于听不下去了，她冷冷地反驳道：“祖母根本就没管过她的死活，这些日子她全是靠自己撑过来的。”保姆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一脸鄙夷地说莉安娜在撒谎，觉得她这种娇生惯养的小姐根本连怎么赚钱都不知道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就因为自己不再是公爵家的千金，保姆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看不起她。既然对方已经撕破了脸，那她也没必要再客气。他指着桌上的茶杯说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但这杯洋甘菊茶要收一个铜币。”保姆气得直瞪眼，觉得莉安娜简直是钻进钱眼里了。莉安娜猛地站起身来，指责保姆不仅没礼貌，还敢随便侮辱领主大人。既然话不投机，那就请立刻离开这里。看着保姆哑口无言的样子，莉安娜直接下了逐客令，不管对方怎么叫喊，她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。这间屋子已经不再欢迎这个虚伪的女人。眼看莉安娜态度坚决，保姆这下彻底急了，她在后面拼命追赶，大声喊着让莉安娜等一等。保姆扯着嗓子大喊，说是公爵大人亲自下了命令，一定要带莉安娜回去见他。公爵这两个字就像一道沉重的枷锁，瞬间把莉安娜拉回了现实。保姆哭哭啼啼的演戏，说公爵因为他的离开，整天担心得吃不下饭。莉安娜冷笑一声，担心恐怕是又发现他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？他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让对方赶紧滚蛋。
保姆这下装不下去了，临走前还想放狠话，结果莉安娜更绝，告诉公爵，我从头到脚都在咒他死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。丽兹连叫了好几声，卡门才回过神来。身为一国之君，他现在居然在异国他乡发呆。丽兹开启了碎碎念模式，催他赶紧回国，毕竟皇帝长期赖在邻国，传出去实在不像话。虽然这里有先皇留下的传送阵，来回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但丽兹一眼就看穿了，哥哥赖着不走肯定有猫腻。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留在波斯听旨有2个可能，要么是为了那把传说中的剑，要么就是这位万年单身的皇帝这辈子第一次动了真情。丽兹还在耳边催他回国，卡门嘴上说着荒谬，可实际上他连开会的时候脑子里全都是那个女人。就在这时，侍从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波斯厅领地最近不太对劲，有人在暗中监视莉安娜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事儿居然还牵扯到了莉安娜的那个前任。一听到前未婚夫这几个字，卡门彻底坐不住了，当初把人甩了，现在看人家过得好又想回来纠缠，他二话不说直接起身，这下谁也拦不住了，他要亲自去给莉安娜撑腰。卡门现在心里乱成一团，明明只是朋友，为什么听到他前任的消息自己会气成这样？为了面子，他硬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莉安娜要是被绑架了，那把重要的宝剑也会丢，所以他必须去现场看看。可他脑子里全是莉安娜受欺负的画面，万一那个混蛋强行带走她，万一她现在正躲在角落里哭，越想越坐不住。他一路狂奔到莉安那家门口，吩咐侍从在外面守着，自己要进去看个究竟。屋里安静的有些诡异，难道他已经跟着前任走了？就在卡门犹豫要不要推门时，屋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，这下彻底出事了。卡门猛地推开大门，大喊着莉安娜的名字冲了进去。卡门拼了命地冲进屋子，本以为会看到什么生死时刻，结果莉安娜正举着双手大喊，快来帮我扶住天花板。原来是这栋老房子的木头烂了，刚才还有一堆虫子爬出来。莉安娜二话不说，直接徒手拆房，把卡门整个人都看傻了。堂堂一国之君，居然被几只虫子吓得够呛，但他还得强撑着面子，嘴硬说自己刚才根本没害怕。莉安娜可没心思管他傲不傲娇，看着卡门这副高大的身价，他心里已经动起了歪心思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顺便把阁楼的门也修了吧。卡门看着这个忙前忙后的女人，忍不住问她平时是不是都自己修。莉安娜笑得一脸轻松，这乡下地方哪有木匠，不自己动手还能指望谁呢？听到莉安娜说已经习惯了一个人，卡门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。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人，到底独自撑过了多少这样的日子？想起那个假惺惺的女人，莉安娜就觉得心烦。当初自己过得那么惨，对方居然还一脸嫉妒，真是让人无语。她越想越气，干脆掏出路易斯准备拆家。卡门在旁边都看傻了，宝剑难道真要被拿来当装修工具？路易斯还在那儿拼命抗议，觉得莉安娜太不把他当回事。结果莉安娜一顿忽悠，说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才用它。路易斯居然还真信了。莉安娜看准那个破柜子，抡起锤子就是一记重击。谁知道这柜子质量太好，路易斯直接被弹飞了出去。就在这一片混乱中，莉安娜突然停住了动作，一股莫名的暖流正顺着指尖传遍全身。刚才那下撞得可不轻，卡门眼疾手快，直接把莉安娜护在了怀里。这突如其来的接触让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。他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感受过别人的温度了，两人谁也没顾上自己疼不疼，开口第一句全是在问对方有没有受伤。莉安娜赶紧拉开距离，嘴上还硬撑着说没事，卡门却一脸严肃地埋怨起来，说他平时做事太莽撞，万一真出点什么事该怎么办？还没等莉安娜反驳，卡门突然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，语气也变得温柔了许多。他说你一个人住，要是受伤了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。这句话一出，莉安娜彻底没词了，看着卡门那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，她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好像变了个人。莉安娜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，这还是那个高冷的卡门吗？以前那个随便拿捏的小屁孩，怎么一转眼就变得这么有男人味了？莉安娜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看着眼前这张帅到离谱的脸，卡门皱着眉问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莉安娜吓得直接蹦了起来，根本不敢正视他的眼睛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谁顶得住啊？卡门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他一步步逼近，语气里全是那种不容拒绝的强势，甚至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。看着那道明显的红肿，卡门的声音沉了下去：“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要硬撑到什么时候？”莉安娜还在那嘴硬，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，多亏了卡门刚才护着他，才没出大事。可一闭上眼，刚才那个结实的拥抱就在脑子里挥之不去。他一边吐槽卡门爱显摆，一边又根本没法冷静下来。卡门倒是很自然，直接拉过他的手，说自己包扎的本事还不错，动作温柔的让人没法拒绝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懵了，明明以前见过那么多大场面，怎么偏偏对着这家伙，心里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。卡门一边低头忙活，一边随口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莉安娜差点就把心里话吐露出来，还好反应快，赶紧把话给咽了回去。看着莉安娜这副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卡门反而笑了，说只要看他还这么有精神，他就彻底放心了。莉安娜愣愣的看着他，原来这家伙一直都在担心自己吗？卡门说要先走一步，莉安娜赶紧找借口留人，说这都快到饭点了，吃了再走呗。可卡门却非常绅士的拒绝了，说你现在受着伤，我哪好意思再给你添麻烦。临走前，他还不忘回头叮嘱一句，以后有事一定要找他，千万别像今天这样一个人硬扛。看着卡门离开的背影，莉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还没从刚才的温柔里缓过神来。就在这时，神剑路易斯凑了过来，
小声在那道歉，说刚才不该用力过猛，忘了莉安内的身体这么弱。莉安娜一听这话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一把抱住路易斯，疯狂亲蹭。这哪是失误啊，这简直是神助攻！要不是路易斯这一推，他哪有机会被这种国宝级帅哥紧紧地抱在怀里？路易斯都被蹭懵了，心想这主人是不是撞坏脑子了？刚才还一副要哭的样子，怎么现在笑得这么开心？莉安娜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，跟卡门这种极品比起来，那个叫大卫的渣男简直就像一只干巴巴的臭鱿鱼，不仅性格烂透了，长得也让人倒胃口。莉安娜突然冷静下来，她开始怀疑卡门这家伙是不是冲着神剑路易斯来的，毕竟上次见面他就提过这事，难道刚才那番温柔全是为了骗取信任的美男计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这男人的城府也太深了。可转念一想，看着卡门那张无可挑剔的脸，莉安娜又彻底没脾气了，长成那样，谁能顶得住这种诱惑啊？她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终于理解为什么古代那些皇帝总会为了美人犯糊涂，换成他恐怕也聪明不到哪去。莉安娜觉得就这么让人家饿着肚子走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，打算煮点土豆送过去。路易斯一听土豆2个字，吓得当场炸毛，大喊着今天干活已经够累了，打死也不想再变回锄头去挖地。莉安娜翻了个白眼，说只是让你去锅里煮，又没让你去地里挖，赶紧一边歇着去。就在莉安娜忙活的时候，路易斯突然冷不丁问了一句，主人，如果那家伙真的是个皇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路易斯还在那碎碎念，强调卡门真的是个皇帝，可莉安娜根本没心思听，因为她听到门外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。莉安娜心里一阵狂喜，心想肯定是卡门回来了，这家伙嘴上说要走，心里肯定还是舍不得他的手艺。路易斯还没来得及拦，莉安娜已经迫不及待的一把推开了大门，大喊着卡门的名字。可看清门外的人影后，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这下尴尬了，来的人根本不是他。而此时在远处的皇宫里，卡门正对着堆成山的公文发愁，感叹这皇帝当的工作简直没完没了。就在他低头处理政务时，脑子里却突然闪过莉安娜撞进他怀里的那个瞬间，那种温热的感觉好像还残留在指尖。卡门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，明明还有这么多正事要办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脑子里全是那个冒失的女人？深夜的办公室里，卡门还在埋头处理政务，皇太后推门走了进来，心疼孙子这么晚还不休息，特意送来了一份宵夜。卡门看着桌上的三明治，还想推脱说太晚了，吃这种正餐负担太重，结果被奥雷利亚一句话给怼了回来，让他少废话，先吃一口再说。谁知道这一口下去，卡门直接被惊艳到了，这味道简直绝了。奥雷利亚在一旁调侃说，这养生固然重要，但要是没了宵夜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？闲聊间，奥雷利亚突然把话题转到了莉安娜身上，问卡门今天是不是去英雄救美了。她感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住，凡事都要靠自己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虽然有钱能解决很多麻烦，但一个单身女性如果表现得太有钱，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危险。像莉安娜这样凡事亲力亲为，反而更让人佩服。卡门听着这些话，脑子里全是莉安娜受伤的手腕，担心她今天到底有没有好好吃饭。奥雷利亚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，笑着让她放宽心，有些事不用操心太过。原来这三明治是莉安娜亲手做的，说是为了感谢卡门之前的帮忙，特意托奥雷利亚带过来。卡门一边吃，心里却全是担心。他记得莉安娜当时状态不太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伤口又疼了，明明叮嘱过让她好好休息，这姑娘怎么就是不听话？奥雷利亚看她这副模样，笑着摇了摇头，叮嘱她趁热吃完就先离开了，留下卡门一个人对着剩下的三明治发呆。他在心里盘算着，明天得找个什么借口去回访一下，说是为了感谢这顿饭，还是去检查他的伤势，只要能见上一面，什么理由都行。就在卡门嘴角带笑，正沉浸在自己的小计划里时，窗户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打破了深夜的宁静。卡门瞬间警觉起来，难道是刺客？他猛地转过身，死死盯着窗外的黑影。可等他看清来人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哪是什么刺客？这不是莉安娜身边那把会说话的神剑路易斯吗？卡门还以为他是来认主的，结果发现这家伙急得团团转，显然是有话要说。这下他反应过来了，肯定是莉安娜出事了。此时的莉安娜正陷入昏迷，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。真没想到，只是见了一面，莉安娜就直接虚弱到下不了床。她还在自嘲，是不是因为所谓的血缘关系，才让自己对这家人还抱有幻想？结果门一推开，父亲庞德公爵竟然出现了。先是保姆，现在连父亲都亲自找上门了。最离谱的是，他管这副样子叫乔装打扮。庞德公爵还在那演戏，说自己为了担心女儿，愁得连觉都睡不着。莉安内听者只觉得荒谬，这剧情跟原著完全对不上。庆氏那一出现就订婚了，而自己还没开始使坏就被踢出局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按照原著的逻辑，真正的莉安娜早就该死在外面了，而那个眼睁睁看着她去死的男人，现在居然还有脸站在面前装慈父。莉安娜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以前可从来没在乎过我的死活。”莉安娜直接开启讽刺模式，说公爵还有5个女儿可以卖，难得他这次居然没叫错名字。公爵赶紧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，说当初不帮他是为了不激怒皇室，甚至还一脸兴奋的邀功，说皇太子现在后悔了，正满世界找他回去。莉安内听者只觉得恶心，什么同情，什么想念，全都是骗人的鬼话。那个异世界来的庆氏呢，除了新鲜感根本没法管理内务。皇太子现在被舆论骂惨了，才想起他这个完美的未婚妻。
说白了，他们只是想利用他来挽回皇室那点可怜的名声。看着公爵那副理所当然的嘴脸，莉安娜眼神越来越冷，这火坑她这辈子都不会再跳了。莉安娜直接甩开了公爵的手，明确表示那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了。公爵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还在做着皇亲国戚的美梦，劝莉安娜赶紧回去当皇太子妃。可莉安娜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破防，他说自己不再是家族的傀儡，甚至连那个姓氏都不要了。公爵还想拿血缘关系来压人，结果莉安娜冷笑着回头提醒他当初是谁，一句话就把亲生女儿赶出了家门。公爵被对得老脸通红，气得拍桌子大吼大叫，但这正是莉安娜想要的。这破地方，他是1秒钟都不想多待了。莉安娜推开门头也不回，只留下一句冰冷的再见，甚至改口叫他公爵大人，彻底划清了界限。公爵一句话都没说，但那副阴沉的表情显然没打算就这么算了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这个男人毁了她的人生，现在发现他还有利用价值，居然有脸跑来装模作样。他明明该去巴结那个庆氏呢，却非要死缠着自己不放，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简直让人作呕。虽然公爵今天暂时离开了，但下一次他肯定会不择手段，要把莉安娜拽回那个火坑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大卫那个男人迟早会毁了她，这种事绝不能发生。看着已经收拾好的行李，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消失。路易斯看出了他的不对劲，问他是不是在发呆。莉安娜赶紧打哈哈掩饰，说自己只是在想晚饭吃什么。可路易斯一眼就看穿了，劝他别再强颜欢笑，难过就直接说出来。莉安娜还在嘴硬，说有路易斯陪着怎么会难过，而且他早就对那个家死心了。可话虽这么说，心里的委屈还是翻江倒海，有些伤痕真的不是说忘就能忘的。莉安娜还在拼命骗自己，嘴上说着没事，可情绪早就已经失控了。路易斯在一旁心疼坏了，他第一次恨自己只是一把剑，连个拥抱都没法给主人。就在莉安娜最脆弱的时候，卡门突然闯了进来，这一声呼唤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卡门显然是慌了神，连话都问得语无伦次，莉安娜却还有心思笑他，说他刚才明明都叫过名字了。看着卡门急着去拿药的背影，莉安娜那颗悬着的心好像终于找到了落脚点。卡门本来是想翻找急救药，结果却看到一个巨大的行李箱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？莉安娜虚弱地叮嘱他别把里面的东西翻乱了，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这里。卡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明明病得这么重，居然还一心想着要走。在他看来，波斯汀这个地方温暖又舒适，明明就是莉安娜的家，他到底在急什么？莉安娜看着窗外陷入了回忆，这里确实很好，祖母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可有些事注定让他无法在这里安身。卡门在一旁听得心里发紧，他一边拧着湿毛巾，一边琢磨莉安娜为什么要逃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前未婚夫，上次那帮人找上门，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莉安娜在昏睡中呢喃，她说自己根本没有家，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属于她。那些人以前把她当草，现在发现她的好了，就想方设法要把她抓回去当工具。看着莉安娜在梦里都不安稳，卡门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既然那些人不知道珍惜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看着平时那么爱笑的莉安娜，现在却虚弱的躺在这里，卡门心里又是心疼又是愤怒，到底是哪个混蛋把她害成这样的？他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动作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一场美梦。这一刻，他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。他轻轻执起莉安娜的手，在手背上落下深情的一吻。他在心里默默发誓，不管以后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，他都绝对不会再让莉安娜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伤害。睡了一大觉醒来，莉安娜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，结果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路易斯一顿数落，说从来没见过身体这么弱的主人。莉安娜正担心自己睡了太久，耽误了正事，结果房间里突然传出卡门的声音，说时间还没过去多久。一抬头，莉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堂堂皇帝卡门居然穿着一身带花边的围裙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她床边。原来是路易斯自作主张把她给叫过来的。看着这副居家打扮的卡门，莉安娜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莉安娜急得不行，嚷嚷着今天还有一堆事要忙，结果刚想下床就被卡门一把拦住，提醒她现在还是个刚醒的病人。卡门不仅没让她走，还顺手递过来一件外套，语气强硬又不失温柔，让她先把早饭吃了再说。看着盘子里精致的煎蛋和香肠，莉安娜一边吃一边犯嘀咕，这难道是卡门亲手做的？虽然心里还有点别扭，但嘴上还是乖乖道了谢。谁知道卡门突然话锋一转，直接问他打算去哪。莉安娜吓得差点没噎着，心想难道是自己说梦话露馅了？结果卡门指了指旁边的行李，意思很明显，包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，这还用问吗？莉安娜还在那解释，说自己没打算彻底离开，结果卡门根本不听这些，直接问他到底要去哪。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卡门就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居然要跟着一起去。这下轮到莉安娜懵了，他在领地难道没别的事要忙吗？卡门倒是一脸淡定，说自己本来就是为了神剑来的，既然剑在莉安娜手里，那他跟着走也算顺路。可话刚说到一半，卡门突然停了下来，他轻轻握住莉安娜的手，眼神里满是认真。他说拿回神剑只是顺便，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，莉安娜，我只是放心不下你。卡门越说越深情，他担心莉安娜生病了没人管，担心她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哭，甚至担心她被噩梦惊醒的时候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他死死握住莉安娜的手，承诺以后都会陪在她身边。莉安娜心里确实被暖到了，但她觉得不能总这样依赖朋友，于是
狠下心把手抽了回来，笑着拒绝了他的好意。谁知道卡门根本没打算放弃，他一脸严肃地盯着莉安娜，说如果他还没想好去哪，那就直接跟他回家。莉安娜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调侃他是不是又在变相求婚，结果卡门不仅没笑，反而沉默地握紧了拳头。他低声重复着求婚这2个字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就在莉安娜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结果卡门直接单膝跪地，当场问莉安娜愿不愿意嫁给他。这下莉安娜彻底傻眼了，脑子里乱成一锅粥。明明只是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怎么剧情突然快进到结婚了？旁边的神剑路易斯也跟着起哄，说卡门这次绝对是认真的。昨晚一听说莉安娜身体不舒服，他连1秒钟都没犹豫就冲过来了。莉安娜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其实非常纠结。她想到背后那些盯着自己的势力，如果答应了卡门，只会把她带进更危险的漩涡里。她深吸一口气，理智告诉她现在必须拒绝。可就在她准备开口的一瞬间，看着卡门那张无可挑剔的脸，莉安娜彻底破防了，心里的小人疯狂呐喊：这长得也太帅了吧！这种颜值到底让人怎么拒绝啊？莉安娜在心里疯狂纠结，眼前的卡门长得帅又有风度，每次自己遇到麻烦，他总是第一个冲出来帮忙。这种满分好男人，要是就这么拒绝，然后一走了之，简直比犯罪还让人难受。看着卡门那副以为又要被拒绝，整个人都快碎掉的样子，莉安娜终于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她死死拽住裙角，决定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全抖出来。她大声告诉卡门，自己真正的名字叫莉安娜。庞德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庞德公爵家的女儿。本以为这个身份会把卡门吓一跳，结果对方只是冷淡的回了一句：所以呢？这下轮到莉安娜不会了。她瞪大眼睛看着卡门，完全没想到他能这么淡定。卡门倒是很冷静，说自己会听他把话说完，还问他是不是打算回公爵岭去。莉安娜赶紧解释，说自己根本不想回去，是父亲非要违背他的意愿把他带走。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躲一阵子，除了逃跑，他真的已经没别的选择了。莉安娜突然反应过来，其实根本没必要跑那么远，只要父亲找不到自己就行，哪怕在当地找个冰雪躲一阵子，也比到处流浪要强。她笑着跟卡门打了个招呼，说自己已经想通了，准备先出去找个落脚点。结果刚走到门口，就被卡门一把拽住了胳膊。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卡门直接一个转身，把她死死堵在了墙角。他语气低沉地提醒莉安娜，刚才的求婚，他可还没给个准话呢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，这男人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简直就像个解封的撩妹机器。她支支吾吾的想找借口，说等这些麻烦事解决了再说。结果卡门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表态会一直守在她身边。莉安娜还是有点担心，提醒她自己的父亲可是公爵，要是真找上门来，卡门根本应付不了。可卡门不仅没被吓住，反而温柔地托起她的下巴。他笑着让莉安娜放心，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保护她。现在他只要莉安娜看着他的眼睛，给出那个最终的答案。卡门这次是动真格的了，他深情地看着莉安娜，直接甩出一句重磅炸弹：咱们以结婚为前提开始交往吧。画面一转，卡门的妹妹丽兹正在办公室加班，结果被水晶球里传来的动静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。他忍不住吐槽卡门，要是把自己吓出个好歹来怎么办？卡门在那头倒是一脸淡定，还开玩笑说这顶多算工伤。丽兹听完更无语了，直言他说话简直像个奸商，催他赶紧把今天的正事处理完。可丽兹很快就发现不对劲，水晶球那头突然没声了。他凑近一看，发现平时那个只知道工作的哥哥竟然拿着本书在那儿不停地叹气。丽兹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个工作狂最近实在太反常了。虽然觉得麻烦，但他还是决定稍微关心一下，开口问卡门到底出什么事了。卡门在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终于开口喊了一声丽兹的名字。丽兹这会儿正忙着翻看文件，心里还在盘算，赶紧听他说完，好去处理那些堆成山的审批。可谁能想到，卡门接下来的这句话简直比核弹爆炸还要惊人。他一脸认真地宣布，自己已经找到了想结婚的对象。丽兹听到这话，吓得眼镜直接掉在了桌子上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对着水晶球歇斯底里的大喊：结婚！这一声尖叫简直要响彻整个皇宫。丽兹这下彻底懵了，茶杯都差点没拿稳。他一直以为自家哥哥这辈子只会跟猫过日子，结果现在居然要结婚了。以前那些名媛怎么献殷勤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现在倒好，一开口就要玩大的。卡门冷冰冰的交代，不仅要查清楚莉安娜的婚约，甚至还想让庞德公爵领直接从地图上消失。丽兹听得头皮发麻，这哪是谈恋爱啊，这简直是要去打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当初到底为什么会跑去那个偏僻的地方？丽兹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他还在纠结那把消失的神剑，可卡门的心思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丽兹忍不住问他，你真打算娶那个女人？毕竟莉安娜答应的太干脆，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，就敢点头说愿意。结果卡门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丽兹当场断气，原来他一直都在隐瞒身份，莉安娜到现在都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帅哥，这哪是求婚啊，这分明是赤裸裸的骗婚。可怜的莉安娜还被蒙在鼓里，一个人在那儿回味昨天的甜蜜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这回掉进了一个多大的坑。卡门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他把莉安娜堵在墙角，直接甩出一句以结婚为前提和我交往吧。莉安娜这下彻底乱了分寸，她能感觉到眼前的男人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陷进去了。可就在他犹豫的一瞬间，卡门的醋坛子直接翻了，他眼神一冷，问是不是因为那个前未婚夫。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卡门就开始低声嘀咕，既然忘不掉，那干脆把那家伙的头砍下来好了。
这恐怖的发言吓得莉安娜当场尖叫，哪有人求婚不成就要去搞物理超度的？看着卡门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莉安娜是真的怕了，这男人到底是在谈恋爱，还是在选暗杀目标啊？莉安娜终于想通了，虽然卡门身上还有很多谜团，但他的心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大声宣布自己也想和卡门正式交往。这一刻，他满脑子都是甜蜜的幻想，甚至已经开始脑补卡门深情款款保护他的样子。他一边吃着甜草，一边傻笑着自言自语，完全没注意到危险正在悄悄靠近。就在他最忘我的时候，一个冰冷的眼神直接把他从梦里拽了回来。奥雷利亚正因沉着脸站在他身后，这下真的是大型社死现场。莉安娜吓得魂都没了，刚谈恋爱就被长辈抓包。奥雷利亚一眼就看出来莉安娜心里揣着沉重的事。莉安娜犹豫再三，还是把事情说了出来。她那个不省心的父亲又找上门了，而且皇太子竟然也在到处找他。一听到皇太子的名号，奥雷利亚当场就炸了，他甚至想直接动用权力封锁领地，把那个纠缠不清的家伙挡在外面。莉安娜赶紧拦住他，生怕给祖母惹来更大的麻烦。既然躲不掉，莉安娜干脆提议，要不自己先离开波斯厅躲一阵子。结果这话一出，奥雷利亚的护犊子属性彻底爆发。在祖母眼里，外面的世界简直处处是陷阱。莉安娜这种单纯的性格，出去分分钟就会被骗得精光。她开启了疯狂碎碎念模式，反正一句话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莉安娜为了能留下来，干脆心一横，直接自爆，大喊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对方还要求她留在波斯厅。奥雷利亚整个人都懵了，正打算盘问到底是哪个野男人，结果房门突然被推开，卡门端着精致的甜点，气定神闲地承认了身份。这下轮到奥雷利亚不淡定了，他盯着卡门看了半天，态度竟然瞬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刚才还反对谈恋爱，现在直接快进到下周就结婚。奥雷利亚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快想好了，嚷嚷着要让他们生3个。莉安娜在一旁听得满头大汗，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她赶紧提醒奥雷利亚，两人满打满算才交往了1天，可看奥雷利亚这副兴奋的劲头，估计连婚礼的请帖都已经想好怎么写了。面对奥雷利亚关于恋爱细节的盘问，刚才还大方的2个人，这下全都变得支支吾吾。奥雷利亚忍不住调侃，昨天还那么主动的卡门，怎么现在反而害羞起来了？卡门索性不再掩饰，他轻轻牵起莉安娜的手，解释说两人是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。看着这对小情侣甜蜜的样子，奥雷利亚虽然嘴上嫌弃，心里其实已经认可了这个孙媳妇。玩笑归玩笑，现实的问题还是得解决。莉安娜为了躲避父亲，甚至动了去钻冰洞的念头。奥雷利亚听完直摇头，直接给出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。他邀请莉安娜住进领主城堡，毕竟在这里，就算莉安娜的父亲胆子再大，没有允许也绝对进不来。这地方不仅隐蔽，而且绝对安全。莉安娜还在担心会添麻烦，奥雷利亚却温柔地表示，城堡里平时太冷清了，有他在反而更热闹。这一番话总算让莉安娜悬着的心落了地。莉安娜心里满是感激，觉得自己被抛弃后能来到这里，遇到奥雷利亚祖母，简直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奥雷利亚温柔地安慰她，让她别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。为了让莉安娜住得舒服，奥雷利亚立刻吩咐管家去准备房间，还特意叮嘱一定要安排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，显然是想把她当亲孙女宠着。结果卡门在旁边听不下去了，他一脸严肃地提出要求，房间必须也得离他近一点，理由竟然是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他必须保证自己能第一个赶到。这番直白到近乎表白的话，让莉安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，她忍不住小声吐槽，这种话听起来实在是太羞人了。可卡门却一脸无辜，好像自己只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。看着这2个人暗暗较劲，奥雷利亚也只能无奈的笑笑。在管家的带领下，莉安娜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新房间。虽然未来的日子还不知道会怎样，但至少在这一刻，她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奥雷利亚突然改了称呼，一脸严肃地叫他陛下。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完全看不懂这位皇帝在想什么。卡门还以为祖母是反对这段感情，或者世界伊莉安娜的身份，结果奥雷利亚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他真正在意的是莉安娜到现在都不知道卡门的真实身份。奥雷利亚的话一针见血，如果一直这么瞒下去，等真相大白的那天，莉安娜只会感觉到被背叛。他质问卡门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坦白。卡门终于说出了真心话，他不是故意要隐瞒，只是太害怕失去莉安娜了，怕她宁愿回农场种地，也不愿意留在自己这个皇帝身边。他问祖母，莉安娜真的会为了农场抛弃我吗？祖母叹了口气，虽然她在那里确实很快乐，但你必须告诉她真相，因为靠谎言维持的关系，就像一碰就碎的幻影，如果继续瞒下去，现在的甜蜜迟早会变成最伤人的刀子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永远活在假象里。祖母这辈子过得并不顺心，所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卡门不要重蹈覆辙，别像他一样在冰冷的皇室婚姻里耗尽一生。卡门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强行把莉安娜留在身边，让她放弃热爱的农场，那这种所谓的幸福迟早会变成2个人的枷锁。他终于想通了，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而是守护他想要的生活，哪怕那是一个和皇宫格格不入的农场。虽然这个念头最开始听起来像个玩笑，但现在看来这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。他迈开步子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卡门心里一直在打鼓，他打算利用边境的地理优势，先给莉安娜安顿好。但他最担心的是以后真相大白时，莉安娜到底能不能原谅他的隐瞒。这种害怕被拒绝的感觉，对他这个皇帝来说还是头一回。
可就在这时，屋里传来了莉安娜兴奋的叫声，她像个孩子一样在宽敞的房间里跳来跳去，还感叹着床垫简直太软了。听着她充满活力的声音，卡门心里的那些阴霾竟然一下子全散了。莉安娜现在觉得无比安心，觉得只要有卡门在，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。她还不知道眼前的男人其实有着更惊人的身份，只是一脸崇拜的觉得自己的男朋友简直帅呆了。莉安娜躺在床上，越想越不对劲。按理说，听到自己老爸是大公爵，普通人早就吓得够呛了。可卡门不仅没反应，甚至表现得比大公爵地位还要高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作为公爵千金，他竟然从来没在社交圈见过这个人。就在这时，卡门推门走了进来，问他住的还习惯吗？莉安娜赶紧收起心思，笑着说：“这床简直舒服的没话说。”卡门提议去花园散散步，莉安娜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开始打鼓。明明是自己的男朋友，怎么现在单独相处反而觉得这么紧张呢？看着走在身边的卡门，莉安娜突然意识到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多到让她甚至不敢直视。这个男人深邃的目光，明明不是第一次和卡门散步，莉安娜却觉得浑身不自在，那种心里痒痒的感觉，让她忍不住开始怀疑，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？以前可完全不是这样。在她的记忆里，和那个叫大卫的男人在一起时，空气里只有让人窒息的冷漠。那时候的大卫，连多听他说一句话都觉得烦，还没坐稳就急着要走，只要别人一喊他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莉安娜丢在原地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想当太子妃就要闭嘴，要听话，无论受了多大委屈，脸上都必须挂着完美的微笑，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幸福。莉安娜突然陷入了沉思，如果以前那种卑微的讨好叫爱，那现在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又算什么呢？卡门停下脚步，温柔地叫着莉安娜的名字，他慢慢伸出手，轻声询问能不能牵她的手。看着眼前这只手，莉安娜一下子愣住了。在她的记忆里，那个叫大卫的男人只会冷漠地甩开她，把她一个人丢在众人的目光里。可现在的感觉完全不同，这种被珍视、被呵护的温度，让她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这才是感情该有的样子。看到莉安娜沉默不语，卡门一下子慌了神，他以为自己冒犯了对方，急忙解释说不想牵也没关系。莉安娜摇了摇头，她只是没忍住，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，可这一刻，她冰封已久的心彻底动摇了。莉安娜终于憋不住了，她大声告诉卡门：“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”这一刻，她才发现这个男人早就彻底占据了她的心。卡门显然被这直球打懵了，他沉默了半晌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愧疚。他说自己还有很多秘密没法开口，现在还不能坦白一切。但他拉住莉安娜的手，郑重地许下承诺，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他绝对不会让莉安娜失望。莉安娜没有追问，只是温柔地回握住他。既然选择了信任，那就陪他一起等真相大白的那天。回到房间，莉安娜一边梳头一边自嘲，以前在公爵府挤小房间，现在住进这宫殿般的大屋子，适应能力还真是强得离谱。莉安娜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好像把什么重要的事给忘了。结果一回头，路易斯正像个幽灵一样飘在身后，满脸怨气地盯着她。这下麻烦了，莉安娜这才想起自己把这把神剑忘得死死的，任凭路易斯怎么撒娇控诉，她也只能心虚的不停道歉。好不容易把路易斯安抚好，莉安娜倒头就睡，可迷迷糊糊之间，她感觉到床边躺着一个人，那双深情的眼睛注视着她，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，仿佛时间都停在了这一刻。莉安娜猛地翻身坐起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难道刚才那真实到窒息的画面真的只是一个梦吗？莉安娜还没从刚才的梦里缓过劲，耳边就传来一阵催促，一个金发女孩竟然直接坐在她床上，指着她大喊要扣掉20分。这下莉安娜彻底清醒了，这不是梦，是真的有人闯进了她的卧室，而且对方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简直让她怀疑自己才是那个走错房间的人。女孩自我介绍说她叫苏珊，那股反客为主的气场让莉安娜一时间都接不上话，只能尴尬地报上自己的名字。这种时候，路易斯偏偏不在身边，莉安娜只能硬着头皮强调这是领主安排给她的房间，试图找回一点主场优势。可苏珊只是淡定地回了一句我知道，接着抛出一句更有冲击力的话，她说自己今天过来就是专门来见莉安娜的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指着自己反问道：“找我？”她实在想不通自己跟这个叫苏珊的女孩到底能有什么交集。可苏珊并没有解释，只是盯着莉安娜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莉安娜本想出来透透气，结果苏珊竟然一直跟着她，这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苏珊突然冒出一句：“爱运动的人可以给个及格分。”这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直接把莉安娜整不会了。看她跟佣人们打招呼的样子，倒不像是什么可疑的人，可接下来的话却越来越不对劲。苏珊先是夸赞帝国更好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，直接打听起对皇帝的看法。这跳跃的逻辑简直让人没法接，这哪是聊天，分明是在查户口啊！莉安娜还在脑补搞大事业，甚至想把农场开到帝国去，结果一转头就被路边的野果勾走了魂。她随手摘下一颗递过去，苏珊却一脸嫌弃：“这果子都没洗，真的能直接吃吗？”莉安那倒是心大，觉得这地方空气好不用讲究。她说这果子味道一般，但做成成果酱就很绝。苏珊随口问了一句谁做的，结果莉安娜一脸淡定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她亲自动手。堂堂一个贵族大小姐，居然还会自己熬果酱，这人设反差也太大了。莉安娜现在干劲十足，一边摘果子一边张罗着要给大家做副盆子冰茶，这田园生活是越过越滋润了。画面一转，卡门正在烈日下挥剑，每一招一式都透着狠劲，而这一切都被旁边的路易斯看在眼里。
作为一把有灵魂的神剑，路易斯原本挺看不上皇室后裔，可盯着卡门看了一会儿，他竟然有些恍惚。这自信的眼神，还有这股不服输的劲头，简直和他的第一任主人一模一样。看来这次是真的遇上对的人了。路易斯忍不住开口感叹：好剑就要配英雄，而眼前的卡门正是他一直在等的那个主人。路易斯陷入了回忆，当年他一眼就相中了那个要去屠龙的狂妄少年，甚至心甘情愿认他做第一任主人。那个少年后来成了开国皇帝，路易斯也跟着风光无限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竟然沦为了皇室的摆设，在陈列柜里落了几百年的灰。后来的那些皇帝一个比一个蠢，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。直到莉安娜离婚离开帝国，他才终于受够了，决定跟着莉安娜一起远走高飞。谁能想到，在这偏远的波斯汀，居然能遇到那小子的后代，也就是眼前的卡门。路易斯现在后悔的不行，早知道还要用那小子的名字，当初就该让他给自己起个正经名。正搁这儿纠结呢，卡门却突然回过了头，别在那儿偷偷摸摸的看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这下轮到路易斯尴尬了，偷看居然被当场抓包。被当场抓包的路易斯还在嘴硬，拼命解释自己只是在监督训练，可卡门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没词了。卡门一脸严肃地表白，说自己对莉安娜是认真的，虽然最初是为了神劲儿来，但他现在更尊重莉安娜的选择。这番话直接把路易斯整不会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家伙怎么偏偏是个好人，甚至还温柔地问他要不要试着让他挥一次剑。路易斯嘴上喊着不要，可当卡门握住剑柄的那一刻，他竟然有点心猿意马，甚至想看看这个男人到底够不够格当莉安娜的伴侣。结果卡门随手一挥，那利落的剑招和手感差点让路易斯当场倒戈。他赶紧晃了晃脑袋，这男人不仅性格好还这么强，简直太犯规了。卡门显然误会了什么，还一本正经地感谢路易斯，说以后会用他好好保护莉安娜。这下把路易斯整得更纠结了，他心里一边喊着不是那个意思，一边又觉得被卡门握着还挺舒服。正搁这儿自我怀疑呢，莉安娜和苏珊竟然刚好路过，这下简直是大型翻车现场。路易斯一看到正主出现，吓得魂儿都飞了，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背叛主人的坏剑。他哭喊着冲向莉安娜求惩罚，结果用力过猛，莉安娜被吓得手一松，辛辛苦苦摘的一兜副盆子全飞了，眼看果子就要落地，苏珊却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稳稳接住。比起这把发疯的剑，他显然更心疼这些好不容易摘来的果子。卡门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少女，还没等他开口询问，对方竟然直接喊了一声哥哥。这下轮到莉安娜彻底懵了，谁能想到这个突然闯进房间的怪女孩，竟然是帝国的二公主苏珊，也就是卡门的亲妹妹。莉安娜现在满脑子都是完了完了，刚才竟然把未来的小姑子当成了怪人，这第一印象简直跌到了谷底。看着这对兄妹一见面就开启斗嘴模式，莉安娜在一旁坐立难安，甚至连神剑路易斯都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劲。为了挽回局面，莉安娜赶紧找了个借口，打算手把手教苏珊做副盆子冰茶。毕竟没有什么尴尬，是一杯甜甜的冷饮化解不了的。做副盆子冰茶的秘诀很简单，就是糖一定要放得够多，过滤掉果渣，再加满冰块，这杯夏日续命水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莉安娜兴冲冲地端着茶进屋，结果一抬头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整不会了。卡门竟然刚洗完澡，正湿漉漉地坐在那儿散发魅力。莉安娜嘴上吐槽她故意吸引注意力，手却很诚实，直接拿过毛巾帮她擦起了头发。这亲昵的举动把一旁的苏珊看得目瞪口呆。在皇室礼仪森严的苏珊眼里，莉安娜不仅动作大胆，竟然还敢对哥哥说非敬语，这简直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就在这时，威严的祖母奥雷利亚也到了，听说苏珊竟然主动帮忙做茶，连卡门都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，趁着冰块还没化，赶紧享受这片刻的清凉吧。苏珊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就算莉安娜是哥哥的女朋友，可哥哥毕竟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这两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随便？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苏珊脑海中浮现，难道莉安娜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根本不知道卡门的真实身份？看哥哥那副心虚的样子，显然是被自己猜中了。苏珊简直要抓狂了，这种大事怎么能瞒着人家？眼看妹妹就要当场拆穿，卡门赶紧换上一副笑脸，不由分说的把苏珊拉到一边。他显然是想私下解决这个麻烦，免得自己的皇帝身份现在就曝光。看着两人拉拉扯扯的离开，莉安娜还以为是自己惹得他们不开心。奥雷利亚倒是很淡定，她告诉莉安娜，卡门其实有一对双胞胎妹妹，这次找上门来，纯粹是因为卡门在外面待得太久，家里人实在放心不下。莉安娜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原来卡门一直藏着掖着的秘密，竟然就是他的这两个亲妹妹。一个是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城府极深的丽兹，一个是性格火爆不好惹的苏珊。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简直就是莉安娜的噩梦。还没等正事名正言顺，这种地狱级别的姑嫂问题，竟然就已经找上门来了。皇宫里这下可炸锅了，丽兹随口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那个只爱猫的哥哥卡门，居然在外面找人要结婚了。苏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那个冷冰冰的哥哥，难道也会搞单相思？不行，凭什么他在外面度假结婚，留我们在京城干活？苏珊这脾气一上来，谁也拦不住，他直接冲到卡门面前要个说法。结果卡门一句话就把他堵得没词了。看来这皇室的家务事比政务还要让人头大。苏珊这连珠炮似的质问，直接戳到了卡门的痛处。你隐瞒皇帝身份去求婚，难道只是为了骗走那把神剑？
卡门这次没再冷脸，反而说了一句大实话。以前或许是为了利益，但现在没有爱，这婚他根本结不下去。原本是怕身份暴露惹麻烦，可谁知道相处久了，他自己先陷进去了。越是在乎，就越不敢把真相说出口。苏珊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软肋，什么怕麻烦，分明是怕莉安娜知道真相后会彻底恨上他。可神剑路易斯毕竟是皇位的招牌，卡门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情迟早得有个了断。苏珊还是不死心，万一那把神剑路易斯不肯回来，你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卡门倒是淡定的很，只要结了婚，神剑不就是自家的东西了吗？这逻辑简直让人没法反驳。可苏珊更关心的是，他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城？毕竟这波斯汀再好，那也是别人的地盘。谁知道卡门接下来的话，差点没把苏珊给吓死。他竟然已经让丽兹去办手续，打算直接把这块领土给吞并了，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留下来，一边陪老婆，一边靠传送阵远程处理政务。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苏珊脸上了。苏珊现在满脑子只有一句话，他大老远跑这一趟，难道就是为了听这种疯话吗？卡门这边还在坚持，在一切安排好之前，他这皇帝的马甲还得继续捂着。苏珊听完简直要气炸了，直骂他哥是个大笨蛋，甚至觉得这一切全都要怪那个莉安娜。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，神剑路易斯又开始撒泼打滚，在那儿哭得惊天动地，非说自己是一把坏剑。苏珊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他觉得自己今年肯定命里犯冲，怎么身边全是这种需要人哄的小祖宗？莉安娜倒是好脾气，还想上去关心一下，结果被苏珊一把拦住。这种戏精直接无视就好了。闹剧总算告一段落，莉安娜带着大家走向温室，不过看着荒废的样子，里面恐怕还藏着别的秘密。莉安娜总觉得这温室不对劲，当初她提议来这儿野餐，祖母奥雷利亚的反应特别奇怪，看来这地方肯定藏着什么陈年旧事。不过莉安娜心也够大的，转头就让神剑路易斯变成剪刀，打算亲自动手修剪花圃，这可把旁边的苏珊给看傻了。苏珊本来就被他哥气得够呛，现在看莉安娜在这儿干粗活，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。堂堂未来的帝国皇后，哪能跟园丁抢饭碗？可莉安娜根本没当回事，甚至还贴心的提醒苏珊，不戴手套干活容易伤到手，这简直是火上浇油。苏珊彻底抓狂了，她觉得莉安娜根本没听懂重点，这种自降身份的行为，她实在是看不下去。莉安娜这下也不客气了，直接反问苏珊，是不是存心拿她当出气筒？有这抱怨的功夫，还不如赶紧去找卡门和好。莉安娜这番话一出口，苏珊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什么以身作则，带头干活，这语气和逻辑，简直跟她的卡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苏珊这下算是彻底看明白了，怪不得卡门会陷得这么深，原来这两个人骨子里根本就是同一种人。莉安娜倒是快人快语，直接盯着苏珊问，你是不是真的很爱你哥哥？这一击之求，差点没把苏珊给问懵了。苏珊沉默了一下，开始讲起那些没人知道的往事。其实卡门从小就过得很不容易，他们的祖父是个极其古怪暴力的人，那时候祖父看他们姐妹俩各种不顺眼，总是变着法地找麻烦，每次都是卡门挡在最前面，替妹妹们挡下了所有的责骂。虽然卡门平时总是一副死板的面孔，还特别爱唠叨，但只要是苏珊想做的事，他从来都是无条件支持。这个冷冰冰的男人，其实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家人。苏珊终于低下了头，为自己刚才的无礼道了歉。她说自己最近确实有点浑身带刺。莉安娜倒是一点没介意，反而觉得卡门能有这样的妹妹，真的很幸运。莉安娜一边修剪着花枝，一边在心里感叹，卡门这人确实没得说，哪怕自己整天在土里摸爬滚打，他也从来没有瞧不起自己。想起以前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莉安娜身边连一个帮手都没有，甚至连亲姐妹都冷眼旁观。那时候她以为这辈子注定要一个人硬扛到底了，直到卡门出现在她的生命里，亲口承诺会一直保护她，莉安娜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被人在意的。遇到卡门简直就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苏珊看着莉安娜认真的样子，心里的那点隔阂彻底散了。她笑着把哥哥托付给了莉安娜，还说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。这姑嫂俩的关系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莉安娜看着眼前的苏珊，心里一阵暖流，这就是家人的感觉吗？苏珊紧紧握住她的手，郑重地许下了承诺。可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巨响，紧接着就是嘈杂的叫骂声，有人在门外疯狂叫嚣，说在这里穿盔甲就是诚心找茬。侍从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信，让他们千万别出温室。原来有一群不速之客正打算强行闯入领地，带头的庞德公爵一脸傲慢，显然是来者不善。这下连奥雷利亚都坐不住了，在自己的地盘上抢人，这简直是没把波斯林放在眼里。带兵强闯私人领地，这跟直接宣战有什么区别？卡门立刻守在祖母身边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。奥雷利亚更是气场全开，他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给皇帝的胆子，敢把手伸到他的地盘上来。奥雷利亚一把拦住了卡门，他太了解这个孙子了。现在卡门满脑子都是莉安娜，万一因为一时冲动把事情搞砸，后果谁也担不起。奥雷利亚语气强硬，他说这件事得按领主的规矩来处理，让卡门必须相信他。卡门虽然心里10000个不甘心，但也只能低头退让，叮嘱祖母一定要多加小心。看着庞德得意的背影，卡门眼里的寒意几乎要溢出来，就是这个所谓的父亲，当初觉得莉安娜没用，就随手把亲生女儿像垃圾一样扔掉。卡门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就算以后莉安娜心软原谅了这混蛋，他也这辈子都别想得到原谅。敢伤害莉安娜的人，必
必须付出代价。庞德这只老狐狸一开口就没安好心，故意拿奥雷利亚以前的身份说事，明摆着是来砸场子的。奥雷利亚可不吃这一套，几句话就把皮球踢了回去。这种场面上的客套话，听得人脊背发凉。庞德终于装不下去了，直接开口要人，想把莉安娜带走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奥雷利亚告诉他，莉安娜已经拿到了通行证，这会儿人早就没影了。庞德这下彻底破防，到嘴的鸭子飞了。这老宅子里的博弈才刚刚进入白热化，庞德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人家脸上了。他断定莉安娜跑不远，还想把她抓回去送给皇太子。在他眼里，女儿不过是换取权力的筹码，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为了孩子的幸福。见奥雷利亚不松口，这混蛋竟然开始戳人痛脚，嘲讽他当年为了追求自由，最后只落得个晚景凄凉。奥雷利亚沉默了，想起那些为了离婚付出的代价，孤独、羞辱，还有回不去的家，这些确实是他心里的疤，但想拿这些陈年旧事来拿捏他，庞德真是打错了主意。他接下来的这句话直接让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奥雷利亚直接把话挑明了，莉安娜在乡下过得比谁都开心，按自己的意愿活着，哪怕辛苦一点，也总比当个没灵魂的木偶强。他警告庞德离孩子远点，别再打莉安娜的主意。可这番话在庞德听来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在他这种人眼里，幸福根本不值一提。既然莉安娜享受了公爵家的富贵，就要乖乖听话，为家族的利益去联姻。这哪是当爹的在说话，简直是债主在逼债。莉安娜在他心里从来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个必须背负家族枷锁的工具。这种令人窒息的控制欲，要把莉安娜彻底压垮了。莉安娜这下真的慌了，她没想到父亲庞德会这么狠，竟然直接带兵闯进领地，这简直就是公开撕破脸要宣战了。如果不赶紧想办法阻止，祖母的领地和卡门都会被毁掉。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，神剑路易斯倒是挺讲义气，拍着胸脯说要保护主人。虽然这家伙平时有点不靠谱，但关键时刻还算能给点安慰。莉安娜刚打算去找祖母商量对策，谁知变故就在这一秒发生了。一只粗壮的手突然伸出来，死死扣住了莉安娜的手腕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阴森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了。原来这帮士兵早就潜伏在附近，莉安娜被抓了个正着。这帮士兵简直无法无天，仗着公爵庞德在背后撑腰，竟然直接在领地里动手抓人，还嘲笑莉安娜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大小姐，根本跑不出公爵的手掌心。苏珊看不过去，想上前阻拦，结果这帮大头兵连领主都不放在眼里，在他们看来，乡下的贵族根本没资格跟公爵叫板。莉安娜生怕苏珊被自己连累，只能硬着头皮跟他们对峙。最恶心的是，这帮人竟然还玩起了道德绑架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莉安娜好，要把她送回去当全国最有权势的女人。说白了，不就是想把她卖个好价钱吗？士兵甚至厚颜无耻的叫嚣，说莉安娜既然享受了家族的富贵，现在就该乖乖听话回来还债。这种卖女求荣的逻辑，听得人火冒三丈。莉安娜这次没再退缩，她直接把话撕开了说，当初被赶出家门、解除婚约的时候，那份所谓的家族债，她就已经彻底还清了。这帮人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，明明是他们把莉安娜推向火坑，现在反而打起马后炮，指责莉安娜没为家族尽力，甚至怪她把事情闹大给家里抹黑。莉安娜听得心都凉了，当初她一个人苦苦挣扎的时候，这帮所谓的亲人全在冷眼旁观，现在看她没利用价值了，竟然还想把所有脏水都泼在她头上。更过分的是，这士兵竟然当面羞辱莉安娜，骂她是连男人都留不住的废物。这种话简直是往人伤口上撒盐。莉安娜瞬间看清了真相，这根本就是家族内部商量好的阴谋。就在士兵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路易斯终于爆发了，一道耀眼的强光瞬间炸裂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羞辱自己的主人。护主心切的神剑直接发威，这下轮到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尝尝踢到硬板水的滋味了。路易斯活了几百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硬气的 master， 他实在听不下去那帮人的羞辱，直接对着莉安娜大喊，难道你就要坐在这听他们放屁吗？这一句话彻底点醒了莉安娜。是啊，她明明什么错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在这里忍气吞声？这种坐以待毙的风格根本就不是她的性格。莉安娜一把抓起路易斯，既然对方不讲道理，那就用剑来说话。她这一剑挥得干净利落，气势完全变了。对面的士兵当场就懵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大小姐，竟然真的敢对他动手。谁能想到，这竟然是莉安娜第一次拿剑，她自己都懵了。明明没学过剑术，动作却像练了10几年的高手一样顺滑，难道自己真的是个天才？路易斯在一旁得意的邀功，说只要有他这把神剑在，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变成顶级剑客。莉安娜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全是路易斯的神助攻。有了神剑的加持，莉安娜整个人气场全开。她大声宣布，莉安娜和路易斯的战斗正式开始。路易斯也跟着放狠话，谁敢找他主人的麻烦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跑。莉安娜反手又是一剑，动作比刚才还要凌厉。这下轮到这帮士兵倒霉了，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进入高潮。谁能想到，莉安娜这一剑下去，竟然像切菜一样，直接把士兵的重剑给砍断了。对面的士兵当场吓破了胆，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。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路易斯，现在立马变回了话痨模式，对着莉安娜就是一顿猛夸。莉安娜也笑着回应说，没想到他竟然藏着这么强的力量。这一波商业互吹，让路易斯得意的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苏珊整个人都看呆了，她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家这位柔弱的大小姐竟然真的能一剑断铁，这战斗力简直是要逆天了。莉安娜
温柔地抚摸着剑身，真诚地向路易斯道歉，说自己以前不该总是责备他。路易斯听完心里暖暖的，他活了这么久，见惯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强者，却唯独被莉安娜的温柔给收服了。莉安娜开玩笑说，虽然路易斯不想被当成剪刀，但他绝对是世界上最锋利的剪刀。路易斯这下是彻底心服口服了，他决定这辈子就认定这个主人了。莉安娜赶紧叫住苏珊，她支支吾吾的想解释，毕竟刚才那一剑确实有点吓人，她怕苏珊会觉得自己是个怪物。结果苏珊愣在原地半天，嘴里只憋出了2个字：太神了。苏珊整个人直接开启了迷妹模式，她兴奋的大喊嫂子太帅了，非要莉安娜再给她表演一次刚才那招无敌剑术。苏珊这下算是彻底崇拜上莉安娜了，非要缠着她拜师学艺，拦都拦不住。就在这时，卡门和奥雷利亚急匆匆赶了过来，生怕他们被闯进来的士兵伤到。结果苏珊一脸骄傲地宣布，那些麻烦全都被莉安娜一个人解决了。莉安娜赶紧摆手解释，这全是路易斯的功劳，自己只是个拿剑的工具人。卡门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把剑居然能控制主人的身体，看来这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。卡门这下心里彻底翻江倒海了，如果莉安娜说的是真的，那皇室老祖宗们那些传神的身手，难道全靠这把剑在代打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莉安娜就发现奥雷利亚一个人站在那，盯着一盆被弄坏的龙舌兰发愁，看起来心情糟糕透了。苏珊还在旁边纳闷，不就是盆普通的绿植吗？家里花园里到处都是，至于这么心疼吗？莉安娜也跟着科普说，这东西能做糖浆，还能酿酒，用途确实挺广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奥雷利亚沉默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，这是他当年离婚时唯一带走的东西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瞬间没动静了。庞德放化诀不罢休，奥雷利亚也硬气，直接叫人拿来盔甲和剑，要打就打，谁怕谁。先皇手里捧着那盆龙舌兰，问奥雷利亚知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头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绿植，在先皇眼里，这是能酿酒、能做药的宝贝疙瘩。可惜当年的内战把这东西全给毁了。奥雷利亚听完没犹豫，既然国家需要，那咱们就自己把它种出来。先皇看着他，眼神里全是信任，只要有奥雷利亚在，这事儿肯定能成。谁能想到，如今威严的祖母当年为了那个男人，竟然在战场上拼过命。那时候的他只是个没权没势的穷皇子，是奥雷利亚一路扶持，才让他坐上了皇位。本以为能换来一世深情，结果等来的却是嫌弃。那个男人搂着新欢，竟然反过来指责奥雷利亚太粗鲁，说没人会喜欢他这种女人，把当年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。奥雷利亚这脾气哪能受这种气？既然你说话当放屁，那这烂人谁爱要谁要。他当场宣布，不是你甩了我，而是我不要你了，这破地方老娘不带了。那个男人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皇后之位是多少人梦寐曲求的，奥雷利亚竟然说不要就不要了。眼看他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先皇这下彻底慌了，在后面连滚带爬的追着喊，说自己刚才是猪油蒙了心，求他千万别走，真够不要脸的。奥雷利亚坐在马车里，听着外面的哀求，只觉得恶心。变心的是他，现在装深情的也是他。他怀里死死抱着那盆龙舌兰，那是他最后的骄傲，也是他跟过去彻底断绝的证明。画面回到现实，奥雷利亚的眼神变得异常冷峻，他直接开口感人，让莉安娜和卡门他们全都离开。既然对方弄坏了他的花，那就是冲着他来的，这笔陈年旧账他要亲自算个清楚。卡门拉着莉安娜赶紧撤，现在祖母正在气头上，留在那儿纯属找不自在。而且说实话，谁才是真正危险的那一个，还真不好说。苏珊也在旁边搭腔，说祖母当年可是个狠角色，徒手就能把钢剑给掰折了。连路易斯都忍不住吐槽，奥雷利亚简直就是个人形自走大杀器。不过苏珊更纳闷的是，莉安娜那个不省心的爹，怎么还带着兵找上门来了？莉安娜叹了口气，这事儿说起来可就长了。苏珊听完直接炸了，转头就找卡门借剑，说今天非要把那帮混蛋全都送上西天不可。他甚至怀疑莉安娜是不是还对那个前未婚夫有留恋。莉安娜赶紧摆手，开什么玩笑，那种货色也配？跟现在的卡门比起来，那个叫大卫的家伙简直就是一只烂泥扶不上墙的鱿鱼。莉安娜现在心里乱得很，她怕自己给波斯汀惹来大麻烦，毕竟父亲这次带兵过来，摆明了就是冲着她来的。她觉得这事儿得自己去平了。结果旁边的苏珊完全不在一个频道，一脸兴奋地凑过来问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真心相爱的？只要确定了这一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莉安娜听完差点没背过气去，火都快烧到眉毛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聊八卦。既然指望不上别人，莉安娜握紧手里的路易斯，打算豁出去跟亲爹硬刚了。路易斯被捏得直求饶，说主人你轻点，我这老腰都要断了。就在这时，卡门突然一脸严肃地盯着他，直接抛出了终极3连问，你想保护这里对吧？你想让公爵死心对吧？最关键的是，你是不是想留在我身边？莉安娜这下彻底破防了，大声喊了出来，废话，要不是为了留下来，我至于这么纠结吗？听到这个答案，卡门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卡门让莉安娜尽管放心，既然她敢开口，就说明心里已经有谱了。苏珊这小姑娘也挺识趣，找个借口赶紧溜了，把剩下的时间全留给这2个人。莉安娜还是有点不踏实，她小声问卡门，该不会是要去跟那帮人硬碰硬吧？万一皇太子也卷进来，这事儿可就真闹大了。卡门听完直接笑了，他轻轻捧起莉安娜的脸，语气温柔却霸气十足。他说，如果连这点小麻烦都搞不定，以后还怎么把你娶回家？而且
他特别感谢莉安娜，刚才在那张桌子上，他能坚定地选择留在她身边，这句话对卡门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过紧接着，卡门的话锋突然一转，眼神里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。他说，就算莉安娜刚才选了要走，他也没打算放手，哪怕是强行把你锁在身边，他也绝对不会让你离开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懵了，这男人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一面？卡门不由分说，直接就要送莉安娜回房间。莉安娜嘴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总觉得毛毛的，总觉得这男人刚才的话里有话。他偷偷问路易斯，是不是自己想多了？路易斯倒是看得很透彻，他吐槽说，马雷夏尔家族的人脑子里可能都缺根弦，这种疯狂可是刻在骨子里的。画面一转，庆士娜推开房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直接无语。大卫又喝得烂醉如泥，趴在桌子上跟死猪一样，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酒瓶。庆士娜一边收拾一边抱怨，这家伙清醒的时候只会找茬，也就睡熟了能安静一会儿。什么小说里的深情男主角，全都是骗人的鬼话。看着眼前这个酒鬼，庆士娜心里只有一句话，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庆士娜一边收拾桌子，一边在心里犯嘀咕。结果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文件里，她突然发现了个奇怪的东西，这东西藏得还挺深，她顺手把它抽了出来，心里还在纳闷，这到底是个啥？等她看清手里的东西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画上的脸越看越眼熟，这不是公爵家的女儿莉安娜吗？在原本的剧本里，她可是个彻头彻尾的恶女，本以为早就帮她退了婚，这剧情应该已经彻底反转了。可为什么大卫的手里还会留着她的画像？难道说他心里一直都没放下过莉安娜？如果剧本里没写出来的真相是这个男人一直在苦苦痴情，想到这，整件事突然变得让人脊背发凉，这简直太离谱了，根本就说不通啊！就在庆士娜翻找的时候，一张纸条突然从大卫手边滑落，上面的内容让他彻底傻眼，神殿竟然要公开宣布之前的预言全都被解读错了。要知道，在原本的故事里，皇太子和圣女之所以能成婚，全靠那个天降圣女的预言，那是他们感情唯一的护身符。可现在预言一旦被推翻，就意味着两人的婚约彻底玩完，这剧情已经不是反转，而是要彻底崩盘了。这封信里的内容简直让庆士娜不敢相信，莉安娜那个女人竟然躲在波斯汀，而且连庞德公爵都在帮她打掩护。原本的剧情早就乱成了一锅粥，莉安娜果然还是那个恶女，居然连有妇之夫都敢勾引，这已经不是在改写剧本，这是在玩火自焚。绝对不能让大卫先找到他。庆士娜眼神一沉，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个狐狸精，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手段。与此同时，卡门也已经安顿好了莉安娜，但他现在的麻烦更大，必须立刻去拦住祖母奥雷利亚。一旦领地战争爆发，卡门所有的计划就全乱了。虽然祖母奥雷利亚的武力值极高，绝对不会输给那个公爵，但武力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却格外讽刺。卡门不由得想起了祖父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他总是用那种轻蔑的眼神嘲讽卡门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皇帝，因为在祖父眼里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配拥有王座。可谁能想到呢？祖父那引以为傲的强大武力，竟然全是靠神圣细剑路易斯。说白了，他不过是靠着一把剑在开外挂，却以此为借口打压了卡门整整一个童年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也多亏了祖父的这份虚伪，才让神剑路易斯最后选择了莉安娜，也让卡门有机会来到波斯汀，遇见了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人。卡门停在房门前，抬手敲了敲门：“祖母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奥雷利亚这回是动真格了，他手里死死攥着长剑，连出征的盔甲都提前备好了。看这架势，他是真的打算去拼命。卡门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您身体还吃得消吗？”结果奥雷利亚头也不回的反问：“你是来拦我的吗？”卡门还在试图打感情牌，他说公爵毕竟是莉安娜的亲爹，就算关系再差也是一家人，要是真闹出人命，莉安娜心里肯定也不好受。可他显然低估了奥雷利亚的怒火，公爵这次是彻底踩到了雷区，他竟然弄坏了祖母最宝贝的龙舌兰，在那位老人家心里，这跟直接践踏他的尊严没区别。奥雷利亚自嘲地问：“我是不是太蠢了？活了一把年纪，还在为这点过去的事纠结？”卡门轻声回答说：“您一点都不愚蠢，因为有些底线是绝对不能被触碰的。”卡门接下来的话让奥雷利亚彻底愣住了，他竟然想把波斯汀直接并入帝国，还以此为理由要求奥雷利亚立刻停止这场战争，这在奥雷利亚看来简直是胡闹。波斯汀既不是什么战略要地，吞并他还会惹恼整个王国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卡门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卡门看出了奥雷利亚的顾虑，他表现得异常冷静，强调这绝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他和莉安娜商量后的最优解，只要奥雷利亚点头，这件事就能在规矩内办成。就在奥雷利亚还在犹豫的时候，卡门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这块地不用传给他，而是直接留给他和莉安娜未来的孩子。这一招简直是绝了，不仅给了奥雷利亚一个完美的台阶，还顺便把两人的婚事给盯死了。现在压力全给到了奥雷利亚这边，这个大饼他到底接不接？奥雷利亚虽然没反对，但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。卡门这大饼画得再好，可他现在连婚都还没结呢。卡门却淡定地表示，这正是他计划里最高明的地方，趁着还没正式结婚，正好有时间把领地移交手续办完，甚至连远在皇宫的妹妹丽兹都已经被他当成工具人，开始疯狂处理结婚通知了。看着卡门这副先斩后奏的架势，奥雷利亚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那种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镜头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奥雷利亚还是有点担心，莉安娜真的愿意离开家乡，跟着卡门去帝国首都生活吗？毕竟那里的规矩
可不少。没想到卡门直接来了一段霸总发言，他说莉安娜想留就留，想走就走，哪怕她想一辈子待在乡下，他也绝不会强迫她去当什么皇后。听到这，奥雷利亚彻底没话说了。他意识到自己那些旧时代的条条框框确实不该强加在莉安娜身上，如果连自由都没有了，那所谓的爱迟早也会磨灭。奥雷利亚最后叹了口气，点头答应了。这场原本要见血的领地战争，竟然就这样被卡门用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给平息了。奥雷利亚终于松口了，他说莉安娜那么喜欢摆弄花草，肯定能把那些龙蛇兰照顾好。既然卡门为了和平费了这么多心思，这仗他就不打了。不过祖母也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收手可以，但要是公爵那个混蛋再敢作死，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卡门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尊大佛总算是请回去了。看着卡门现在的样子，奥雷利亚心里其实挺欣慰的。当年的小孩子，现在已经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帝王。他最后在心里默默祝福，希望卡门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就在这时，庞德也已经赶到了领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些东西竟然是莉安娜亲手种出来的。那个曾经被他忽视的女儿，似乎早就变得让他完全认不出来了。庞德道现在都想不通，莉安娜明明是他一手养大的，除了贵族礼仪什么都不会，怎么一到乡下竟然能靠种的活得风生水起？他之前还不信，特意跑去质问莉安娜，结果反被女儿直接轰了出来，这让庞德觉得丢尽了脸。他把这笔账全算在了奥雷利亚头上，觉得是那个老女人带坏了莉安娜。庞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莉安娜现在变得这么固执，万一进宫以后惹恼了大卫皇储，那他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。他觉得没时间慢慢教导了，必须得想个更快的法子，找个能瞬间摧毁莉安娜意志的东西，逼她乖乖听话。看着手里的雪茄，庞德露出了一个阴冷的笑。既然莉安娜迟早要回皇宫，那作为父亲，他打算亲手毁掉莉安娜在乡下的一切，彻底断了她的后路。半夜的一声尖叫打破了所有的平静，卡门猛地推开房门，大喊着出大事了。农场那边火光冲天，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，那是她辛辛苦苦种下的田地，还有那些还没逃出来的牲畜。他不顾一切地冲向火场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为什么明明一切都在变好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看着眼前的漫天大火，莉安娜彻底失控了，她想冲进去救火，却被侍女死死拦住。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有人想要她的命，更要毁掉她最后的希望。放开我！莉安娜拼命挣扎着，那是她守了这么多年的心血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烧成灰？卡门一把按住她的肩膀，大声吼道：“清醒一点！现在冲进去，除了送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。”看着周围惊慌失措的领民，莉安娜终于冷静了下来。没错，绝不能再让任何人受伤了。他强忍着心疼下达命令，先别管农场了，所有人立刻去打水，绝对不能让火势蔓延到村子里。在卡门的指挥下，大家排成一队，接力运水。虽然火还没灭，但只要人在，希望就还在。火总算是灭了，领民们在废墟里清点着损失，虽然保住了葡萄园，但那片快要成熟的西瓜地已经彻底变成了焦土。可莉安娜只是静静地站着，明明心疼得要命，却发现自己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。莉安娜提着水桶站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卡门从背后轻轻抱住她，低声说：“难受的话就哭出来吧。”这种死一般的冷静，比大哭一场还要让人揪心。他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。有人亲眼看见了一个穿着古怪的男人在田里泼油，这把火根本不是什么天灾，而是蓄谋已久的人祸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活生生的庄稼哪有那么容易起火，除非有人非要他们死，而能干出这种畜生事的，只有他那个所谓的父亲。卡门在一旁沉默不语，他能感觉到莉安娜周身的气息变了，那是一种让人胆寒的冷冽。莉安娜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哭不出来，因为面对这种毫无底线的践踏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她现在不想要安慰，更不想要同情，她只想让那个毁掉这一切的人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。我受够了！莉安娜咬着牙看向卡门，她说：“谁也别想拦着他，他一定要让那个所谓的父亲亲口道歉。”谁知道卡门根本没打算拦他，反而眼神一冷，说：“我会把那个混蛋抓回来，让他跪在你面前求饶。”但这还没完，卡门接下来的决定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。他直接下达了最高指令，向王国发出结婚通知，并且宣布这片领地从此并入帝国版图。这下性质彻底变了，卡门这是要告诉全世界，动莉安娜的人就是在跟整个帝国宣战。皇宫里，利兹正在有条不紊地安排接管事宜，从调动守卫到重建城墙，每一步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可他突然发现身后的哥哥有点不对劲。卡门周身散发着恐怖的杀气，那种冷冰冰的愤怒让整间屋子的空气都快凝固了。他冷冷地说，自己刚才看到了一些非常恶心的东西。利兹妹被吓得不敢多问，赶紧找个借口溜去干活。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的哥哥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火药桶。副官安格尔赶紧上前汇报，说骑士团已经集结完毕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提醒，未经许可就带兵硬闯他国领土，这在政治上可是天大的麻烦。卡门根本听不进去这些，他一边整理衣领一边冷笑，麻烦就麻烦吧，莉安娜受的委屈他必须亲自去讨回来。公爵这次是真的踩到红线了，不仅抢地盘，还一把火烧光了莉安娜的所有心血。卡门看着莉安娜难过的样子，心里的火压都压不住，他发誓绝不让莉安娜再露出那种表情。就在这时，卡门身后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神剑凭空出现，一边嗡嗡乱叫说自己不是背叛，一边又急着要借力量给卡门去报仇。
安格尔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剑到底在嘟囔什么呢？卡门也听得一头雾水，但他能感觉到这把剑是在催他赶紧动手。当卡门握住剑柄的那一刻，剑身瞬间变大，完美契合了他的手感。安格尔惊呼出声：“这可是神剑认主啊！”卡门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他觉得这把剑纯粹是看在莉安娜的面子上，才愿意暂时屈尊降贵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既然最强的武器已经到手，那公爵的好日子也算彻底到头了。庞德这老狐狸还敢找上门来，在门口大喊大叫，让莉安娜赶紧滚出来受死。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一脚踩进了鬼门关。卡门冷笑着从屋里走出来，说：“正愁没地方找你呢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倒是省了不少麻烦。”庞德看着卡门这一身皇室礼服，还有身后黑压压的正规军，当场就有点腿软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居然藏着帝国的精锐部队。卡门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直接开启嘲讽模式，说：“你带这么点人是来郊游的吗？是不是怕动静太大，被帝国皇室直接灭了？看来你也没什么种嘛。”庞德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可现在想跑已经晚了。卡门猛地拔出魔剑，眼神里全是杀气，他大声下令，所有入侵者一个不留，是时候给这群混蛋补上一场刻骨铭心的教训了。庞德这下终于反应过来了，眼前这支部队根本不是什么杂牌军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帝国精锐。他心里暗叫不好，正打算找个机会赶紧溜走，结果还没等他迈开腿，就被人一脚狠狠踩在了地上。苏珊一边抱怨哥哥吃独食，一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公爵。庞德还在那不知死活的叫嚣，问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，居然敢对他这个贵族动粗。苏珊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说：“你连帝国公主都不认识，还好意思自称是贵族，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。”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只会欺负人的烂人。庞德这下彻底傻眼了，既然这女人是公主，那刚才那个男人岂不就是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卡门已经提着魔剑走到了他面前。卡门脸上挂着最灿烂的笑容，眼神里却全是冰冷的杀意。他轻轻挥动长剑，对着地上的公爵打了个招呼：“岳父大人，初次见面，这下事情可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”莉安娜刚想休息一下，却发现手上沾了奇怪的液体，这竟然是火油。她这才反应过来，那些人为了除掉自己，竟然打算放火烧屋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父亲庞德的声音：“难道他又带人来找麻烦了？”莉安娜猛地推开门，眼前的局面让她完全没料到。卡门动作真快，直接把纵火的真凶给揪了出来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是莉安娜的亲生父亲。这老狐狸眼看躲不过去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居然还想用“为了你好”来洗白。莉安娜这次彻底清醒了，毁掉了别人最珍贵的东西，难道一句对不起就能当没发生过吗？她转头看向卡门，心里满是苦涩。这种迟来的道歉，听着只会让人觉得恶心。看来有些账不是靠下跪就能算清的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这种廉价的道歉根本不是她想要的。卡门直接握住她的手，当众给她撑腰，只要能让她消气，堂堂皇帝什么都愿意做。旁边的庞德公爵这下彻底傻眼了，他原以为莉安娜只是个弃子，没想到他背后站着的竟然是皇帝，这下真是死到临头了。莉安娜沉默了很久，虽然血缘断不掉，但她不想再被这种亲情绑架了。她告诉卡门，自己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卡门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直接对庞德下了最后通牒：以后要是再敢靠近莉安娜一步，后果他绝对承担不起。不光他自己的脑袋保不住，整个家族都要跟着陪葬。庞德保证自己会滚得远远的，再也不敢出现在莉安娜面前。看着那个狼狈逃跑的背影，莉安娜心里却空落落的。这种被逼出来的道歉，听着除了虚伪，根本感觉不到半点亲情。好在最难熬的时候，卡门一直挡在他身前。莉安娜看着这个男人，心里满是感激。她也没忘了那把爱凑热闹的剑，对着路易斯也道了声谢。刚才还杀气腾腾的，这会儿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。莉安娜调侃卡门和路易斯配合默契，结果这两个家伙全是死鸭子嘴硬，非说合作只是为了莉安娜。路易斯这把神剑也是戏精转世，被夸了两句，反而开始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就是块没用的废铁，搞得莉安娜一脸懵，完全跟不上他的脑回路。不过正事还没完，莉安娜问起火灾的损失，结果得到的回复让人哭笑不得，除了那片西瓜田，别的地方竟然都没事。一听说西瓜田被烧了，卡门的吃货属性瞬间爆发，气得整个人都要炸了。毕竟那可是莉安娜亲手种的西瓜。莉安娜赶紧在旁边顺毛，说大不了咱们再重新种。谁能想到堂堂皇帝最后竟然败给了一块西瓜地。经历过这场大火，莉安娜反而彻底想通了，既然西瓜田没了，那就拍拍灰尘，种头再来。她不再去想什么淑女的规矩，哪怕皮肤晒黑了，手也变粗糙了，她却比任何时候都更爱现在的自己。这种活出自我的感觉，比当什么公爵小姐强多了。卡门看着眼前这个闪闪发光的女孩，眼里全是藏不住的欣赏。他不仅没有觉得莉安娜失礼，反而觉得这种坚强才是最动人的。就在这气氛正好的时候，卡门轻轻吻了她的手背，语气也变得认真起来。他提醒莉安娜，之前那个没说完的秘密，现在是时候揭晓了。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卡门刚准备开口表白，结果苏珊这个冒失鬼突然闯了进来，一开口就问什么熏肉不熏肉的，把浪漫的气氛毁了个精光。莉安娜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因为救火，自己现在满脸都是黑灰，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。她居然就这样顶着一张熏肉脸，跟心上人聊了半天。莉安娜
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根本顾不上听什么秘密，捂着脸转头就跑，只留下卡门一个人在原地伸着手，彻底在风中凌乱。卡门现在是一个人在屋里生闷气，还在纠结刚才苏珊那个冒失鬼，明明气氛那么好，结果表白的话全给憋回去了。奥雷利亚倒是看得很开，端出一壶莉安娜送的刀豆茶，这茶不仅能润嗓子，还带着莉安娜那份特有的温柔，连救火的村民都收到了他的心意。不过温馨的茶歇时间很快结束，奥雷利亚切入正题，问卡门打算怎么处理庞德公爵。卡门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他心里早就布好了局，打算借着宣布婚约的名义，把公爵骗回帝国参加婚礼。卡门直接把庞德公爵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奥雷利亚去处置，毕竟这老家伙不仅欺负莉安娜，还动了祖母最珍视的东西，这下谁也保不住他了。奥雷利亚本来还担心卡门会为了莉安娜无条件原谅公爵，没想到卡门早就布好了局，对外就说公爵是去参加女儿婚礼，实际上直接把人扣在波斯汀，让他去边境修墙当苦力。连奥雷利亚都忍不住感叹，现在的卡门处理起事情来真是越来越老练了，不仅保全了帝国的面子，还让王国那边挑不出半点毛病。聊完正事，奥雷利亚又提到了那把神剑路易斯，听说这把傲娇的神剑居然在众人面前认可了卡门，这事儿在骑士团里都传开了，大家都觉得皇帝这回是真有牌面。卡门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说自己只是为了莉安娜的事，临时借用了一下神剑的力量。奥雷利亚现在对卡门是刮目相看，连那把眼高于顶的神剑路易斯都乖乖认他当了主人，他觉得自家孙子真是长大了。可卡门接下来的话差点让祖母当场破防，他说事情还没完。奥雷利亚一脸懵，公爵都解决了，还有什么没搞定的？结果奥雷利亚一拍桌子，直接问到了点子上，你该不会到现在还没告诉莉安娜，你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吧？刚才还运筹帷幄的卡门这下彻底怂了，支支吾吾地说这跟国事无关，纯粹是因为面对莉安娜，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奥雷利亚气得直接收回了刚才的夸奖，本以为是个王者，结果在感情面前还是个青铜。画面一转，庆士娜正坐在出城的马车上，她拖着下巴轻声感叹了一句终于。大家都以为这盆龙舌兰没救了，结果莉安娜仔细一看，这哪是枯萎，这分明是要开花了。为了让奥雷利亚宽心，她这几天没日没夜的查资料，硬是把自己逼成了植物专家。原来这种花几十年才开一次，所以才被叫做世纪之花，但代价却是开完这一次它就要彻底枯萎了。莉安娜轻声解释说，这小家伙一定是想在最后时刻把最美的一面留给祖母。奥雷利亚听完直接愣住了。莉安娜算了一下日子，大概再过3天花就开了。她提议到时候大家一起许愿，毕竟这种好运气可不能浪费。看着奥雷利亚终于不再愁眉苦脸，莉安娜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。前几天家里还乱成一团，谁能想到一盆不会说话的花竟然成了救星。卡门在一旁也感慨万千，只要人还在，就总能找到挺过去的办法，这日子总算有了盼头。他特意叮嘱莉安娜，这几天一定要盯紧了。莉安娜拍着胸脯保证，早晚各一趟，绝对出不了差错。这家人能不能彻底走出阴霾，就看3天后的这一哆嗦了。莉安娜正偷偷在心里许愿，希望花开之后能和卡门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结果一抬头，发现卡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那眼神温柔的简直能拉丝。莉安娜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还以为自己脸上沾了泥巴。谁知道卡门直接开启情话模式，说他戴着草帽干活的样子最迷人。两人正腻歪的不行，气氛刚要到位，奥雷利亚轻咳一声，提醒这2个年轻人好歹顾及一下长辈的感受，收敛一点。奥雷利亚这催婚的劲头一上来，那是谁也拦不住，直接就开始念叨抱孙子的事了，把卡门和莉安娜吓得够呛。看着卡门那副局促的样子，莉安娜不仅没觉得尴尬，反而觉得他这样更有魅力了。这大概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。正当一家人乐呵的时候，守卫突然急匆匆地跑进来报告，说城堡门口来了一位访客。奥雷利亚这就纳闷了，今天明明没有预约，到底是谁会在这时候找上门？守卫吞吞吐吐半天说不清楚。莉安娜躲在暗处盯着窗外，在她眼里，庆士娜这么多年真是一点没变，还是那副跟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，哪怕当上了皇太子妃，骨子里也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可莉安娜这边倒是淡定得很，守卫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觉得让贵客在接待室干等者不合适，问他要不要赶紧过去。莉安娜心里清楚，对方这趟就是冲着她来的，她已经跟祖母打过招呼，准备直接去会会这个不速之客。卡门在一旁却皱起了眉头，他一脸担忧地拉住莉安娜，这种来路不明的人真的非见不可吗？莉安娜倒是想得开，觉得对方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总不能把他给吃了，与其躲着不见，不如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。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有正面硬刚，事情才能有进展。正说着呢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还穿着这身干农活的旧衣服，他急急忙忙跑去换衣服，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卡门，让他先帮着应付一下，自己马上就回来。看着莉安娜风风火火的背影，卡门无奈的笑了。他虽然打心底里佩服这姑娘的坚强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他多希望莉安娜能偶尔软弱一点，遇到麻烦的时候别总想着一个人扛，哪怕是躲在她身后也好啊。关于庆士娜这个女人，卡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当年外交使团大张旗鼓的过来，就是为了宣布皇太子和圣女的婚约。那些人趾高气扬的宣称圣女是亲自降临，点名要嫁给皇太子，甚至还吹嘘说是神灵保佑，他们王国这回是要彻底发达了。
在他们看来，帝国丢了那把至关重要的神剑，注定要走向没落，而他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卡门冷眼看着这群人表演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些话不过是说给他听的挑衅。一想到当初这些人发现帝国丢了神剑，那附小人得志的傲慢嘴脸，卡门到现在都气不打一处来。这笔账他一直记在心里，迟早要跟他们算个清楚。在卡门看来，神殿那帮人精明得很，他们利用圣女的名义搞政治联姻，无非是想借神权来稳固统治，偏偏老百姓还就吃迷信这一套。可一想到莉安娜，卡门心里就不是滋味。当年因为这个所谓的圣女出现，莉安娜被当众悔婚，在无数人的指指点点下，不知道受了多少罪。命运这东西真是讽刺，抢走了别人的位置还不算完，现在这个女人居然又找上门来了。卡门虽然猜不透她的意图，但有一点很明确，如果她是跑来这里继续找麻烦，自己绝不可能袖手旁观。他整理好衣服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。庆世娜，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今天非要亲手揭开你的面具。庆世娜一边走一边抱怨，这皇宫的会客室也太远了，走得他腿都要断了。走在前面的卡门正低着头打自己的小算盘，他觉得对方肯定没见过自己的真面目，只要装成个普通的下人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去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如意算盘还没打响，庆世娜突然停下脚步，一把死死拽住了他的胳膊。他盯着卡门质问：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一下确实把人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卡门强装镇定，一边甩开手一边抵赖，说：这位小姐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他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，冷静点，他绝对不可能认识我。可庆世娜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死死盯着那头浅金色的头发，他直接盯着卡门说：别装傻了，你就是帝国的皇帝卡门吧？这一句话，卡门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完全想不通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认出自己的。眼看走廊里人多眼杂，卡门赶紧压低声音，提议先去会客室再说，毕竟皇帝微服私访被当众拆穿，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庆世娜倒是挺干脆，推开门就进去了。他一边走还一边嚷嚷：正好我也有话要问你。可一进屋，庆世娜心里比卡门还崩溃。她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心里不停地犯嘀咕。按照原本的剧情，这位大佬明明应该在第二部才出场，怎么现在就跑出来乱晃了？庆世娜盯着卡门看了半天，心里也在犯嘀咕：难道自己真的认错人了？可这长相特征明明全对上了呀！卡门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他觉得这姑娘的反应实在太奇怪了，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却又不像是见过她的样子。难道她是偷偷查过帝国的秘密档案？更让他纳闷的是，这女人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第一部第二部的怪话，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就在卡门走神的时候，庆世娜突然凑了过来：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该不会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吧？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补了一句：听说你这种人就喜欢那种胆子大、说话直，甚至有点厚脸皮的女人，比如我这样的。这下轮到卡门沉默了，他盯着眼前这个自信过头的女人，突然冷不丁地回了一句：没错，我确实喜欢这种类型的。这波反向操作直接把庆世内给整不会了。卡门心里其实一直有个标准，他喜欢的是像莉安娜那样温柔坚定的女人，而不是眼前这个自以为是的庆世呢。看着这姑娘一副看透了自己的样子，卡门心里的火就压不住，这种毫无根据的傲慢，简直比直接的恶意还要让人不爽。他终于忍无可忍，猛地甩开手，呵斥道：胡说八道够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滚开！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讨人厌。庆世娜直接被这一嗓子吼懵了，他完全没料到刚才还好好的卡门怎么突然就翻脸了。他结结巴巴的想解释，可卡门现在的样子确实有点吓人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就在卡门和庆世娜吵得不可开交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了，莉安娜就站在门口，看着屋里这两个人，一脸疑惑地问：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了去见那个女人，莉安娜特意换了一身轻便的打扮，毕竟在这种时候做回自己才是最有底气的。她决定带上路易斯防身，谁知道这把平时爱凑热闹的剑，关键时刻居然开始掉链子，一副没反应过来的样子。路易斯显然还没反应过来，甚至有点受宠若惊，毕竟平时都是他求着要出门。路易斯其实是在担心，毕竟刚才莉安娜还哭得那么伤心，他生怕主人是在强撑，忍不住开口问个究竟。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这一路上多亏有路易斯陪着，既然这把剑给了他力量，那他也要成为路易斯的依靠。莉安娜的一番真心话把路易斯感动得稀里哗啦，这把剑甚至开始自我反省，觉得自己以前实在是太不懂事了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莉安娜让路易斯变成短剑藏在身上，万事俱备，她现在就要去找庆世娜把账算清楚。谁能想到，莉安娜气势汹汹地推开门，眼前的画面却让她当场愣住。卡门居然也在房间里，看到莉安娜出现，他慌得赶紧想解释清楚，生怕产生什么误会。可庆世娜却一脸淡定，甚至还反过来指责莉安娜，嫌她打扰了两个人的谈话。莉安娜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当场拆穿庆世内的真面目，说他这么多年真是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喜欢推卸责任。庆世娜也不是好惹的，直接拿身份说事。莉安娜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，毕竟谁不知道她那圣女身份是假的。这下庆世娜彻底炸毛了，指着莉安娜的鼻子就开始泼脏水，说她不仅勾引自己的未婚夫，居然还有脸在这儿找茬。莉安娜整个人都听懵了，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绝了，明明是那个大卫自己纠缠不清，怎么到头来全成他的错了？莉安娜直接把话挑明，谁会对那个怪胎感兴趣？卡门直接当众官宣，说他和莉安娜
早就订婚了。庞德公爵这次过来也是为了认可这段关系。莉安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她早就强调过对那个大卫没兴趣，可庆氏娜就像听不懂人话一样。庆氏娜听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阴阳怪气的笑了起来，那眼神里写满了不屑，显然根本不相信这两个人会订婚。本以为这女人会知难而退，谁知道她脸皮厚到了极点，嘴上说着勉强相信，转头就要求给她准备房间。她甚至连演都懒得演了，直接往沙发上一躺，说自己赶路太累，非要在这里休息够了再走。莉安娜看着这个不速之客，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这女人大老远跑过来，肯定还憋着什么坏主意。莉安娜在一旁看得火冒三丈，这女人明明还在纠缠大卫，居然还敢当着她的面对卡门眉来眼去的。庆氏娜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不仅赖着不走，还非要莉安娜给她腾个房间，态度简直嚣张到了极点。莉安娜直接把话挑明，这城堡的主人可不是她，劝庆氏娜趁事情闹大之前赶紧自己圆滑的滚蛋。谁知道庆氏娜不仅不听，还摆出皇太子妃的架子，扯着嗓子非要见城堡主人。奥雷利亚祖母霸气登场，根本不听他那些废话，直接下令让守卫动手，把这个疯女人当场扔出去。庆氏娜被关在门外疯狂砸门，但这招已经彻底没用了。莉安娜直接告诉守卫，以后见到这女人连门都别让她进。奥雷利亚祖母霸气收场，连皇太子妃的面子都不给。莉安娜在旁边看的那叫一个爽，果然关键时刻还得靠祖母。等周围安静下来，莉安娜赶紧拉住卡门问个清楚，刚才在会客室里她跟那个疯女人到底在搞什么。卡门一脸无奈的解释，他本来是乔装成仆人去盯梢的，结果庆氏娜一见面居然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。莉安娜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卡门当时明明变了装，庆氏娜是怎么一眼认出来的？除非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卡门说那女人当时像疯了一样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原著，还有什么第二部之类的怪话。莉安娜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，原著和第二部，这分明是穿越者才知道的词，难道庆氏娜手里也拿着剧本？莉安娜终于想起来了，她看过的原著小说里，庆氏娜才是那个天选之女，一个平凡的韩国高中生，穿越后直接迷倒了皇太子大卫。而莉安娜在原著里的角色只是个疯狂极度的恶毒女配，因为不断找庆氏内的麻烦，最后落得个被退婚的下场，让男女主达成了幸福结局。可现在仔细回想一下，这本小说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。庆氏那明明立的是阳光人设，但在结婚前的那些剧情里，她的性格表现得非常诡异。作为一个资深的言情小说迷，莉安那恨自己当初怎么没看出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纯爱剧本。莉安娜这下全想通了，原来那本小说还有第二部，而卡门根本不是什么路人甲，他竟然是第二部里的深情男二。看着卡门这张帅到逆天的脸，莉安娜不得不承认，这种颜值确实是男主级别的，难怪庆氏那一见面就死缠烂打。既然庆氏那提到了原著，那就说明他也是个穿书者，而且手里还握着第二部的剧本。在庆氏内的剧本里，卡门这个男二号本该死心塌地爱着他，结果现在却跟恶毒女配订了婚，这剧情简直绷得没边了。莉安娜现在心里直打鼓，如果剧情的力量真的那么强大，卡门以后会不会也像原著那样无可救药的爱上庆氏呢？莉安娜现在越想越怕，如果卡门真的爱上庆氏呢，那他之前所有的努力不就全成了几行废纸吗？卡门察觉到了他的不安，主动走过来安慰他，说下次绝对不会再给那个女人任何接近自己的机会，让莉安那别再露出这种难过的表情。莉安娜趁机开始约法三章，要求卡门以后离庆氏那远点，不管对方表现得有多奇怪，都绝对不许产生好奇心。看着莉安娜这副认真的样子，卡门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问他是不是在吃醋，还说自己现在心里美滋滋的。莉安娜这下彻底炸毛了，死活不承认自己在嫉妒，但这副护食的小模样，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？卡门虽然嘴上在道歉，保证以后会离那个女人远点，但莉安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个男人的笑容看起来很完美，背地里却让人脊背发凉。更要命的是，庆氏那居然还没走，一直在窗外鬼鬼祟祟的盯着，这股缠人的劲头让卡门都觉得有点烦了。莉安娜现在满脑子都是原著剧情，生怕卡门被那个女人勾走，她再次板起脸，严肃警告，绝对不许对庆氏那产生哪怕一丁点的好奇心。可他越是这样严防死守，卡门心里的疑虑就越重。他总觉得莉安娜最近的反应实在是太反常了。卡门现在终于回过味来了，不管是翻墙的庆氏娜，还是如临大敌的莉安娜，他们好像都认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自己一定会对庆氏娜感兴趣。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，绝对不可能是庆氏内的妄想。尤其是莉安娜提到的那个词原著，这到底代表了什么？卡门偏要看看这个所谓的剧本到底写了什么。谁能想到原本的剧情里，这原本幸福的日子里，竟然藏着一段揪心的三角恋？庆氏娜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都结婚2年了，卡门为什么迟迟不肯露面？难道是剧情出了偏差？他仔细回想每一个细节，终于抓住了重点。只要找到那把叫路易斯的神剑，所有的僵局就都能迎刃而解了。可这把剑真的能带他走向圆满吗？虽然知道路易斯是关键，可庆氏娜现在彻底抓狂了，原著里根本没写这把剑在哪，这简直是史诗级的坑爹剧情。他越想越气，直接在床上撒起泼来。卡门一直不露面，大卫那边的情况又越来越糟，这剧情要是圆不回来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旁边的侍女吓得够呛，赶紧凑过来安慰王妃，您先消消气，殿下最近只是忙于政务。可谁能想到庆氏娜根本不是在想男人，而是在跟这离谱的剧本死磕。侍女还
还在旁边苦口婆心的劝说卡门殿下虽然嘴硬，但心里其实最疼王妃了。他提醒庆氏娜，现在身份不同了，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动不动就闯进办公室要项链。谁知道庆氏娜根本没听进去，反而一脸自信的摆摆手，让他别担心。在他看来，卡门现在之所以这么冷淡，纯粹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，让他产生了危机感缺失的错觉。只要等他回过神来，肯定会再次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。毕竟他可是这本小说里的女主角，自带主角光环，怎么可能会输呢？不得不说，主角光环就是给力。庆氏娜坐在马车里，正美滋滋地盘算着。虽然刚才卡门态度冷冰冰的，但他坚信这不过是男主爱上女主前的常规操作罢了。在他的小剧场里，卡门早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甚至还会深情款款地表白，说余生只想被他一个人征服。这种反差萌的台词，光是想想他都能把自己给乐出声来。可还没等他美完，侍女的一句话直接把他从云端拽回了现实。天色不早了，王妃您就在马车里将就睡吧。庆氏娜这下彻底懵了，堂堂皇太子妃竟然要在这破马车里过夜，看来这主角的待遇跟他想象中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。庆氏娜这下是真的破防了，没凉水喝也就算了，连口软乎的面包都吃不上，现在竟然还要睡马车，这哪是当王妃啊？侍女一脸无奈的解释说，附近刚闹过火灾，商店全都关门了，而且当地人对生面孔特别警惕，根本没人敢收留他们住店。庆氏娜听得目瞪口呆，这年头有钱竟然还住不上店，她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大喊着让侍女给马车装个空调。这下轮到侍女蒙圈了，空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她心里暗暗感叹，这位主子的脑回路实在是清奇的让人跟不上。侍女看着眼前的庆氏娜，不由得想起了当年，那时候庆氏娜意气风发，非说莉安娜是根快断的烂绳子，她承诺只要侍女跟着自己，以后就是皇太子妃身边的红人。侍女当时也是看走了眼，竟然觉得这番话很有远见，二话不说就倒戈了。可结果呢？现在的局面完全跑偏了。侍女试探着劝主子说，咱们还是赶紧回京城，先把位子坐稳了再说。谁知道庆氏娜根本不急，反而觉得现在火候还不够，非要让大卫再多吃点苦头。在他那套逻辑里，只要竞争对手一出现，大卫马上就会意识到他的好，然后乖乖跪地求饶。看着庆氏娜在那自我陶醉，侍女这下是真的头大了。庆氏娜还在那做白日梦呢，幻想着大卫深情款款地求她当自己的妻子。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，觉得卡门现在肯定已经出场了，原著里的那个名场面马上就要在现实中上演。他兴奋的不行，恨不得立刻冲到现场去围观。可就在他想入非非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：“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庆氏娜猛地回过头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竟然是安格尔。他下意识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，这下可把安格尔给整不会了。他眼神犀利地盯着庆氏娜，语气里满是怀疑：“你居然认识我？”庆氏娜看着他那张冷冰冰的脸，刚才的兴奋竟然瞬间全没了，只觉得脊背发凉。这男人看起来可不好惹。为了保命，庆氏娜也是拼了，她当场开启忽悠模式，非说自己是能掐会算的圣女，还在梦里见过安格尔。安格尔可不是好糊弄的。他冷笑着问：“既然你能预见未来，那你说说，我现在打算去哪儿？”庆氏娜一脸自信的断言说，他正要去京城寻找那把失踪的神剑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安格尔心里咯噔一下，因为那把剑早就已经出现了。这女人的情报显然有点跟不上节奏。安格尔立刻把这事汇报给了皇帝卡门。卡门听完冷笑一声，觉得这女人有点意思，既然她想演圣女，那就陪她把戏演完。卡门叮嘱安格尔先别急着拆穿她，不管她说什么都点头答应，看看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安格尔这下彻底服了，自家皇帝果然深谋远虑。安格尔表面上疯狂吹捧，说皇太子妃真是见多识广。庆氏娜被夸得有点飘，顺口就说自己是书读得多，全都记在脑子里了。安格尔眼神一变，心想你刚才还说是梦见的，怎么这会儿又变成读书了？他不动声色地继续挖坑，问皇帝打算什么时候回国。庆氏娜想都没想，直接开启了剧透模式。他说现在才刚开始，起码还得在外面待3个月，说要是待得太久，那个叫道格拉斯的元帅恐怕就要坐不住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安格尔整个人都定住了。要知道这位元帅可是皇帝的叔叔，表面上温文尔雅，实际上一直盯着那个皇位。这种皇室最顶级的机密，除了皇帝的几个心腹，根本没人知道。安格尔这下彻底怀疑人生了，如果不是真的能掐会算，他怎么可能连这种事都清楚？难道这世上真的有能预知未来的圣女？庆氏娜这会儿正得意呢，他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让他拿到那把神剑，什么道格拉斯元帅全都不在话下。他还一个劲儿的催促安格尔，说找剑的事儿火烧眉毛，那把剑马上就要在京城现世了，赶紧带他去皇宫。可他哪知道，安格尔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了，因为那把剑早就已经认主了。安格尔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女人对帝国的机密了如指掌，难道是在皇室内部安插了什么了不得的间谍？他看着庆氏那副自信的样子，决定不再被动挨打。既然分不清这圣女是真是假，那就干脆抛个诱饵探探底。安格尔故意压低声音说，其实陛下那边已经掌握了神剑的线索。这下轮到庆氏那猛了，原著里可不是这么演的，这剧情怎么又不按套路出牌了？安格尔一句话差点没把庆氏那给送走。他说皇帝打算过2天就带他一起回帝国。庆氏那当场就急得跳脚，这怎么行？原著里的剧情还没走完呢，现在回去，那他之前的努力不全白费了。安格尔眉头一皱，
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，这女人刚才说的什么故事还没解决。庆氏那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，大卫的心还没被他勾走，卡门也还没对他死心塌地，现在撤退，那圣女的人设还怎么立？他把心一横，直接大声嚷嚷起来，说自己有个不情之请，反正无论如何，现在绝对不能走。与此同时，远在皇宫的卡门莫名其妙地摸了摸耳朵，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疯狂地念叨自己。卡门正觉得耳朵不太舒服，莉安娜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要拉他躺下帮他掏耳朵，气氛刚要开始暧昧，卡门整个人都变得局促起来。谁能想到奥雷利亚突然推门而入，不仅没打算回避，反而一脸嫌弃地吐槽起来，说他们这个年纪应该接吻或者干点更刺激的。看着卡门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，祖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直言他就是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木头，指望他主动，怕是这辈子都没戏了。卡门这下急了，赶紧辩解说自己该出手时绝不含糊，结果祖母反手又是一记补刀，说他求婚的时候肯定连花和戒指都没准备。这一套毒蛇连环炮下来，卡门被损的一句话也接不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祖母扬长而去。莉安娜听说要去见龙舌兰，兴冲冲的也想跟着一起去。卡门刚想抬脚跟上，结果还没走2步就被奥雷利亚伸手拦住了。奥雷利亚凑到他耳边低声警告，让他别整天只知道跟着，好好想想怎么亮明身份，再正经给莉安娜求个婚。莉安娜回头发现卡门没跟上来，还纳闷地问了一句，结果奥雷利亚面不改色地撒了个谎，说卡门突然有急事要忙，反手就把大门给关上了。这下卡门彻底被关在了门外，整个人都傻了。看来在搞定莉安娜之前，他得先想办法过祖母这一关了。卡门一个人在那儿瞎琢磨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求婚确实说得太模糊了，难怪莉安娜一直没当真。他决定这次要好好准备，等亮明身份后，给莉安娜一个正式的交代。就在他正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安格尔突然推门进来，带来了一个让人头大的消息。卡门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庆神呢？那个女人回首都了吗？”结果安格尔支支吾吾地说，那个女人不仅没走，还吵着闹着非要跟着他们一起回帝国。卡门一听这话，整个人瞬间就沉默了。本来求婚的事就够乱了，现在又多出这么个麻烦精，接下来的路怕是没那么好走了。谁能想到庆氏那居然主动提出要跟着卡门一起回帝国，卡门整个人都听懵了。一个异国王妃，难道还指望去敌国当贵客吗？安格尔赶紧解释，看他的样子好像根本没往那方面想。庆氏那说自己还有一个请求，他竟然要求卡门带他回帝国，表面上是在求助，其实他心里算盘打得叮当响。既然大卫能被他搞定，那拿下卡门肯定也不在话下。可他不知道，安格尔根本没被他的演技骗到，反而觉得这姑娘浑身都是疑点，尤其是他提到的那把神剑，明明已经有主人了，他为什么敢断定剑以后会属于他？卡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庆氏那嘴里那些奇怪的词，什么剧情还没开始，什么原著小说，听这意思，他好像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了角色，而他自己则是那个看戏的读者。难道他真的预见到了未来，甚至想把莉安娜踢出局，自己去当神剑的主人？可看他那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把剑现在到底在谁手里。面对庆氏那的死缠烂打，卡门竟然决定顺水推舟，直接把他留在身边。安格尔听完脸都绿了，这可是人家的王储，万一传出帝国绑架王妃的谣言，那外交麻烦可就大了。卡门却一点都不慌，他盯上了王妃身边那个女仆，只要有人能证明是庆氏那自己非要跟着走，那这锅就扣不到帝国头上，甚至只要操作得当，还能让对方王国内部起内讧。这招借力打力简直绝了！既然要演戏，那就当着女仆的面把话挑明，看这回谁还敢乱嚼舌根。卡门这招确实够狠，他算准了庆氏那想走，但那个随行女仆可不敢跟着，毕竟去帝国就等于叛国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只要女仆为了保命，拼了命地想办法回王宫报信，卡门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。安格尔还在那拍马屁，觉得这主意简直绝了，甚至还兴冲冲地问，到底谁去演这个吓唬人的恶人？结果卡门一句话没说，就这么静静地盯着他看。安格尔这下反应过来了，合着忙活了半天，这个倒霉差事竟然是给自己准备的。莉安娜现在满脑子都是卡门，甚至在祖母面前也藏不住，只夸卡门当时告白的样子，简直比任何珠宝都要迷人。奥雷利亚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一盆冷水泼了下来，提醒她丈夫是用来过日子的，可不是让你当成儿子来惯的。莉安娜还想再替卡门辩解几句，结果祖母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她当场没词了。奥雷利亚竟然开启了自黑模式，说自己当年之所以会离婚，就是因为没把握好这个度。这波自爆实在是太狠了，为了教育孙女，奥雷利亚连自己的陈年旧账都翻出来了。莉安娜还在心疼祖母，觉得祖母当年肯定尽力了，无论别人怎么嚼舌根，她都绝对站在祖母这边。奥雷利亚却摆了摆手，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，反而开始复盘那段失败的婚姻，直言自己当年犯了2个大错，一是没看清对方是个没定性的男人，二是自己心太软，没能狠下心改掉对方的臭毛病，总觉得那些缺点也挺可爱。莉安娜听完却陷入了沉思，难道纠正一个成年人的错误真的是妻子的义务吗？还是说自己想得太简单了？奥雷利亚看出了他的纠结，轻笑一声岔开了话题，问起温室里的龙舌兰长得怎么样。莉安娜还没意识到奥雷利亚这番话背后的深意，看着长势惊人的龙舌兰，莉安娜还开玩笑说要不要干脆把房顶给拆了。奥雷利亚赶紧拦住他，语气里
透着一丝温柔，说想让它长这么大，其实只是自己的私心。莉安娜这才想起来，这株植物可不简单，它是祖母当年离婚时唯一从那个家里带出来的东西。虽然奥雷利亚嘴上嫌弃前夫，说他浅薄又没定性，可每次盯着这株植物看的时候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思念。看着奥雷利亚对感情的执着，莉安娜也开始自我怀疑，自己真的能像祖母那样深沉又长久的去爱一个人吗？不过这种纠结没持续多久，他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找个机会对卡门来一次直球出击。当然了，在那之前得先搞定正事。莉安娜立马切换到工作模式，带着苏珊开始疯狂卷事业，甚至还喊出了那句名言：不干活的人绝对没饭吃。苏珊在一旁疯狂点头，显然已经被美食彻底收买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平时最爱插嘴的神剑路易斯，今天居然一句话都没说。莉安娜忍不住开始吐槽：难道这把有性格的剑也到了叛逆的青春期吗？沉默了半天的路易斯突然开口叫了一声主人，把正在忙活的莉安娜吓了一跳。莉安娜还以为他想通了，笑着调侃他是不是烦恼完了，结果路易斯却表现得很冷淡，一副完全不想多说的样子。这下莉安娜更确定了，这把剑绝对是到了叛逆期。她像个大姐姐一样温柔开导，说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她倾诉。可路易斯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变得凝重，他犹豫着问莉安娜，如果别人也说想要她该怎么办？莉安娜总算看明白了，路易斯之所以这么焦虑，是因为庆氏那身上有着和他非常相似的气息。为了给自家武器撑腰，莉安娜当场霸气表态，管她是圣女还是魔王，谁敢来抢就用铁拳教训谁。她还给路易斯吃了定心丸，只要是他不想去的地方，这辈子谁也别想把他带走。路易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对比一下冷冰冰的卡门，他觉得自己以前简直太差劲了，居然会怀疑这么好的主人。路易斯这把剑也是没谁了，莉安娜难得对他温柔一次，他居然崩溃大喊受不了，求莉安娜变回以前那个冷酷的主人。莉安娜原本还想解释一下，说自己是看他到了青春期，才想着多给他一点关爱，结果路易斯根本不领情，这下莉安娜的耐心彻底耗尽。她觉得路易斯就是日子过得太闲，才会在这里胡思乱想，必须得用重体力活来治治他。路易斯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莉安娜就已经露出了黑化的微笑，直接下达了最高指令，让他立刻变成一把干草叉，今天之内必须把整片地耕完。堂堂神剑就这么沦为了苦力农具。路易斯一边在土里卖力刨地，一边嘴里碎碎念个不停，对他这种神剑来说，被当成农具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莉安娜看着满地烧焦的西瓜，心里虽然觉得可惜，但还是得打起精神来，为了明年的收成赶紧清理废墟。不过莉安娜也发现了一件好事，幸亏这个世界还没有石油，父亲撒的只是些天然油脂，对土地的伤害没想象中那么大。忙活了大半天，莉安娜总算带着大家把地清理干净，她擦了擦汗表示感谢，多亏了路易斯这个全能苦力，现在人力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，看这片土地能不能自己恢复过来。谁能想到苏珊干起农活来居然这么猛，莉安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就已经把手里的活全干完了。苏珊不仅一点没觉得累，反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，主动问莉安娜还有没有别的活，说这种锻炼方式简直太有趣了。看着这么好用的免费劳动力，莉安娜心里顿时有了主意，她有些迟疑的开口问苏珊愿不愿意再帮个小忙。虽然接下来的事和农活无关，但莉安娜想带苏珊回自己家去完成一个更大的工程。庆氏那这是铁了心要去帝国，谁劝都没用，哪怕两国现在关系闹得很僵，她也非走不可，因为那个男人亲口说了要带她一起回去，这诱惑谁能顶得住？可还没等她出发，安格尔竟然一大清早就找上门了。安格尔的一句承诺让庆氏那彻底昏了头，他居然说要亲自护送她回帝国，这待遇谁听了不糊涂？侍女曼雅在旁边都听傻了，自家小姐什么时候跟皇帝搭上的？这事儿怎么听怎么不靠谱。可庆氏那现在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，只要能拿到那把传说中的神剑，卡门就一定会像原著里那样死心塌地爱上自己。为了这个所谓的完美结局，他甚至不惜去冒杀头的风险，但在别人眼里，这哪是去追寻真爱，这分明是在叛国的边缘疯狂试探。侍女曼雅怎么也想不通，放着好端端的皇太子妃不当，庆氏那非要跑去帝国受罪，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在他看来，与其去那个鬼地方冒险，还不如花点心思勾引大卫，这才是真正的荣华富贵。可庆氏那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只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说自己很快就会从神殿回来，这操作简直让人看不懂。大卫看着桌上的留言，除了叹气，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这烂摊子现在全甩到他一个人头上了。庞德公爵走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信心满满，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立刻把莉安娜带回来。大卫坐在位子上，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，比起那个让人头大的庆氏呢，莉安娜这点小脾气反而显得有点可爱了。他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莉安娜安静的像株植物，可这并不代表大卫就真的信任庞德公爵。明明家里女儿那么多，偏偏送来一个红头发的，要知道在他们这儿，红发可是公认的不祥之兆。这老狐狸到底在想什么？难道是觉得皇室已经好欺负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大卫原本觉得只要能借到庞德公爵的势力，稳住自己的王位就行，至于莉安娜本人怎么样，他根本不在乎。可就在那个午后，莉安娜提着裙摆轻声道谢，那一抹温柔的笑容就像是平静湖面投下的一颗石子，直接让大卫定在原地。他当时嘴硬得很，觉得自己绝不可能坠入爱河，可现实却啪啪打脸，那个画面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，怎么都甩不掉。原本只
是为了利益的联姻，现在却变了味。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大卫第一次开始期待他能早点回来。大卫还在那儿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只要自己肯低头道个歉，莉安娜那么心软的人，肯定舍不得真的离开他。结果还没等他美梦做完，传令官就火急火燎的冲了进来，手里还攥着一份盖了皇帝大印的领土变更书。这下大卫彻底懵了，仗还没打呢，怎么自家的地盘就要变天了？原来是波斯廷的领主奥雷利亚，也就是现任皇帝的亲祖母，临终前突然改了主意，要把领土全部归还给帝国。当初王国为了留住这位老祖宗，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他的居住权。谁能想到这老太太临了竟然玩了一手釜底抽薪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大卫不仅要面对感情危机，连王国的根基都要被动摇了。说到底，只要奥雷利亚本人想回归帝国，王国这边根本就拦不住。大卫虽然心里不甘心，但也只能认栽。可紧接着，传令官又递上来一份文件，说除了领土变更，帝国那边还发来了一份订婚通知。大卫这就纳闷了，帝国皇帝要娶谁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还得经过咱们同意？他随口问了一句，这未来的皇后难道是咱们国家的人？传令官支支吾吾的回答，对方的名字叫做莉安娜。大卫听完还没反应过来，甚至还在那儿感慨，这名字起得真巧，居然跟自己的未婚妻一模一样。传令官这一嗓子直接把大卫给喊懵了，订婚的对象不是重名，就是莉安娜庞德本人。大卫愣在原地，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，庞德公爵刚去接女儿回家，怎么一转头就把女儿嫁给死对头了？他还在那儿拼命找借口，觉得肯定是帝国那边搞错了，毕竟庞德公爵那个老狐狸一直指望着靠女儿上位，怎么可能放过当皇亲国戚的机会？在大卫看来，只要莉安娜嫁给自己，庞德公爵就能在朝堂上横着走，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，老狐狸绝对不会撒手。可传令官接下来的动作，直接把大卫最后的幻想给掐灭了。他颤抖着递上一封信，让大卫自己看清楚。这下证据确凿，大卫就算再怎么不信，也得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了。信上的内容简直字字扎心。庞德公爵不仅带兵纵火，还打着保护居民的旗号，直接带着整块领地投靠了帝国。更离谱的是，这老狐狸竟然同意了婚事，要把莉安娜嫁给帝国皇帝卡门，甚至还要亲自去送祝福。大卫这下总算看清了，什么政治盟友，庞德公爵分明是把他卖了，转头去抱帝国的大腿了。他气得猛地拍案而起，大喊着要立刻出兵波斯廷，绝不能让那个强盗皇帝抢走自己的未婚妻。可传令官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凉了半截。波斯廷一直有通往帝国的传送阵，这会儿功夫，莉安娜恐怕早就到人家地盘了。大卫僵在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下不仅丢了地盘，连老婆都让人家给端了。大卫这下彻底气炸了，他在办公室里疯狂咆哮，骂庞德公爵是个叛徒，还发誓绝不让莉安娜嫁给皇帝。可不管他怎么无能狂怒，局势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画面一转，帝国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卡门正站在阳光明媚的田野上，看着眼前这片新得来的领地，之前的那些战火和骚乱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这种宁静的田园风光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虽然他早就知道治理国家需要无数人的努力，但现在亲眼看到百姓安居乐业，这种成就感确实跟坐在皇宫里完全不一样。一边是气得跳脚的失败者，一边是巡视领地的胜利者，这对比简直不要太讽刺。卡门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。以前他总觉得国家大事才重要，却忘了正是这些平凡的生活才撑起了整个帝国。就在他感慨的时候，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搭话，问他是不是来找莉安娜的。卡门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是来找妹妹苏珊的。他描述了一下苏珊的样子，金发短发，还有点小雀斑。小女孩一听立马就对上号了，说那位姐姐刚去莉安那家，白天还跟他们一起在田里干活呢。小女孩越说越起劲，夸苏珊干起活来简直是个劳模，翻完一大片地都不知道累。卡门听完直接愣在原地，在他的印象里，苏珊平时不是骑马就是练剑，怎么到了这儿画风突变成种田达人了？他谢过小女孩，看着她蹦蹦跳跳回家的背影，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苏珊到底在这儿经历了什么，竟然连性子都变了？卡门这会儿格局彻底拉满了，他看着远处的夕阳，暗暗发誓，绝对不能在权力和地位中迷失，要记住每一个微小事物的价值，守护好百姓们的笑容。他走到莉安那家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问了一句你在不在，结果屋里的人直接炸毛了。莉安娜慌得不行，扯着嗓子大喊让他先别进来。卡门站在门口一脸懵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紧接着屋里就传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巨响，听着像是家具都给撞翻了。刚才屋里乒乒乓乓半天，莉安娜终于把门打开了，她看起来有点局促，小声招呼卡门进屋。卡门这会儿还满脑子问号，一边往里走一边嘀咕，刚才到底在里面折腾什么呢？结果一抬头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莉安娜竟然捧着一大束花，扯着嗓子大喊，卡门，嫁给我吧！这波反向求婚简直太硬核了。还没等卡门反应过来，莉安娜接着又是一通霸总发言，她说以后她来养家，卡门只要把自己带过来就行，两个人要一辈子在一起。莉安娜这波操作简直绝了，当众求婚不说，还放话要赚钱养家，让卡门只管拎包入住就行。这霸总发言把旁边的苏珊都给听乐了，赶紧把花塞到哥哥手里，想看他怎么收场。谁能想到卡门居然一点没犹豫，直接点头答应了，还说以后就全靠莉安娜了。这下轮到苏珊傻眼了，亲哥居然答应的这么干脆，这还是那个高冷的皇上吗？卡门已经在想以后家里桌子
怎么摆？床要买多大的了？莉安娜这行动力也是没谁了，婚约书都提前准备好了，直接对到卡门面前让他签字。卡门表面上看着挺淡定，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，甚至已经开始盘算怎么赶紧把边境那点破事处理完，好腾出时间来陪老婆。路易斯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这两人一个敢送一个敢接，简直是恋爱界的两个奇葩。结果卡门更狠，字还没签呢，就直接吩咐苏珊去请大祭司，打算就在这儿把婚礼办了。这下连苏珊都坐不住了，哪有这么草率的皇室婚礼？莉安娜更是当场愣住，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苏珊本来还想吐槽，说咱们这儿可没办婚礼的习惯，结果卡门反手就是一个情话暴击，要是跟莉安娜在一起，他就非要留下最特别的回忆。看着亲哥那副深情的模样，苏珊算是彻底看透了，这男人已经完全没救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波斯汀这地方的习俗确实硬核，婚礼文化主打一个极简风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仪式，只要把新房布置好，求个婚，再把那张结婚契约一签，这婚就算结完了。流程虽然简单，但该有的浪漫一点没少，签完字就是正儿八经的夫妻。卡门这效率真是没谁了，不仅让莉安娜直接拎包入住，还打算等大祭司一到，就办一场全城瞩目的正式婚礼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慌了，本来以为只是签个字的事，结果现在连婚纱都没准备，这节奏快得让她根本接不住。路易斯在旁边都看无语了，这哪是结婚啊，这简直是全速冲刺。莉安娜还没纠结完呢，一抬头发现更离谱的是，城堡顶上的旗帜居然在换，这动作也太快了吧！士兵战战兢兢地解释说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儿就正式变成帝国领土了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，睡了一觉连国籍都变了。要不说莉安娜是天生的生意人呢，别人还在担心改朝换代，他已经盯上帝国人的钱包了，正琢磨着怎么把农产品卖过去大赚一笔。路易斯在旁边看得直翻白眼，这主人怕不是个种地傻瓜吧？这种节骨眼上居然还有心思搞钱。不过莉安娜可没闲着，她神神秘秘的把大家带到温室，原来是为了见证一个奇迹，传说中的龙舌兰花竟然开了。这花长得确实够霸气，像个巨大的绿色喷泉，连见多识广的卡门和奥雷利亚都被这景象给镇住了。毕竟这玩意儿100年才开一次，简直是活久见系列。这朵花的绽放会不会给他们的新生活带来好运？莉安娜赶紧招呼大家别愣着，这100年一遇的奇观可是许愿的绝佳机会。她拉着卡门的手，非要让他也跟着一起虔诚点。莉安那闭上眼，在心里默默念叨，希望以后每天都能这么幸福。等几10年后再开花的时候，身边站着的还得是卡门。他正偷偷睁眼观察呢，结果直接跟卡门撞了个对脸，这下偷看被抓包。莉安娜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她赶紧没话找话，问卡门到底许了什么愿。谁知道卡门一脸淡定，说想以后再陪莉安娜来看一次。这波操作简直是神同步，两人的愿望竟然撞车了。莉安娜这下心里美滋滋的，原来卡门跟她想的一样，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简直比吃了蜜还甜。她赶紧拉住奥雷利亚，劝她也趁着花开许个愿，万一真的灵验了呢？结果祖母只是淡定的笑了笑，她说自己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这辈子的愿望早就已经全部实现了，看着孩子们幸福就是她最大的心愿。莉安娜还没来得及感动，浪漫的气氛就被瞬间打破。苏珊在远处扯着嗓子大喊，问莉安娜今天还去不去挖地。苏珊还一个劲的安利，说上次跟着莉安娜去种田，简直是史诗级的解压神器。这下全城都知道堂堂领主夫人是个种的狂魔了。莉安娜简直是领地里的卷王，西瓜地的活儿才刚忙完，她又盯上了森林里的蜜蜂，打算自己动手酿蜂蜜。苏珊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嫂子不仅会种地，竟然连养蜂这种技术活儿都包圆了，简直是全能型选手。其实莉安娜也是没办法，谁让她是个顶级吃货呢？为了复刻前世那些精致甜点，蜂蜜这种核心原料必须得管够。卡门一听要去森林，护妻狂魔的属性瞬间爆发，非说森林里有野兽不安全，一定要亲自陪着才放心。结果走着走着，卡门发现路越走越偏，这都快走出自家领地范围了。他忍不住怀疑莉安娜是不是带错了路。莉安娜嘴上硬撑着说没错，心里其实早就慌得不行，本来想偷偷摸摸干点啥，谁知道卡门非要跟过来，这下想甩都甩不掉了。莉安娜这回可是心虚到了极点，原来在领地里砍树得要领主批准，她怕养蜂失败了还得砍树交罚金，干脆把蜂箱偷偷挪到了领地外面，这妥妥属于违章建筑。为了不让卡门起疑心，他赶紧找借口说下个季度就把蜂箱搬回田边，这样还能顺便帮庄稼授粉。这逻辑编得连他自己都快信了。谁知道卡门听完陷入了沉思，他不仅没发现莉安那在钻空子，反而觉得这地方确实不错，打算直接把领地边界往外挪，把整座山都划进自家地盘。莉安娜听完人都傻了，这就是顶级霸总的思维吗？还好卡门没往深处想。危机解除后，莉安娜又盯上了背后的路易斯，好奇这把神剑刚才许了什么愿，结果路易斯还要交上了，死活不肯透露半个字。莉安娜故意调侃他，是不是平时日子过得太滋润，已经幸福到没有追求了？路易斯气得当场反驳，说自己可是有思想的神剑，愿望多着呢。谁能想到路易斯这把神剑竟然是个隐藏的撒娇怪？他当众大声表白，说唯一的愿望就是永远陪着主人。这直球打得莉安娜都没反应过来。莉安娜心里一阵暖意，正想着下次一定要帮他也许个愿，结果光顾着感动没看路，脚下一滑，眼看就要跟大地来个亲密接触，
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卡门一个箭步冲上来，稳稳地把他搂进怀里，这动作简直比教科书还标准，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。卡门盯着莉安娜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宠溺。他说自己根本没法移开视线，生怕一转眼自家这位冒失的领主夫人就出意外。为了防止莉安娜再摔跤，卡门直接提出了牵手邀请，甚至还开玩笑说，如果不愿意牵手，抱走或者背着走他都没意见。约会带把剑是什么体验？路易斯这把神剑终于忍不了了，他嫌莉安娜握得太紧太黏糊，吵着闹着要莉安娜赶紧放手。莉安娜还觉得挺委屈，刚才还说要永远在一起，怎么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了？路易斯气得当场吐槽，谁家好人约会还带把剑当电灯泡啊？卡门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还故意问路易斯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，才这么急着想跟莉安娜独处。这话一出，路易斯的 CPU 直接干烧了，他觉得自己简直太无耻了，竟然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，当场就开始崩溃大哭，那动静闹得整片森林都能听见。莉安娜和卡门直接看傻了，完全听不懂这把剑在哭什么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心理防线崩溃了？这神剑的内心戏也太丰富了。卡门不仅没生气，反而一脸真诚的再次发出邀请，虽然他听不见路易斯在说什么，但还是非常有礼貌的伸出了手。卡门说路易斯保护主人辛苦了，所以他想代替莉安娜来拿剑，这语气温柔的简直不像话，还专门问了一句，你愿意让我抱你吗？路易斯哪见过这种大场面，面对卡门的温柔一击，他那点心理防线彻底碎了一地，一边哭一边大喊自己是垃圾，这反应把大家都给整懵了。莉安娜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赶紧劝卡门别理他，说这把剑估计是到了青春期，情绪不稳定也是正常的。卡门听完人都凌乱了，他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原来神剑也会有青春期。这把神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明明卡门那性格让人抓狂，可偏偏长得帅，剑术还强得离谱。被他握在手里的那一刻，路易斯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，那种人剑合一的滋味确实让人上瘾。如果当初留在帝国，卡门真的会成为他的主人吗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为了抢夺这把皇权象征，各方势力估计得打个头破血流。卡门看出了神剑在闹情绪，主动提出去附近巡视，想给莉安娜留点私人空间。莉安娜赶紧道谢，不得不说，这位皇帝体贴起来还真让人有点招架不住。路易斯这会儿正垂头丧气，甚至开始自我怀疑。莉安娜一看这架势，心想这不就是典型的青春期闹别扭吗？她赶紧开启温柔模式，安慰说谁都有理想和现实的差距，只要熬过去就好了。结果路易斯一秒破功，非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帅的剑。闹归闹，路易斯突然说起了真心话，真正的名剑必须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捶打，那些只靠模具浇铸出来的货色根本经不起折腾。莉安娜听得有些入神，原来路易斯以前一直装聋作哑，是因为不想理会那些肤浅的主人。在他眼里，如果没人能看懂他的价值，那他宁愿永远当个挂在墙上的摆设。这种被埋没的滋味，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路易斯越说越委屈，当初为了找个识货的主人，他甚至不惜自降身段，把自己伪装成一把破镰刀，在世间到处流浪，直到遇见莉安娜，他才觉得总算熬出头了。可莉安娜听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真的配得上这份信任吗？还没等莉安娜想明白，路易斯突然情绪失控，丢下一句想静静就直接飞走消失了。卡门巡视回来，发现剑不见了，听完经过也觉得不对劲。自从上次营救行动之后，路易斯的状态就一直奇奇怪怪。莉安娜还在那儿琢磨呢，卡门最近对自己这么体贴，是不是心思发生了什么变化？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，林子里突然传出一声巨响。卡门反应极快，一把将莉安娜护在身后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八成是遇上什么难缠的怪物了。两人正屏息凝神准备战斗，谁知天上传来一阵惨叫。抬头一看，刚才还闹脾气离家出走的路易斯，竟然被一只大鸟叼在嘴里，正因为晕机在那儿疯狂干呕。莉安娜这下彻底炸毛了，合着这怪鸟是看路易斯长得亮晶晶，直接把他当成宝贝给绑架了，这谁能忍？刚才还温柔端庄的大小姐，瞬间进入暴走模式，非要找那只怪鸟算账不可。卡门在一旁看着，反而觉得他这副护短的样子还挺招人喜欢的，总算找着这只怪鸟了。路易斯被叼在嘴里，整把剑都被晃得七荤八素，在那儿吐个不停，看着别提多惨了。卡门当机立断，让莉安娜在后方待命，只要路易斯一掉下来，就赶紧带着剑撤离。他打算一个人去把鸟引开，他大不留心冲上前去，对着怪鸟就是一嗓子，直接把仇恨直拉满，大喊着你的对手是我。随着一声怒吼，卡门拔剑出鞘正面迎敌，他必须把路易斯抢回来。卡门直接正面硬刚，对着怪鸟就是一记重击。这畜生吃痛发出一声惨叫，终于松开了嘴。路易斯像个断了线的风筝，从半空中直摔了下来。卡门一边死缠住怪鸟，一边大声提醒莉安娜，机会来了。莉安娜反应极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在路易斯落地的一瞬间，稳稳地将他接住。路易斯这会儿还没缓过劲，整把剑晕得直打晃，虽然看着有点狼狈，但好歹是脱离虎口了。坏了，这怪鸟竟然玩阴的，趁着卡门没防备，直接从背后发动了偷袭。莉安娜在后边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根本来不及，眼看着卡门就要被这股力量吞没，局面瞬间失控。莉安娜急得不行，求路易斯赶紧像上次一样接管他的身体去救人。可路易斯这回却死活不答应。这怪鸟皮糙肉厚，普通武器根本伤不到他。莉安娜又没练过武，强行附身只会让他丢了性命。眼看卡门命悬一线，莉安娜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既然是身体素质的问题，
那只要换个思路就行。他低声对路易斯说了句对不起，还没等神剑反应过来，莉安娜已经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谁能想到莉安娜这么猛？她使出全身力气，直接把神剑路易斯当成标枪，朝着卡门的方向投了过去。此时的卡门正陷入绝境，手里的武器已经断成两截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道寒光从天而降，路易斯稳稳地插在他面前，把卡门都给看愣了。路易斯这会儿满脸委屈，这一天被扔来扔去的，简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可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。莉安娜在远处拼命大喊，让路易斯赶紧跟卡门联手。只有在卡门手里，这把神剑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。卡门缓缓握住剑柄，他终于明白了莉安娜的用意。既然要并肩作战，那就要正式打个招呼了。路易斯，愿意再帮我一次吗？不过这把神剑还是破防了，一边发光一边骂骂咧咧。活久见，他这辈子竟然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。卡门当场就愣住了，这剑竟然还会开口说话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路易斯已经大声提醒他，先顾好眼前的怪物再说。卡门终于出手了，这一剑挥出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道寒光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巨鸟，瞬间就被劈成了两半。莉安娜在旁边都看呆了，她一路小跑过来，兴奋的大喊大叫，这一招秒杀简直太帅了，简直就是人剑合一。路易斯这会儿累得够呛，剑身上全是虚脱的表情。莉安娜轻轻抚摸着剑柄，这把神剑终于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。以前路易斯总是在闹别扭，莉安娜一直没搞懂为什么，直到看见他在卡门手里散发出那种前所未有的光芒，他才彻底明白过来。好马配好鞍，最强的剑就该配最强的战士。莉安娜虽然有点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替路易斯感到高兴。莉安娜其实早就看出来了，她温柔地鼓励路易斯别再憋着了，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今天就大大方方说出来。路易斯沉默了片刻，他看着眼前的卡门，又看了看一直照顾他的莉安娜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对着莉安娜一字一句地说，主人，我真的想成为这个人的剑。莉安娜这下真炸毛了，早说清楚不就完了，害得大家白白折腾好几天。路易斯也觉得委屈，毕竟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，这事儿换谁都得纠结。莉安娜看着远处的卡门，心里很清楚，对方的实力确实比自己强出一大截。她看着眼前的路易斯说，如果你想跟着更厉害的剑士，我愿意放手让你走，毕竟不能耽误了你这把好剑。谁知道路易斯根本不领情，扯着嗓子大喊，这辈子我就认定你这个主人了。卡门本以为胜券在握，觉得这把神剑已经非他莫属，结果路易斯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卡门出了道送命题，既然你的目标已经达到了，那莉安娜对你来说还算什么？路易斯甚至逼问他，在你的野心和莉安娜之间，到底哪一个更重要？莉安娜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，这种时候问这种问题，不是明摆着要搞事情吗？可路易斯却非常坚持，因为他必须知道这个男人到底值不值得托付。莉安娜其实早就想过这个问题，只是她一直在故意逃避，不敢去深究卡门的真心，因为她心里很清楚，如果真相是残酷的，那这种伤害会比以前被抛弃时还要疼上100倍。就在这时，卡门对着神剑路易斯冷冷地说，我对你好只是为了利用你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你。莉安娜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她不想从这个男人嘴里听到任何否定感情的话，她终于爆发了，对着所有人大声质问，为什么非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？难道变强就一定要牺牲感情吗？路易斯这下彻底慌了，他意识到自己刚才那个问题简直是把气氛降到了冰点，赶紧语无伦次的想把话圆回来。可卡门根本没打算给他机会，他直接按住莉安娜的肩膀，语气坚定的让人无法反驳，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出一个交代。卡门一字一句的宣布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莉安娜永远是他的第一优先级，任何目标和野心都要往后排。他坦白说，最开始确实是为了寻找神剑，但现在一切都变了。这场旅程真正的意义，其实是为了遇见莉安娜。如果没有莉安娜，他的灵魂早就已经枯萎了。这番话简直是纯爱天花板，直接把路易斯给整不会了。卡门冷冷地反问路易斯，这个答案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卡门这波深情告白，不仅让莉安娜悬着的心落了地，也让旁边的神剑路易斯彻底服气了。他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担当。虽然莉安娜还在吐槽路易斯刚才那个问题太没礼貌，但路易斯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他被卡门的觉悟深深打动，路易斯收起了之前的傲慢，正式报上了自己的全名，主动邀请卡门与他签订契约。路易斯甚至还傲娇地补了一句，能成为我的主人，你应该感到自豪才对。卡门稳稳地握住剑柄，这一刻他不仅赢得了莉安娜的心，也拿到了这世间最强的力量。有了神剑的加持，路易斯虽然认了主，但还是不忘给卡门放狠话，要是敢背叛莉安娜，他绝对会第一个翻脸。卡门听完冷笑一声，他为了莉安娜连国境线都敢改，这种忠诚根本不需要怀疑。莉安娜看着这一人一剑，在那儿嘀嘀咕咕，还开玩笑说自己被冷落了。结果这两个家伙居然异口同声说莉安娜永远是第一位。刚才还严肃的不行，下一秒画风突变，莉安娜兴致冲冲地带卡门去采蜂蜜，还专门给他准备了全套防护服。莉安娜这波简直是护肤狂魔，特意叮嘱卡门站远一点，万一蜜蜂把那张帅脸给折了，他可是会心疼坏的。莉安娜变身科普小能手，拿着蜂巢给卡门讲的头头是道。卡门这堂课听得那叫一个认真，简直就是个满分好学生。莉安娜心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，感觉自己多年学的专业知识终于在这一刻发光发热，连卡门都忍不住感叹蜜蜂状态真好，可帅
不过3秒，莉安娜突然发现没带装蜂蜜的罐子，她下意识把目光投向了神剑路易斯，这眼神把路易斯吓得当场炸毛。路易斯言辞拒绝当这个工具人，他可是高贵的剑，绝对不能变得黏糊糊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成蜂蜜。既然没罐子装，莉安娜索性一拍大腿，决定直接在这儿开吃。这种不拘小节的操作，直接把卡门给整不会了。卡门前脚刚走，说要去附近巡逻看看有没有危险，莉安娜还没来得及享受清静，神剑路易斯就开始在旁边阴阳怪气。他发出一阵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怪笑，还故意压低声音说：“现在终于只剩下咱们2个了。”这语气听得莉安娜当场炸毛。莉安娜直接开启了暴力模式，抓起路易斯就是一顿疯狂摇晃。这把剑简直就是个搞事精。刚才要不是他问那些奇葩问题，莉安娜也不至于在卡门面前彻底社死。路易斯被晃得眼冒金星，但莉安娜的怒火还没消，毕竟这种丢人丢到家的场面，换谁都得找他秋后算账。莉安娜刚才还在那儿抓狂，觉得在路易斯面前被告白太丢人，可转头他又认真地道了谢，毕竟要不是这把剑搞事情，他也听不到卡门心底的真话。路易斯看气氛到了，突然压低声音问了一句：“要是知道了卡门的真实身份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”莉安娜一听这话，立马炸毛，她以为路易斯又要出什么送命题，干脆大声宣告：“不管卡门到底是谁，她这辈子都跟定这个男人了。”路易斯想说的话全被堵了回去，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既然主人已经有了这种觉悟，那以后出事了可别怪他没提醒。卡门巡逻回来，确认周围很安全。莉安娜正兴冲冲地招呼他过来吃蜂蜜，因为手边没有刀，他打算直接动手把蜂巢撕开。谁知道蜂蜜顺着指缝往下滴，卡门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这么珍贵的东西可不能浪费在地上。”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卡门竟然直接低头，顺着他的指尖开始舔舐那些蜂蜜，这动作简直太犯规了。莉安娜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只能结结巴巴地喊着他的名字。可卡门的眼神却变得越来越深沉，这哪里是在吃蜂蜜，分明是在明目张胆地撩人。卡门这一句好甜，直接把暧昧气氛拉到了顶点。莉安娜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，心里暗骂这个男人真是太会撩了。结果路易斯这个电灯泡又跳了出来，大声嚷嚷着天都要亮了，能不能别在这儿腻歪了，赶紧回家。一句话就把2人拉回了现实。莉安娜赶紧找借口掩饰尴尬，卡门也只能干咳2声装正经。路易斯在旁边翻了个白眼，刚才这2人眼里根本就没他这把剑。卡门一边念叨着不能空手回公爵府，一边突然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他说今天本来就计划好了，要直接搬进他们的新婚房。莉安娜听到这儿彻底愣住了，大脑瞬间陷入了死机状态。不是说好了还要时间打包行李吗？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全搬完了？卡门这行动力简直惊人，他笑着坦白说，趁莉安娜住在公爵府的时候，他早就找安格尔把新房装修好了，就等着女主人拎包入住。莉安娜听完直接傻眼了，她一直以为是婚礼之后才搬家，这突如其来的同居预告让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可嘴上说着还没准备好，莉安娜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，毕竟她原本的计划就是想立刻登记，然后原地结婚，2人就这样牵着手走向远方。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莉安娜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卡门却在一旁轻描淡写的说，被这点小变化吓到了，走吧，我们进屋看看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无语了，你管这叫小变化？不只是外观，屋子里竟然也全变样了，从客厅到厨房，甚至连浴室都装修得焕然一新。卡门只是在一旁笑着，让他慢慢参观。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，你这是趁着搬家直接请了个装修队回来吗？结果莉安娜发现连卧室的床都给换了。卡门一脸淡定的解释，之前的太小了，换个大的更舒服。莉安娜忍不住吐槽，以前那个也不小吧，在那上面打滚都掉不下来。卡门这冷不丁的一句话，直接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他说这床换个大的，是为了以后2个人能一起用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，一起用？这进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为了打破尴尬，他赶紧提议先去洗漱。结果卡门听到洗漱这2个字，反应比他还要大。刚才还一脸淡定的卡门，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随便找了个劈柴的借口，转头就往屋外跑。莉安娜在后面拦都拦不住，这男人平时看着挺稳重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落荒而逃？不过到了晚上，卡门还是守在房间里，轻声对莉安娜说，等你睡熟了我再走。莉安娜这下彻底傻眼了，本以为换了大床是要一起睡，结果卡门只是搬了把椅子，打算在床边守她一整晚。那把会说话的剑路易斯还在墙上凑热闹，说这位置守卫主人简直完美。卡门居然还点头说安心。莉安娜躲在被子里，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合着半天全是自己自作多情，这谁还睡得着呀？看着卡门疲惫的背影，他正纠结要不要开口让他也赶紧去休息，谁知道路易斯这个显眼包突然压低声音问卡门，哎，你到底喜欢我们主人哪一点？这一句话直接把莉安娜吓得清醒了。路易斯这个显眼包大半夜不睡觉，非要逼问卡门是什么时候动心的，是初次见面还是莉安娜生病的时候？卡门被问的头都大了，只能吐槽这把剑真是个话痨。可路易斯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直说他的痛处，说他连表白的胆量都没有。谁能想到平时不可一世的卡门竟然低声承认自己没信心，因为他根本不确定莉安娜对他到底有几分真心。
躲在被窝里偷听的莉安娜差点没忍住叫出声来。这男人平时看着挺稳重，怎么私下里这么纯情？可路易斯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他问卡门：“你难道就不担心吗？莉安娜到底是喜欢你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把你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？”这下轮到卡门沉默了。路易斯这把剑真是自恋到了极点，一边摇着红酒杯，一边吹嘘莉安娜对他那是真爱，顶多也就是担心自己被变成镰刀锄头，要不让他去当背锅侠就行。卡门听得一脸无奈，只能随口应和着。可路易斯刚才那句工具人的话，显然是戳到了他的心窝子里。他自嘲地低下了头，承认自己确实是个胆小鬼，连心里最想说的话都不敢开口，看起来确实一点都不可靠。但紧接着，卡门的神情突然变得无比认真，他一字一句地对路易斯说：“希望你能相信，我对莉安内的感情是认真的。”这突如其来的深情告白，让躲在被窝里的莉安娜彻底乱了阵脚。路易斯这把剑真是个天才，他直接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既然有真心话，你干嘛不对身后的人说，非要跟我这把剑在这煽情？”卡门整个人都麻了，既然你醒着，好歹给个动静啊！莉安娜只能小声嘟囔，说自己就是莫名其妙睡不着。路易斯还在那自我陶醉，觉得自己真是操碎了心，不仅要当武器，还得兼职当情感导师。可现在最要命的是，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，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既然卡门给了莉安娜信心，那他也决定豁出去了，直接来个直球告白。他说：“别担心，我比任何人都爱你。”卡门显然被这番话触动了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决定趁这个机会坦白。他问莉安娜：“如果我根本不是什么领主的孙子，如果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呢？”气氛本来已经烘托到这了，结果莉安娜的脑洞突然跑偏，她一脸认真地问：“难道你其实是混黑道的，所以身边才总跟着那种看起来像谈判专家的骑士？”卡门刚才那点忧郁瞬间没了，只能无奈的一口否认。莉安娜这番话简直是给卡门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他说：“不管你到底是谁，只要你是卡门，那就完全没问题。”卡门沉默了很久，突然一把将他紧紧搂进怀里。他心里其实乱成了一团，就是因为太爱了，才更害怕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莉安娜倒是想得开，她笑着安慰卡门说：“你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只要像现在这样一直珍惜我、爱我就够了。”听到这些，卡门终于不再纠结，他捧起莉安娜的脸，郑重地许下了誓言，这辈子绝对不会让她受半点伤害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秘密和担忧都融化在这个深情的吻里。虽然真相还没揭开，但两颗心已经彻底贴在了一起。接下来的路，他们真的能一直这么甜蜜吗？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屋子里的气氛也跟着升温。卡门和莉安娜紧紧相拥，这一刻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。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心跳声大得根本藏不住。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那个最煞风景的家伙又出现了。路易斯飘在半空中，故意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我知道新婚之夜大家都很兴奋，但两位能不能先冷静一下？”这一嗓子直接把暧昧气氛给喊没了。路易斯这把剑简直是戏精上身，在那嚷嚷着还没准备好把主人嫁出去。莉安娜听得一脸黑线，忍不住吐槽他是不是管得太宽了。卡门倒是很懂怎么清场，他从背后轻轻抱住莉安娜，小声承诺说明天就把这电灯泡直接挪到客厅去。莉安娜被他逗得笑出了声，两人依依不舍地互道晚安。这一晚总算是安静了。可另一边，皇宫里的气氛却降到了冰点。道格拉斯急匆匆地进殿，丽兹冷冰冰地说：“陛下现在谁也不见。”道格拉斯这回是真的炸锅了，他在大殿里歇斯底里地吼着，说自己好歹也是卡门的亲叔叔，结果卡门居然连面都不露一下。更让他受不了的是，皇帝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他这个当长辈的居然是看报纸才知道的。道格拉斯越说越气，觉得这简直是把他的脸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作为皇室成员，这回真是丢脸丢到家了。丽兹在一旁冷眼看着，心里总算明白了，难怪这家伙今天非要闯进来，原来是来兴师问罪的。道格拉斯之所以这么急，是因为他一直盯着那个皇位。作为顺位继承人，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卡门结婚生子。丽兹可不惯着他，直接当众硬刚，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在当叔叔之前，他首先是皇帝的臣子，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越界了。道格拉斯被对得老脸通红，开始拿血统说事，质疑卡门娶个外国女人是疯了。丽兹冷笑一声，直接把报纸甩在他面前，让他看清楚，新皇后可是名门之后，更是奥雷利亚亲自牵的线。丽兹这招简直是绝杀，她直接搬出了前任皇后奥雷利亚，冷笑着质问对方：“难道连皇太后的眼光也要怀疑吗？”说起奥雷利亚夫人的这三个儿子，真是一个比一个不省心。卡门的父亲走得早，剩下的这个道格拉斯简直就是个掉进钱眼里的怂包。以前老皇帝在世的时候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现在看小皇帝年纪小好欺负，这狐狸尾巴总算藏不住了。道格拉斯还在那狡辩：“我什么时候怀疑过母亲了？”丽兹冷笑着回怼：“你连跟祖母对峙的胆子都没有，现在倒有脸在这大呼小叫。既然没别的事，那就请你立刻滚出去。”这下道格拉斯彻底破防了，气急败坏的在大殿里撒泼。丽兹冷冷的提醒道格拉斯：“私下里咱们是亲戚，但在公事上，我可是皇帝的首席顾问。”道格拉斯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只能灰溜溜的钻进马车。他现在是看谁都不顺眼，觉得丽兹是个没教养的小鬼，连带着把卡门也给恨上了。在他眼里，这家人全都是自命不凡的疯子，甚至连他亲妈那个早就离开皇宫的奥雷利亚，现在也想回来插一杠子。不过这老家伙也没闲着，他刚才在丽兹那儿偷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全是关于皇室大婚的文件。看来这帮人背地里
正憋着一个惊天大招呢。道格拉斯这回总算看明白了，皇帝这算盘珠子打得真响，居然想从国外找个皇后回来，难怪之前各大家族送去的画像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招确实够狠，找个没背景的外国皇后，再用有权势的妃子来平衡势力。一旦皇帝结了婚，这皇位可就坐得死死的了。侍从在一旁出主意，既然他们连文件都准备好了，说明这婚事马上就要办。道格拉斯冷哼一声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顺顺利利，必须得赶在所有人前面先下手为强了。现在的局势对道格拉斯非常不利，新闻一出，他彻底陷入了被动。他现在急需一个大动作来打赢这场翻身仗。侍从这时带回了一个深水炸弹，情报局查到了神剑的下落，据说那把剑就沉睡在西边的波西斯特拉海峡。道格拉斯听完愣住了，那地方可是出了名的死亡之海，每年死在巨浪里的人数都数不过来，环境恶劣的简直不像人间。侍从压低声音说：“没错，那里的极端天气很可能就是因为神剑的力量。看来想要拿到这股力量，得先去鬼门关走一遭了。”侍从分析的没错，神剑本身就自带魔法，这把剑现在就是道格拉斯手里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只要能拿到它，他就能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。毕竟这把剑可是正统的象征。卡门之所以一直被质疑，就是因为这把剑失踪了。虽然地方已经找到了，但道格拉斯心里还是直打鼓，偏偏是在那个死亡之海，环境实在是太凶险了。他甚至想过派私兵去拿，可万一这神剑在半路上认了别人当主人，那他这辈子就彻底没戏了。侍从在旁边继续煽风点火，他说：“虽然风险大，但只要神剑到手，朝中那些大臣们自然会乖乖倒向您这边。”道格拉斯心里很清楚，要是真让卡门有了继承人，那他这辈子就彻底没戏了，皇位将永远跟他无缘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，莉安娜还在熟睡，看样子昨晚真是把她累坏了。卡门就这么静静地守在床边，看着她的睡脸，竟然看入迷了，连天亮了都没发现。他甚至在想，要是现在去准备一份爱心早餐，等他醒来一定会很惊喜吧。他轻轻拨开她的发丝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温柔。这种平凡又甜蜜的新婚生活，恐怕也就剩下这么一丁点时间了。只要一回到皇宫，他们就要按照规矩分工而居，除了特定的日子，平时根本见不到面。这种各过各的日子，光是想想就让人头大。所以他格外珍惜现在的每一秒，只想让这二人世界再久一点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了动静，他知道接他们的人终究还是到了。这排场可真够大的。随着一声高呼，帝国的太阳终于平安归来。带头迎接的是罗素伯爵，别看他平时威风凛凛，一见到卡门，那股子戏精劲儿就上来了。陛下您可算回来了，您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卡门也是一脸无奈，这家伙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动不动就想抹眼泪，真是一点伯爵的架子都没有。布莱恩也跟着凑热闹，他说要是陛下再不回来，他恐怕每天都要抱着陛下的斗篷才能睡熟了。虽然嘴上都在开玩笑，但看得出来这帮亲信是真的等急了。卡门当众宣布，波斯汀现在已经正式滑进帝国的兜里了，大家这段时间确实辛苦了。罗素赶紧上前汇报，说已经跟当地的士兵打过招呼了，不过那帮人现在还是一脸懵，根本没反应过来自己怎么睡了一觉就换了国籍。这也难怪，菲利克斯在一旁解释说，这种领主主动带着地盘投靠的事，历史上根本就没发生过。以前想要改国界，那都得靠真刀真枪的打，现在倒好，仗势不消打了，但麻烦事儿一点没少。光是修新的边境围墙就是个大工程，更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交接手续了。卡门指着远处的山脉说，干脆把那座山也划进来。菲利克斯一听头都大了，卡门这一招机讲法用的是真到位。他斜着眼问菲利克斯，难道还有你办不成的事？菲利克斯虽然嘴上说难，但陛下的命令谁敢不听？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大招了。随着一声低喝，脚下的魔法阵瞬间铺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整片大地都在跟着颤抖。菲利克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金色的光芒几乎要冲破天际。紧接着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远处的城墙和山脉竟然像积木一样被强行挪动。这哪里是在划地界，这简直就是移山填海。看着这改天换地的场面，所有人都看呆了。卡门想要的边境线就这么硬生生的被造了出来，这回可把菲利克斯累够呛，头一次干这么大的工程。卡门也是打心底里佩服，要是没这个大地属性的宝贝疙瘩，想这么轻松拿下这片领土，简直就是做梦。城墙虽然已经挪到了新位置，但还有些缺口需要加固。卡门一边安排士兵驻守，一边叮嘱罗素，要是当地居民想回原来的王国，千万别拦着，让他们去留自由。这格局确实没得说，眼看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布莱恩提议该回首都复命了，结果卡门却摆摆手，说自己打算再多留一阵子。这下可把布莱恩整懵了。波斯汀的治安已经稳住了，陛下到底还在担心什么？还是说他另有打算？城墙的事儿刚忙完，罗素就凑过来打听未来的皇后到底在哪。卡门沉默了半天，憋出一句让人喷饭的话，他说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对方压根就不晓得他其实是帝国的皇帝。这话一出，罗素他们几个当场石化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陛下搞这种瞒天过海的地下情？布莱恩在一旁直摇头，说这种平时正经的人谈起恋爱来最容易没脑子。卡门急得赶紧解释，事情真不是他们想的那样。其实卡门最初的想法很简单，他只是为了那把神剑才隐瞒身份潜入王国，打算拿了东西
就撤。谁能想到，在跟卡门相处的日子里，他竟然不知不觉把自己整个人都陷进去了。这帮下属算是彻底玩嗨了，一听说皇帝陛下在谈恋爱，一个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围着卡门就开始疯狂吃瓜，非要听这段浪漫史的后续。卡门被这帮人吵得头疼，直接一嗓子让他们全闭嘴。他严肃地警告这几个家伙，自己是皇帝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卡门知道。罗素这小子还不死心，凑过去嘿嘿一笑，问那他平时都怎么叫您啊？卡门一脸无奈地回答，他一直管我叫卡门大人。闹归闹，布莱恩还是最清醒的一个。陛下，您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跟那位小姐彻底摊牌？卡门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响，他打算等首席大臣一到，就在婚礼现场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彻底公开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就在他憧憬未来的时候，森林里已经出大事了。首席大臣不知道遭遇了什么，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最后直接瘫倒在草地上。一觉醒来，庆室内发现外面全变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夜之间，外面竟然凭空多出了一道高墙。更诡异的还在后面，马车还在，可拉车的马竟然全都不见了。难道是昨晚遭了贼？庆室那急得大喊：“曼雅，你到底在磨蹭什么呢？”庆室内喊破了嗓子，也没人答应。那个形影不离的侍女，竟然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其实这一切全都在安格尔的掌控之中。侍女和马夫早就趁着天黑丢下庆室那溜之大吉了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安格尔掐着点出现了，还假惺惺地问：“你的侍女怎么不见了？”庆室那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完全没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才是整场阴谋的幕后黑手。安格尔主动提出去寻找补给，让他留在原地休息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庆室那还在心里暗自庆幸，安格尔在心里暗自得意。现在侍女和马夫都跑了，他成了庆室那唯一的指望。但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，他真正的目的是彻底骗取这个女人的信任，挖出她身上隐藏的秘密。可怜的庆室那还被蒙在鼓里，一个人坐在那儿生闷气，恨不得把那些背叛他的人碎尸万段。更让他心烦的是，那堵凭空出现的怪墙，偏偏挡在了去皇城的必经之路上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这种荒唐事怎么会让他给碰上，却不知道真正的陷阱早就已经布好了。庆室那猛地想起来了，原著里确实有一个狠角色，那就是帝国的魔法天才菲利克斯。这个男人从出生起就因为天赋太强，被所有人恐惧，大家不把他当人看，只把他当成一件杀人的武器。就在他最孤独的时候，卡门出现了，不仅向他伸出了手，还发誓绝不会让他沦为杀戮的工具。这份救赎让菲利克斯彻底献出了忠诚，他成了卡门最得力的左右手。现在这两个危险人物已经联手来到了这个王国，看来真正的风暴就要刮起来了。庆室那这脑洞一开，简直拦都拦不住。他突然想到，能凭空变出一堵墙的，除了菲利克斯还能有谁？既然是菲利克斯干的，那幕后主使肯定就是卡门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开始自我攻略了。他觉得卡门肯定是怕他回皇城，才故意搞出这么大动静来拦他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占有欲吗？原来卡门以前表现的那么冷淡，全都是在装傲娇，心里其实早就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了。庆室那越想越美，干脆决定就在这儿乖乖等着，看这个害羞的男人待会儿打算怎么收场。莉安娜这一觉睡得真香，可等她走到窗边想透透气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窗外竟然凭空多出了一座城墙，这规模，昨天明明还是一片荒地，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天了？就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，卡门推门走了进来，语气轻松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，还贴心的问他睡得舒不舒服。还没等莉安娜问清楚城墙的事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居然有人在喊卡门吃早饭。卡门这才不好意思的解释，原来他的那帮部下因为太想见见未来的女主人，一大早就带着大部队赶过来了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抓狂了，她觉得自己刚起床的样子简直是形象全毁，根本没法见人。可卡门还一脸深情地说：“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。”莉安娜嘴上说着不信，心里其实早就乱成一团了。她刚想随便抓两把头发就出门，却被卡门一把拦住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男人，竟然主动拿过梳子，要亲手帮他编头发。看着卡门那副熟练的样子，莉安娜都看呆了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人家家里有2个妹妹，这手艺全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这波反差萌真是让人完全没法拒绝。看来莉安娜这辈子注定要被卡门宠上天了。卡门一边细心地编着头发，一边还盯着那根旧发带琢磨，觉得这东西根本配不上莉安娜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要给她换个更漂亮的宝贝了。莉安娜看着镜子里精致的发型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忍不住感叹，这种有人宠着有人梳头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。不过一想到待会儿要见卡门的部下，她又开始犯愁，生怕自己表现不好，赶紧打听那帮人好不好相处。谁知道卡门语出惊人，他说：“你完全不用紧张，那帮家伙你想怎么欺负都行，就算想踩2脚也随你便。”莉安娜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刚想说那可是你重要的部下，卡门就直接深情告白，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对我最重要的。就在这气氛暧昧到极点的时候，外面那个没眼力见的部下突然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卡门大人，饭都要凉了，就算你们新婚燕尔也得出来吃口东西啊！”莉安娜眼看卡门要发火，赶紧拉着他出门打圆场。可一进餐厅，这场面比他想的还要混乱，这乃是吃早饭啊，简直是大型争宠修罗场。罗塞尔自称是卡门的右手，布莱恩马上跳出来说自己才是心腹，两人谁也不让谁。
就在这俩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菲利克斯一脸淡定地补了一刀，说这群笨蛋全是下属，只有自己才是卡门的朋友。这下好了，饭桌直接变成了火药桶。莉安娜看着这帮人闹腾，心里其实有个更大的疑问，她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指着桌上的盘子开了口。大家还以为她要问什么机密，结果莉安娜一脸为难地问：“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？”看着这一桌子的黑暗料理，莉安娜陷入了沉思。这帮部下到底是来见女主人的，还是来投毒的呀？布莱恩一脸淡定地解释说：“大清早过来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所以这顿饭大家决定自己动手。”莉安娜看着桌上这些所谓的爱心早餐，心里简直在滴血。这哪是吃饭啊？这分明是在看生化武器展览。这里面到底放盐了吗？还是说除了面粉和水，你们什么都没加？这帮人绝对是第一次下厨，这饼做出来的质感，估计拿去砸人都能把人砸晕。眼看大家还打算硬着头皮吃，莉安娜终于彻底炸毛了。她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喊一声：“全都给我住手！”莉安娜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些可是卡门的重要客人，总不能真让他们去啃那些像木炭一样的玩意儿吧？她挽起袖子，直接露了一手，那熟练的动作把旁边围观的人全都给看呆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厨艺大佬啊！菲利克斯凑过来，好奇地问：“你这又是在忙活什么呢？”莉安那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在做蛋黄酱，这可是整道菜的灵魂。光吃生蔬菜和干面包，那肯定没滋没味，但只要抹上这层特制酱汁，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。”看着莉安娜把鸡蛋、蔬菜还有刚出炉的薄饼叠在一起，一份香喷喷的特制卷饼就这么诞生了。这下大家总算不用担心早饭会吃出心理阴影了。卡门主动提出要帮忙，莉安娜也没客气，直接给他分派了切菜的任务。这下可把旁边的跟班们急坏了，一个个争着抢着要代劳，生怕累着自家的宝贝大人。莉安娜看着这热闹的场面，干脆给每人都发了一把刀，大家一起动手才最快。看着这群人对卡门这么上心，莉安娜突然意识到，她在家乡肯定也有很多牵挂，难怪苏珊会大老远跑来找她。看来卡门的身份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。莉安娜还在纠结，待会儿怎么跟他聊聊新家的事，结果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非常专业的切菜声。她定睛一看，卡门的刀工竟然这么利索，薄厚均匀的让人不敢相信。莉安娜忍不住问他，怎么连这种细活都会？卡门只是淡淡的说，因为以前特意练习过，原来他一直记着当初有人为他做过的那碗面，所以才想亲手学会，把这份心意传递下去。这番话一出口，莉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心里竟然藏着这么温柔的一面。莉安娜现在看卡门简直自带滤镜，觉得他就是完美的化身，长得帅就算了，性格还这么温柔体贴。就在他沉浸在美色中时，路易斯突然冒了出来，一脸嫌弃的吐槽自家主人，说他看男人的眼光实在太差。更离谱的是，路易斯对着卡门就开始咆哮，命令他立刻放下手里的菜刀。卡门一脸懵，原来这把剑是吃醋了，他根本受不了卡门的手里握着除了他以外的任何刀刃，哪怕是把厨房里的菜刀也不行。莉安娜看着路易斯抓狂的样子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觉得这把剑嫉妒起来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路易斯这一飞，直接成了全场的焦点，卡门的下属们眼睛都看直了，甚至有人想把他带回实验室，好好研究一下这把剑到底是什么构造。好在莉安内的卷饼及时出炉，总算把这尴尬的场面给压了下去。大家看着香喷喷的美食，瞬间把刚才的闹剧抛到了脑后。看着大家围在一起埋头苦干，莉安娜心里暖洋洋的。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，让她感觉像是回到了真正的家。这种久违的烟火气，或许才是她一直以来最想要的生活吧。莉安娜看着眼前的热闹，突然想起前世的自己，那时候总觉得和家人吃饭很烦，甚至还会抱怨菜色不好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卡门看到她这副感慨的样子，心里顿时一阵酸楚。他以为莉安娜是想起了以前在公爵家受过的那些苦。莉安娜一看他这眼神，就知道这男人肯定误会了。她赶紧解释说自己现在过得特别好，不仅找到了天职，还实现了独立，甚至大喊这里才是最棒的。可他越是表现得这么兴奋，卡门和下属们就越觉得他是在强撑着不让自己哭出来。整个饭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懵了，怎么越解释大家反而越难过了。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，她只能指着窗外的围墙强行尬聊。卡门指着窗外告诉莉安娜，那是刚立起来的国境墙。莉安娜这才反应过来，波斯汀现在已经是帝国的地盘了。她祖母这手段确实够硬。不过莉安内的关注点比较奇葩，她第一反应竟然是领土变了，法律肯定也要变。看来又要熬夜重考农业许可证了，这打工人的自觉也是没谁了。更让他纳闷的是，这么高的墙怎么可能一天建好？卡门解释说，这可不是搬砖盖的，而是直接用魔法把旧墙给挪过来的。莉安娜随口回了一句，换个地形挪墙应该挺难的吧。菲利克斯突然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了起来，他激动地控诉那些外行人，总觉得魔法就是变个魔术，其实背后全是海量的计算。莉安娜还在感叹，这王国里会魔法的人真是少得可怜。路易斯一听这话可就不乐意了，立马蹦出来刷存在感，说自己这个魔法结晶不就摆在眼前吗？莉安娜一脸嫌弃地看着他，心想你确实挺神奇，但关键你也不是个人啊。这逻辑直接把路易斯给整沉默了。不过莉安娜突然想起个事，路易斯的名字后面为什么要加个3世？按理说这种头衔都是家族传承，难道剑还能生出小剑来不成？
路易斯这下可神气了，他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个大秘密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他这种有意识的神剑，居然还有2把。莉安娜这下彻底听傻了，这种会说话的极品武器，居然还有兄弟姐妹，那另外2把剑现在又在谁手里呢？路易斯终于揭开了自己的身世，原来当年有一位顶级工匠，用同样的方法打造了一整套神剑，而路易斯就是其中最小的弟弟，所以他才给自己取名叫30。卡门在一旁听得直点头，他说自己在皇室文献里见过这记载，以前一直以为是编出来的传说，没想到正主就在自己眼前。莉安娜听完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这世上还有2把会说话的剑。可路易斯接下来的话却让人心酸，他们虽然是一起诞生的，现在却散落在世界各地，甚至连对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莉安娜看着路易斯，心里突然觉得有点不是滋味，作为亲兄弟却要天各一方，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。他在心里默默许了个愿，希望路易斯以后能有机会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重新团聚，到那时候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寂寞了。莉安娜本来想聊聊家常，随口问了卡门一句，除了亲兄弟姐妹，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亲戚？结果这话一出口，刚才还热闹的餐桌瞬间安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莉安娜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这该不会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吧？她脑子里已经开始疯狂补戏，难道卡门家里出过什么惨案？卡门说自己确实还有一个叔叔。旁边的布莱恩脸色一沉，直接把话挑明了，那个叔叔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而是一个贪得无厌的野心家，整天就盯着卡门手里的权力，恨不得把一切都抢过去。原来卡门非要找回神剑，是因为他那个叔叔在背后搞鬼，到处散布恶毒的谣言，说神剑之所以会消失，是因为卡门根本没有继承资格。莉安娜听得直翻白眼，心想每个家族都有这种不靠谱的长辈，卡门家这个叔叔更是极品中的极品，难怪路易斯当初要离家出走，摊上这种家属谁受得了啊？不过莉安娜还是轻声安慰卡门，既然现在路易斯已经回来了，那些流言蜚语应该就能平息了，卡门也能稍微松一口气。卡门看着眼前的莉安娜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希望如此，毕竟他心里清楚，只要那个叔叔还在，麻烦就永远不会真正结束。莉安娜看着卡门和路易斯，心里默默的为他们祈祷，希望这2个命运多舛的家伙最后都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刚才气氛还挺沉重，结果罗塞尔在那儿闷头狂吃，菲利克斯都看不下去了，让他悠着点，别光顾着吃，正聊正事呢。罗塞尔嘴里塞得满满当当，还不忘给莉安那点个赞，只夸这三明治做得太绝了。莉安娜被夸得心里美滋滋，赶紧招呼大家管够吃。聊着聊着，莉安娜突然想起了苏珊，说她以前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吃这一口。罗塞尔顺嘴打听起苏珊的近况，听说她在领主府过得挺滋润，罗塞尔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他说苏珊从小就是个捣蛋鬼，精力旺盛的让人头疼，有一次甚至趁他不注意往他的茶杯里塞了一只毛毛虫。莉安娜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操作也太离谱了吧。不过这也提醒了莉安娜，既然这三明治这么受欢迎，下次也得给苏珊带一份过去，好东西当然要大家一起分享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莉安娜这边刚提到苏珊，苏珊就风风火火地破门而入，一进门就大声嚷嚷，质问大家是不是在背着她偷偷聚餐。莉安娜一脸无奈，原来今天早上她刚提了一句，昨晚是在新房住的。苏珊还没听完，就兴奋地满屋子乱窜，非要跑过来打听2人的八卦。莉安娜赶紧招呼她坐下吃早饭，可刚才还兴致勃勃的苏珊，在看清餐桌旁坐着的人之后，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，一脸嫌弃地表示自己绝对不要坐在那个男人旁边。莉安娜还没反应过来那个男人是谁，罗塞尔已经笑眯眯地站了起来，主动跟苏珊打起了招呼。看这架势，罗塞尔刚才说的毛毛虫事件，恐怕只是他们之间恩怨的冰山一角。苏珊指着罗塞尔的鼻子问：“你这个像熊一样的男人，不在边疆好好待着，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”没想到罗塞尔脸皮厚得可以，不仅一点没生气，反而笑眯眯地凑过去问：“说他像熊，是不是在夸他长得可爱？”这一来一回的互动，把旁边的莉安娜看得眼睛都直了，这反应绝对不正常，这2人之间肯定有猫腻。就在气氛最尴尬的时候，苏珊竟然拎着铲子冲了出来，张口就问今天有没有地要挖。这话题转得也太离谱了，谁能想到堂堂贵族小姐苏珊居然靠挖的来解压，甚至还被夸是天生的劳动者。卡门赶紧叮嘱她挖地要专业，还得跟着莉安娜好好学学。这画风真是越来越跑偏了。苏珊现在对挖地这件事那是相当有自信，甚至自封为挖掘大师，谁劝都不好使。罗塞尔倒是一点不嫌弃，还在旁边一本正经的搭腔，说这种虫副运动能练肌肉，结果直接被苏珊给怼了回去。眼看苏珊非要一个人去干活，莉安娜在后边急得不行。就在这时，罗塞尔主动站出来要当护花使者。虽然苏珊嘴硬说自己很强，根本不需要别人保护，但罗塞尔这体型往那一站，安全感简直直接拉满。看来这一趟挖地之旅，活儿能不能干成不知道，但这2人的火花怕是要藏不住了。莉安娜这爆米花算是没白准备，这出戏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她还是头一次见到苏珊对谁这么上心，赶紧向卡门打听苏珊和罗塞尔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。结果布莱恩一开口，直接扔了个深水炸弹，原来罗塞尔竟然是苏珊的初恋。这消息差点没把莉安娜给送走。不过这段感情还没开始，就直接画上了句号，因为罗塞尔那个木头疙瘩满脑子除了练剑
还是练剑？莉安娜已经在脑补苏珊当年告白被拒的惨状了，光是想想都觉得扎心，这得鼓起多大勇气啊！可卡门这个直男居然觉得苏珊那时候还小，告白肯定也就是闹着玩，根本没往心里去。这话一出，莉安娜和路易斯直接炸毛了，联手吐槽卡门，说他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。其实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不是真的动了情，苏珊现在也不会这么别扭。这份感情搞不好一直就没断过。看着远处那两个人的背影，莉安娜觉得这次牧场之行的独处，没准儿就是他们关系的转折点。既然戏台子都搭好了，莉安娜赶紧招呼大家出发。毕竟吃完这顿丰盛的早餐，接下来的好戏才刚要开场。莉安娜现在心里跟猫抓一样，虽然牧场那边还有正事要办，但苏珊和罗塞尔的八卦，她是真的一秒钟都不想错过。就在她左右为难的时候，路易斯这把工具剑凑了上来，主动请缨要当他的眼线，去现场帮他盯着那两人的动静。这提议简直说到了莉安娜心坎里，她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立刻反应了过来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远程监控吗？莉安娜也是个行动派，二话不说抓起路易斯，使出全身力气，直接把他朝着八卦现场扔了过去。莉安娜这下可兴奋坏了，对着飞出去的路易大声叮嘱，一定要把看到的听到的原封不动地带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气氛可就完全不同了。苏珊和罗塞尔并肩走在小路上，谁也没先开口说话，最后还是罗塞尔打破了沉默。这久违的独处时刻，让空气中都透着一丝尴尬，不知道接下来的对话会不会让当年的遗憾有个结果。说起罗塞尔这个人，他可是卡门最信任的骑士，虽然是平民出身，但从小就跟着卡门做事，跟苏珊也算是青梅竹马。苏珊现在回想起来，小时候自己可没少折腾他，整天骑在人家肩膀上撒欢，甚至胆小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还得赖着罗塞尔陪在身边。就在苏珊沉浸在回忆里时，罗塞尔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发现后面有个东西鬼鬼祟祟的，仔细一看，那不正是莉安内的魔剑路易斯吗？苏珊也觉得纳闷，这把剑平时跟姐姐形影不离，怎么今天突然转性了，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他们？难道是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？不过路易斯这一搅和倒也不是全无坏处，苏珊心里暗自窃喜，因为这一路上罗塞尔终于肯正眼看着他说话了。罗塞尔微笑着走上前，客客气气地问候了一句殿下。这生疏的称呼让苏珊一下子想起了很多往事，尤其是罗塞尔眼角那道伤疤，那是他小时候为了救苏珊才永远留下的印记，也是苏珊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。罗塞尔倒是没想那么多，还像以前那样挠着头憨笑，求苏珊别再用敬语跟他说话，觉得这样实在是太别扭了。可苏珊只是低声骂了一句笨蛋，她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要故意保持距离，因为她不想再让自己误会了。既然当初已经拒绝了他的感情，现在就不该再表现得这么温柔。苏珊拼命想要划清界限，就是怕自己会再次自作多情。苏珊现在心里乱成了一团麻，看着眼前的罗塞尔，她甚至连自己的真实想法都已经快要搞不清楚了。不过另一边的气氛可就完全是两个画风了。莉安娜看着这片大农场，简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菲利克斯笑着介绍说，这地方看着大，但对他来说其实刚刚好。平时除了种地和打理果园，他最上心的就是这些奶制品。虽然偶尔会有工人帮忙打扫，但大部分活儿他都亲力亲为，毕竟为了那口新鲜的牛奶和奶酪，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。莉安娜一听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整个人瞬间就来了精神，拉着大家就往奶牛棚里钻。看来今天的农场之旅才刚刚进入正题，莉安娜这回是真打算让这帮贵族体验一下生活。她一边熟练地示范挤牛奶，一边讲解着其中的门道，这架势看着比专业农夫还专业。可菲利克斯却一脸嫌弃，觉得这些动物又臭又脏，死活都不肯伸手去碰，甚至还想找借口直接溜走。布莱恩在旁边冷不丁补了一刀，提醒他早上吃的那些鸡蛋可全都是从动物身上来的。这下菲利克斯没话说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蹲下尝试。谁能想到刚才还满脸写着拒绝的人，一上手竟然停不下来了。他发现这种简单的重复劳动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解压感。莉安娜笑着告诉大家，这就是农活最迷人的地方，虽然看着都是些琐碎的小事，但亲手收获成果的那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。布莱恩好奇地问，是不是从小就梦想开农场？莉安娜却摇了摇头，说自己亲手干这些粗活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事，当初钻研农业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情怀，纯粹是因为在乡下太无聊，而且再不种的就要饿死了。那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红薯，为了能把这些红薯吃出花样，他才不得不动用了毕生所学。谁能想到这一动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布莱恩听完也忍不住感叹，书本上的知识再多也抵不过亲手挖一次土，这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确实是坐在书房里体会不到的。以前他总觉得陛下待在这里是受罪，现在才发现这种挥洒汗水的日子其实更有尊严。卡门这会儿正抱着大捆干草，满头大汗地问莉安娜该放哪。莉安娜一边指挥一边总结，不管是做饭还是务农，只要你肯花心思去钻研，这一天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。菲利克斯这回是彻底反思了，以前总觉得平民不爱读书，所以入学率才那么低，看来这种想法简直太天真了。在那种环境下，光是维持生计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哪还有心思去搞什么学问？这种生存的压力确实不是坐在高位的人能想象的。莉安娜看准时机，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，说她刚好有个绝妙的商业点子，能帮大家省下大把的时间，问菲利克斯想不想听听。他信心满满地宣布，他的新项目就是预制菜生意。
莉安娜发现这里的饮食习惯太单调了，大家天天就是面包配沙拉，不是不想吃好的，而是复杂的菜谱根本没人愿意学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把做菜变得像拆快递一样简单，那生意不就来了吗？他想出的绝妙主意就是搞这种半成品预制菜，菜切好了，酱料配好了，只要打开包装下锅就行。莉安娜越说越兴奋，觉得这绝对能省时省力还不浪费。可看着他这股狂热劲儿，卡门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生意真的能像他想的那么顺利吗？莉安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这种机密直接告诉他真的好吗？他以前好歹也是公爵家的千金，竟然对这些魔法遗产一无所知。原来卡门手里还握着王牌，他透露帝国各大城市其实都有传送阵，那是古代大法师留下的黑科技，能让物资瞬间跨越千里。不过这种技术因为怕被用于战争，一直被皇室列为最高机密，普通人根本连听都没听过。看来这个帝国的底蕴远比他想象的要恐怖得多。既然连传送阵都有，那皇室手里肯定还垄断了更多威力惊人的魔法道具。这门生意做下去，接触到的恐怕就不只是钱了，而是这个世界最核心的秘密。莉安娜总算看明白了，王国之所以对圣女这么痴迷，是因为除了魔法，神圣力量就是唯一的底牌。说白了，这个世界的所有设定其实都是在给庆世娜这个主角铺路，所有的光环都得围着她转。不过这些都跟莉安娜没关系了，她现在只想搞钱，当个清醒的局外人比什么都强。回到农场，卡门已经开始操心生意了，又是问什么时候开工，又是问第一批要产多少。霍莉安娜心里早有盘算，得先根据收成把账算清楚才行。看着卡门这么卖力的想帮忙，莉安娜心里也踏实了不少，有这么靠谱的合伙人，这波创业稳了。庆世娜这下是真的崩溃了，虽然坐的是皇家马车，但连着几天在野外露营，不能换衣服，也不能洗澡，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。他翻了翻兜里那点钱，听说村子里有家旅馆，可这点碎银子够住几天？庆世娜越想越气，那些言情小说里全是骗人的，说好的女主角随便卖个首饰就能发财，可这荒郊野岭的，她上哪找买家去？他转头就开始冲安格尔撒火，埋怨安格尔一点都不体贴，明明知道她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竟然只准备了干粮和水，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安排。安格尔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。庆世娜正走着路呢，突然脚下踢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差点没把魂给吓飞了。草丛里竟然横着一个大活人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会有人晕倒在这？庆世娜第一反应就是想打报警电话，可话到嘴边才反应过来，这鬼地方哪来的911啊？他急得在原地直打转，最后只能壮着胆子随手捡起根小木棍，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对方。他小声试探着问：“喂，你还活着吗？”就在庆世娜试探的时候，那只手突然猛地一抬，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。庆世娜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阿诺虚弱地挤出几个字：“我好饿。”这下庆世娜彻底炸毛了，这台词，这力道，这不就是活脱脱的丧尸吗？他吓得魂飞魄散，一边尖叫着喊救命，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拔腿就跑，那速度快得连影子都看不见。看着庆世娜跑远，阿诺这才慢悠悠地坐起来，虽然肚子还饿着，但他的心思已经不在食物上了。他盯着庆世娜消失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这个奇怪的女人身上竟然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气息。看着莉安娜的农场越来越红火，苏珊也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，只要能把这片荒地开垦出来，她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罗塞尔看了看脚下的土质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，这儿到处都是碎石块，种子根本扎不进土里，种什么死什么。苏珊听完不但没泄气，反而眼神里全是干劲。既然是因为石头多，那把它们全搬走不就行了？苏珊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，既然姐姐喜欢种菜，那她就要种满园的鲜花，像祖母当年种的龙舌兰一样漂亮。罗塞尔却给她泼了盆冷水，直言种的这活儿可不是大小姐闹着玩的。苏珊一听就炸毛了，谁说她干不好？罗塞尔无奈地蹲下身子，建议他先从一小块地试起，还透露了一个秘密，他其实是平民出身，从小就在地里摸爬滚打。听到出身这2个字，苏珊突然愣住了，她想起在那些流言蜚语里，罗塞尔过得并不容易，那些自诩高贵的骑士们总是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觉得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根本不配穿上这身帝国军装。看着罗塞尔默默干活的背影，苏珊心里五味杂陈，在这个看重血统的世界里，他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苏珊看着罗塞尔平静的样子，心里却一阵阵发酸，能把那些被歧视的往事说得这么云淡风轻，他以前到底受过多少委屈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铲子下突然传来了清脆的响声。苏珊低头一看，土里竟然冒出了几个圆滚滚的小东西。他好奇地捡起来端详，这玩意儿长得奇奇怪怪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苏珊琢磨着，这该不会是生姜吧？得赶紧拿去给莉安娜姐姐瞧瞧。没想到这荒地里还藏着宝贝，两人越挖越起劲，刚才那点沉重的话题全被抛到了脑后，满脑子都是开荒的乐趣。罗塞尔看着苏珊干活的利索劲儿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本以为这位大小姐会细皮嫩肉受不了，看来是她下操心了。苏珊听完却停下了手里的活儿，歪着头看向罗塞尔，语气里带了一丝调皮。那要是我真的受伤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罗塞尔温柔地摸了摸苏珊的头，笑着说，要是她真的受了伤，自己肯定会抱着她一路狂奔，因为在他心里，苏珊比任何人都珍贵。这突如其来的情话让苏珊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可她很快
就清醒了过来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别说这种不走心的话。”罗塞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苏珊就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既然口口声声说她珍贵，那当初为什么要拒绝他的告白？这个问题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了罗塞尔心上。刚才还暧昧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罗塞尔低着头，说自己年纪太大，身份又卑微，根本配不上高贵的公主。他甚至还想退而求其次，说就算做不成恋人，也会以忠诚的身份一辈子守在苏珊身边。苏珊听完肺都要气炸了，直接骂他是个大笨蛋。他费尽心思告白，难道是为了听这些废话吗？他一把拽住罗塞尔的衣领，眼神里全是火气。谁稀罕被你当成公主供着？还没等罗塞尔反应过来，苏珊直接吻了上去，用最霸道的方式告诉他，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守护。亲完之后，苏珊这下彻底慌了神，她一边没命的往回跑，一边头也不回的大喊：“剩下的烂摊子你自己收拾吧！”罗塞尔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半天都没缓过劲来。刚才那霸道的一吻，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。一直躲在旁边的路易斯，这下可算是开了眼了。他兴奋的满地找牙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大新闻！这把大嘴巴神剑一出马，估计明天全天下的人都要知道这个惊天大瓜了。”忙活了一大圈，莉安娜总算能歇口气了，正打算给大伙准备午饭，他的专属监控器就飞回来了。路易斯扯着嗓子大喊，说自己撞见了不得了的大新闻，那两人约会的场面简直甜得让人没眼看。莉安娜赶紧把他拽进屋里，这八卦可不能让外人听见。他一脸不可思议，难道苏珊和罗塞尔先生真的已经背着大家在一起了？路易斯拍着胸脯保证，这绝对是双向奔赴。路易斯压低声音说，苏珊刚才直接强吻了人家，然后红着脸转头就跑了。这剧情越想越不对劲，难道是什么身份悬殊的禁忌之恋？莉安娜越琢磨越兴奋，感觉自己正在追一部现实版的豪门狗血剧。路易斯提议去当个神助攻，莉安娜却有点犹豫，万一帮了倒忙怎么办？结果路易斯一脸嫌弃，说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临门一脚，亲上了。莉安娜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他抓起路易斯一顿猛摇，急着问罗塞尔有没有追上去。结果路易斯叹了口气，说那男的跟石化了一样，就那样愣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这下莉安娜更坐不住了。苏珊一个女孩子主动玩还没得到回应，现在肯定躲在哪偷偷抹眼泪呢。这种时候最需要人陪。莉安娜拎起篮子就往外走，既然成了人家的新姐姐，这种关键时刻必须得去给妹子撑腰了。莉安娜这下是动真格的了，她跨上篮子，让路易斯赶紧在前面带路，非要把躲起来的苏珊给找出来。路易斯刚才还拍着胸脯自吹自擂说是天才导航，结果还没走两步，这货就开始在原地打转了。莉安娜累得够呛，看着路易斯那副心虚的样子，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。这家伙该不会是个路痴吧？路易斯这才说了实话，刚才光顾着吃瓜太兴奋，看完青青就直接飞回来报信了，压根没注意苏珊往哪跑了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无语了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找了半天也没见着人。莉安娜正打算打退堂鼓回家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差点被草丛里伸出来的腿半个跟头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还躺着具尸体？莉安那下的魂都飞了。这地方治安一向挺好，真要出了命案，领主祖母非要把凶手劈给扒了不可。她壮着胆子凑近一看，还好这人腿还动了一下。莉安娜赶紧蹲下身子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还活着吗？”结果对方缓缓睁开眼，那副虚弱又美得惊人的样子，让莉安娜当场愣住了。阿诺声音沙哑的回了一句：“我一点也不好。”刚才还半死不活的阿诺，一看到莉安娜篮子里的牛奶，两只眼睛瞬间放光，这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。他直接扑上来追问：“你是不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天使？”莉安娜整个人都麻了，这哪是什么高冷美男，这分明是只饿疯了的大型犬吧？他还在纠结这牛奶是给苏珊的，结果阿诺已经开始装可怜了，说自己好几天没吃过一口饭。看着他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莉安娜最后还是没能狠下心，算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他把牛奶递了过去，心想这下苏珊的份只能再想办法了。阿诺接过牛奶，一边喝一边还不忘送祝福，那副心满意足的模样，让莉安娜总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不得了的麻烦坑里。莉安娜看着阿诺那副狼吞虎咽的样，忍不住吐槽他有功夫在这给人送祝福，不如先保佑自己别被饿死。谁知道阿诺喝完牛奶，抹了抹嘴，突然冒出一句谢谢你，异世界来的少女。莉安娜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顺口就应了一声，结果下一秒她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满脑子都是问号，这哥们刚才叫她什么？莉安娜不死心的又问了一遍，结果阿诺一脸淡定，清清楚楚的重复了那5个字。这下莉安娜彻底坐不住了，她穿越者的身份可是最高机密，这荒郊野岭捡来的男人怎么可能一眼就看穿？莉安娜一把揪住阿诺的衣服，急得嗓门都变了调，质问他到底是谁，又是从哪看出来的证据。阿诺却只是微微一笑，那个眼神仿佛已经看透了一切。刚才还语出惊人的阿诺，这会儿突然开始耍无赖了，往地上一瘫，非说自己饿得没力气说话。莉安娜气得直跺脚，刚才拆穿我身份的时候，你不是挺有精神的吗？莉安娜也是心软，看他那副可怜样，干脆决定带他回家吃顿热乎的。结果走在路上，阿诺又开始神神叨叨，说能看到莉安内的前世，还一口咬定他来自另一个世界。莉安娜这下彻底清醒了，刚才还被他吓得够呛，现在怎么看都觉得这根本就是个江湖骗子啊！她甚至开始后悔自己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，才会把这种来路不明的人往家里领。
莉安娜悄悄跟身后的路易斯商量，要不咱们趁他不注意，直接撒丫子跑路吧。结果这把神剑倒是一脸淡定，直接拒绝了莉安娜的提议。路易斯这把神剑平时嘴碎，但这会儿却难得严肃起来。他感觉到阿诺身上竟然有一股神圣的加护力量，这让莉安娜也跟着纳闷，这捡来的神棍难道真有大来头？还没等莉安娜琢磨明白，阿诺突然凑了过来，盯着路易斯两眼放光，非说这把剑长得太特别，伸手就要去摸，吓得路易斯当场尖叫：“离我的身体远一点！”谁知道阿诺不仅没收手，还开启了毒蛇模式，嘲笑路易斯的手腕太纤细，看着比女孩子还要弱不禁风。路易斯哪受过这种气，气得在半空中直打哆嗦，半天憋不出一句反击的话。关键时刻还是莉安娜护犊子，她一把将路易斯拦在身后，笑着告诉阿诺，路易斯可是他最珍贵的家人，性格敏感得很，不喜欢被陌生人随便乱碰。这一番霸气表白可把路易斯感动坏了。阿诺这个白眼狼喝完牛奶就开始翻脸不认人，吐槽莉安娜把一把剑当家人，简直是疯了。莉安内气的直接对回去，白喝了我的奶还这么多废话，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，卡门突然从后面走了过来，说半天没见着莉安娜，正打算去城堡找她呢，结果这一抬头正好跟旁边的阿诺撞了个正着，空气瞬间就安静了。阿诺盯着卡门，嘴巴一张就要喊出陛下两个字，卡门反应那叫一个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直接给阿诺来了个锁喉封口。卡门一边假装热情的打招呼，一边在阿诺耳边咬牙切齿，警告他把嘴闭严实了，千万别暴露自己皇帝的身份。看着卡门那副要杀人的架势，莉安娜整个人都傻了，赶紧问他是不是认识这个怪人。卡门脑子转得飞快，一边死死勒住阿诺的脖子，一边胡编乱造说，这位可是专门来主持婚礼的阿诺神父。莉安娜听完下巴都快掉了，在他印象里，神父不都应该是庄严神圣的吗？眼前这位被勒得翻白眼，还满脸写着不靠谱的家伙，怎么看都跟神职人员不沾边啊！莉安娜尴尬的解释，说自己是在路边捡到这个饿死鬼的。布莱恩也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说这位神父平时就喜欢追求自由，性格确实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好不容易等卡门松了手，阿诺总算捡回一条命。莉安娜虽然心里还在犯嘀咕，但还是礼貌的伸出手，重新介绍自己叫莉安娜。阿诺这嘴简直是开了光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他盯着莉安娜，突然问了一句，你是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？莉安娜吓得当场尬笑起来，心里恨不得拿针线把他的嘴缝死。可阿诺根本没意识到危险，转头就开始暴露饭桶本色，嚷嚷着肚子饿得不行，问饭到底什么时候能做好。莉安娜和卡门对视一眼，眼神里全是杀气。这神棍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，估计今晚就要横着出去。谁知道阿诺不仅不收敛，还玩起了卑微威胁。他说要是再不给饭吃，自己饿极了，可能什么都会往外说。这一句话直接让莉安娜和卡门炸毛了，这乃是神父啊，这分明是个敲竹杠的无赖。看着两人紧张的样子，阿诺反而笑得更灿烂了。他拍着手表示，既然大家这么有诚意，那今晚的晚餐起码得安排个战斧牛排吧。莉安娜站在旁边，听得整个人都麻了。在这个不信神的帝国里，神殿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，不仅没人捐款，甚至连基本的开销都快付不起了。身为财务官的雷托看着账本上的赤字，简直要疯了。他冲进办公室想找阿诺商量，结果呢，这位大祭司早就溜得没影了。就在这时，皇宫那边突然传来消息，原本属于王国的领土竟然被帝国给强行吞并了。雷托看着手里的公文，心里那股火彻底压不住了。平时一分钱不给，打仗了倒想起神殿来了，这回谁来求情都没用。在战场上，高阶祭司的治愈术就是保命符。按理说，帝国刚吞并了新领土，神殿应该忙得脚不沾地才对。可奇怪的是，雷托翻遍了记录，竟然连一个伤员的救治请求都没收到。这仗打得也太安静了。随从也觉得纳闷，难道对方连抵抗都没抵抗，就直接把地盘拱手相让了？这根本不符合逻辑。雷托盯着公文，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卡门那张笑脸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那个男人心思比狐狸还要精，看来这片领土早就被他用某种手段吃干抹净了。这封皇室来信简直离谱，皇帝放着首都的大礼堂不用，非要跑去刚吞并的偏远村庄办婚礼。雷托怎么想都觉得这皇帝怕不是脑子进水了。随从倒是一眼看穿了真相，这分明是想赶在公爵干预之前赶紧把婚事给办了，甚至还想拉大祭司过去当证婚人，好让这门亲事彻底板上钉钉。雷托一听立马来了精神，既然皇室这么焦急，那正好是神殿翻身的好机会，必须得趁机狠狠敲上一笔，把之前的亏空全补回来。他正盘算着怎么开价，结果随从盆冷水泼了下来。阿诺那个不省心的家伙，一听说有热闹看，早就已经拎着袍子跑没影了。雷托这下彻底傻眼了，本想靠这桩婚事发个财，谁能想到自家老大竟然是个倒贴都要去凑热闹的货。这神殿的账本看来是彻底没救了。莉安娜为了招待阿诺，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可看着锅里那团黑乎乎的液体，阿诺心里直打鼓，这顿饭真的能平安下肚吗？另一边，莉安娜也没闲着，她正愁做黄油太费劲，转头就盯上了旁边的卡门。堂堂帝国大将就这么被他三言两语忽悠去干体力活了。卡门还挺得意，觉得自己这一身力气总算有了用武之地。莉安娜在旁边笑得像只小狐狸，嘴上夸着大家真可靠，心里指不定在打什么鬼主意。看着这群身份显赫的大人物竟然在小村庄里为了顿饭忙活，这场面真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。
谁能想到，堂堂一把有自我意识的神剑路易斯，为了讨好主人，竟然主动请缨要帮忙。莉安娜也是真敢想，直接问他能不能变个压尼气使使。路易斯虽然愣了一下，但为了面子还是豁出去了。唰的一声，真就变成了一个圆孔压尼器。这操作把旁边的奥雷利亚都看傻了，神剑竟然还有这种隐藏功能。有了神剑助攻，红豆沙很快就压得细腻软糯。莉安娜趁热把面包切开，抹上厚厚的红豆泥和黄油，大功告成。今天的午餐就是红豆黄油面包。莉安娜正得意地展示成果，结果围观的几个人全愣住了，看着面包里那层黑乎乎的东西，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：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莉安娜拿着黑乎乎的红豆面包，极力向大家推销，这可是异世界的神秘美食，虽然看着卖相一般，但味道绝对能让人惊掉下巴。大祭司阿诺第一个带头试吃，本以为只是客气一下，结果刚咬一口，整个人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这甜而不腻的口感，简直就是一场舌尖上的革命。莉安娜在旁边得意坏了，这可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做出来的，不仅要熬红豆沙，还得纯手工疯狂搅拌黄油，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奢侈美味。奥雷利亚和布莱恩也顾不上形象了，抓起面包就开始狂炫。谁能想到这黑乎乎的东西吃起来竟然又香又甜，刚才的嫌弃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。看着大家吃得这么开心，莉安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只有卡门在一旁若有所思，毕竟这黄油是他亲手搅出来的，胳膊到现在还酸着呢。他已经在琢磨能不能找个什么东西来代替人工了。莉安娜还在那儿认真科普，说平民想吃点油水有多不容易，只能靠没日没夜的搅和黄油。卡门在一旁听得直皱眉，终于意识到自己以前想的太简单了。莉安娜倒是大方，打算把剩下的红豆沙分给邻居们，还要变着花样做红豆粥和拿铁。阿诺一听有吃的，立马像个小尾巴一样缠了上来，吵着闹着还要再来一份。就在这时，卡门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，直接挡在了莉安娜身前。他冷着脸甩出一句话：离别人的妻子远点，别在这儿动手动脚。这一声妻子直接把莉安娜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阿诺都小声嘀咕着，大老远把人请到这穷乡僻壤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谈恋爱？卡门这献殷勤的劲头真是让人猝不及防。听说莉安娜要去给祖母送面包，他二话不说抢过篮子就要代劳。莉安娜还没反应过来，手里的活儿就没了，光自己走还不算完，卡门反手就抓住了想留下来蹭饭的阿诺。阿诺还惦记着那口红豆粥呢，结果卡门一个眼神瞪过去，语气里全是威胁：你必须跟我一起走。阿诺没办法，只能一边叹气一边跟着。两人走在林间小路上，阿诺感慨说，自从卡门当上皇帝之后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私下见面。卡门脸上的笑意淡了不少，他说这皇位可不好做，为了稳固政权，这些年他几乎推掉了所有社交，每天都在尔虞我诈里打转，根本没机会找老朋友叙旧。看着卡门若有所思的样子，阿诺也沉默了。谁能想到在外人眼里风光无限的皇帝，背地里为了守住这个位子，竟然付出了这么多代价。这平静的表象下，其实早就暗流涌动了。阿诺看着卡门，忍不住调侃说，他最近这脸蛋红润了不少，看来未来的皇后娘娘做饭确实真有一手，第一次做这种异世界料理，就能把皇帝的胃给抓得死死的。卡门听了这话，虽然嘴上说着嫌弃，但表情明显有些不自然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，问阿诺为什么不打听一下，他为什么要隐姓埋名躲在这里。阿诺倒是活得通透，他摆摆手说，咱们的关系还没到那份上，谁还没点不能说的秘密？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也没必要非要刨根问底。可等卡门转过身去，阿诺的眼神瞬间就变了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藏着秘密的可不止皇帝一个人。莉安娜那些夸张的反应，还有那些闻所未闻的奇怪菜名，这一切串联在一起，绝对不可能是单纯的巧合。阿诺在心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，在这个地方竟然同时存在两个从异世界穿越过来的人。阿诺推门进来，发现莉安娜竟然一个人躲在厨房，正忙着摆弄新鲜牛奶。一听说要做里科塔奶酪，这位祭司的眼睛都亮了，恨不得马上就能吃上一口。莉安娜可没打算白送，谁会把辛苦做好的奶酪分给一个性格古怪的祭司？没想到阿诺早有准备，直接掏出一瓶高级香醋。谁能想到堂堂神庙竟然沦落到要靠卖醋维持生计？阿诺无奈的解释，因为帝国根本不给拨款，祭司们也得干活吃饭。莉安娜听完反而笑了，在她看来，百姓不需要求神拜佛，恰恰说明这个国家日子过得好，大家心里没那么多愁事。这想法简直和卡门如出一辙。这位陛下曾经就说过，如果信徒太多，说明百姓已经走投无路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险。莉安娜看着眼前的祭司，觉得他和卡门在某些地方简直像得离谱，都是那种骨子里透着正直的人。不过这种严肃的气氛还没维持3秒钟，阿诺又开始推销他的香醋，毕竟配上刚做的奶酪，那才是真正的绝配。虽然嘴上说着不要，但听到这香醋酸甜的滋味，莉安娜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毕竟她手里握着大片葡萄园，正愁没机会酿出顶级的基底酒。最后她还是心软了，答应分给阿诺一点奶酪。这位祭司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赶紧凑到锅边盯着看。莉安娜一边搅拌一边科普，只要在加热的牛奶里加点盐和醋，神奇的变化马上就会发生。这种纯手工的美味可不是到处都能见到的。阿诺看着锅里的变化，忍不住开始吐槽，那些禁止加工食品的教义简直就是老古董在胡闹。食物经过烹饪，明明已经变成了全新的艺术品。
阿诺还在抱怨神庙的破规矩，明明自己就在卖香醋，祭司却被禁止吃加工食品，除非是信徒亲手送的。就在这时，这位祭司的肚子竟然不争气的响了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，刚才明明吃了那么多面包，怎么转头就又饿了？阿诺顺势开始装可怜，说自己平时根本吃不到好东西。莉安娜这下彻底误会了，以为堂堂大祭司竟然穷到吃不饱饭，当即拍胸脯保证，只要在波斯汀1天，就绝对不会让他饿肚子。阿诺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为了报答这份长期饭票，他决定给莉安娜一个特别的谢礼。随着阿诺握住她的手，一股神圣的力量瞬间爆发，莉安娜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，仿佛有无数温暖的能量正顺着指尖流向全身。莉安娜感受着体内流动的能量，这种感觉和以前在皇宫完全不同，不仅温柔，甚至还带着一丝甜意。就在两人沉浸在神圣氛围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动静，罗塞尔竟然找了过来。他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很差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吃的。莉安娜一看他这副模样，心立刻就软了，赶紧拿来面包让他垫垫肚子。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估计为了找人连饭都顾不上吃。阿诺在一旁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刚才自己想吃口奶酪还要被嫌弃，怎么换成这个男人？莉安娜就变得这么温柔。他气得当场跳脚抗议，凭什么对他这么好？莉安那头也不回的对了一句，因为你刚才确实什么都没干。阿诺直着还在埋头苦吃的罗塞尔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合着这家伙除了吃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啊。莉安娜赶紧给罗塞尔介绍，说这位是主持婚礼的阿诺神父。罗塞尔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就会招来什么奇怪的诅咒。可旁边的路易斯根本坐不住，这把剑简直比八卦大妈还兴奋，一直催着莉安娜问正事，非要打听罗塞尔亲完之后到底还发生了什么。莉安娜被吵得头都要炸了，这种事哪是能随便问出口的？眼看罗塞尔一脸疑惑的盯着看，他只能尴尬的打圆场，说这把剑指是在即兴跳舞。阿诺在一旁看得直摇头，感叹神的力量真是深不可测，竟然能让一根铁条拥有这种性格。莉安娜顺口解释了一句，说她可是得到了丰饶之神的祝福。结果莉安娜一个没留神，竟然把神的名字给念错了。路易斯这下彻底炸了毛，整个剑身都开始疯狂颤抖，这可是原则问题，绝对不能忍。阿诺笑着摆摆手，说念错名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说现在的神早就没法引发奇迹了，不过是一群被遗忘的影子。莉安娜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心想作为侍奉神灵的祭司，这评价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？难道像路易斯这样拥有力量的剑，在神眼里也毫无意义吗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路易斯就因为被无视而闹起了脾气。就在这时，罗塞尔突然捂着脸叫了一声，莉安娜赶紧凑过去看是怎么回事。罗塞尔指着脸上的淤青，一脸尴尬。路易斯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那是吻痕，还非说是刚才撞出来的。”莉安娜瞬间无语，这家伙恢复的也太快了。阿诺显然对这种八卦更感兴趣，他盯着罗塞尔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像你这么帅的骑士，难道就没考虑过结婚的事吗？”面对突如其来的催婚，罗塞尔显得有些局促。他解释说自己一直忙于工作，这才错过聊结婚的最好时机。其实他心里也并不急着成家。莉安娜在一旁默默观察，心想如果他只是没遇到合适的，自己还能帮着撮合一下。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分明是心里藏着什么人。罗塞尔突然提到了身份问题，他说自己虽然现在是个骑士，但骨子里其实是个平民，而他知道莉安娜曾经是贵族，这种阶级的鸿沟一直横在他心里。莉安娜这下终于反应过来，难道她之前拒绝别人的表白，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份不够？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，才是她关上心门的真正原因。罗塞尔低声承认了，曾经确实有一个让他心动的人，但对方的地位实在太高，那份感情对他来说太沉重了，沉重到他只能选择彻底放下。罗塞尔还在感叹现实的残酷，说平民出身的骑士在贵族眼里根本没有地位，这种身份带来的自卑感让他始终不敢跨出那一步。莉安娜在一旁听得干焦急，她小声跟路易斯商量，觉得罗塞尔对苏珊绝对有意思，这把剑倒是挺热心，立马提议办个花园派对，想借着酒劲儿让两人把话说开。莉安娜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借口，毕竟在乡下突然办派对太奇怪了。就在这时，阿诺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大闹一场。”莉安娜下意识地跟着点头，觉得婚礼确实是个完美的借口。可她猛地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明明是在跟剑说话，这位祭司难道能听到路易斯的声？路易斯可管不了这么多，他觉得等婚礼实在太慢了，非要莉安娜现在就冲过去，逼着罗塞尔赶紧去告白。谁能想到这位祭司竟然完全不按套路出牌，他盯着罗塞尔，直接甩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：你到底爱不爱苏珊小姐？谁能想到阿诺竟然当众开大，直接问罗塞尔是不是爱着苏珊？这下全场都傻眼了，罗塞尔更是当场翻脸，这种话也太失礼了。他冷着脸警告，就算对方是祭司，要是敢坏了女士的名誉，他也绝对不会客气。结果阿诺根本不虚，反而笑眯眯地问他干嘛反应这么大。这气氛瞬间降到冰点，莉安娜在旁边尴尬的要命，赶紧出来打圆场，想把这要命的话题给岔过去。莉安娜眼尖，发现罗塞尔带了一大袋东西，说是要送给莉安娜小姐。罗塞尔还一脸淡定，说这不就是普通的生姜吗？结果莉安娜看了一眼，
差点没当场跳起来。这哪是什么生姜，这可是贵得要死的菊玉，1公斤就要3万块。罗塞尔这下彻底听懵了，谁能想到他随手拎着的这一袋子，竟然全是行走的钞票。罗塞尔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他说这宝贝是在荒地里随手挖的，当时苏珊小姐也在场，两人本来只是想弄个菜园子。莉安娜一听眼睛都亮了，这波斯汀简直遍地是黄金。她二话不说，拉着大家就要去洗菜干活。高冷的阿诺还没反应过来，指着自己一脸懵。结果莉安娜根本不给面子，直接反问祭司：难道不用干活吗？这下阿诺彻底没话说了，谁让他刚才吃了人家的面包，只能乖乖被莉安娜拿捏。堂堂祭司竟然沦为了洗菜工。卡门这会儿突然登门，奥雷利亚一见面就开始打趣，说他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怎么有空来看他这个老太婆。卡门赶紧解释，还特意带了莉安娜亲手做的礼物，这可是传说中的红豆黄油面包。奥雷利亚一听眼神都亮了，立马吩咐执事去泡茶，还专门交代要苦一点的清茶，看来是准备好好享受了。卡门在旁边趁机安利，说这甜点做起来特别费功夫，莉安娜之前一直舍不得做，这回可是专门为了祖母才下厨的。卡门心里还在美滋滋，觉得莉安娜真是太有心了，专门为了她准备这份惊喜。奥雷利亚吃的那叫一个开心，只夸这面包又甜又咸，简直长在了他的心坎上，还吐槽说自己以前求了好久，莉安娜都没舍得给他做。可吃着吃着，奥雷利亚突然觉得不对劲，这该不会是临走前的散伙饭吧？他立马盯着卡门问，是不是回皇宫的日子已经定了？卡门这下慌了神，赶紧解释说还没定下来，只是边境那边出了点变动。奥雷利亚可没那么好糊弄，一眼就看穿了真相，直接一针见血地问，你小子该不会到现在还没表白吧？卡门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在那尴尬的咳嗽。奥雷利亚这会儿正偷着乐呢，他说真想看看莉安娜发现真相时会是什么表情。其实奥雷利亚心里也有点小私心，他觉得这两个孩子待得越久越好，要是莉安娜真的回宫当了皇后，以后谁还陪她喝茶聊天吃点心啊？他自嘲说自己现在简直成了莉安娜事业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卡门听完赶紧给奥雷利亚支招，说以后想吃莉安娜的手艺其实不难，因为莉安娜正打算搞个大动作，准备做一个叫预制菜的新生意。奥雷利亚听完解释，直接拍手叫好，这主意简直绝了，不仅年轻人省事，连他这种老人家都能随时吃上热乎饭。看来莉安娜这生意还没开张，就已经拿下了第一个大客户。奥雷利亚越聊越起劲，他说独居老人最容易凑合吃饭，要是预制菜能做的又方便又健康，那绝对是造福大家的好事。他还给出了专业建议，说可以在菜里加点健康草药，反正莉安娜在这方面是专家，这事儿办起来肯定没难度。聊着聊着，奥雷利亚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，他突然问卡门有没有想过搞个福利系统，免费给那些穷人也送点预制菜。卡门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他原本只想着做生意，压根没往慈善这方面想。奥雷利亚语重心长地解释，很多人生活不如意就会变得消沉，但如果能亲手做顿好饭，那种烟火气最能治愈人心。卡门听完若有所思，点头答应，说回去一定好好研究。卡门冷静下来，仔细一想，虽然祖母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完全免费确实不太现实，他得琢磨个更稳妥的法子。奥雷利亚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欣慰地说，莉安娜这些点子真的帮了卡门不少忙。卡门听完却叹了口气，他说自己以前总说要爱民如子，结果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对普通人的生活根本一窍不通，心里别提多惭愧了。奥雷利亚赶紧宽慰他说，皇帝也是人，哪能指望你什么都懂呢？所以身边才需要那些聪明人来帮忙，只要能听得进建议，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。正聊着治国理政的大事呢，奥雷利亚话锋突然一转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，你最近是不是跟苏珊吵架了？卡门这下彻底懵了，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提他啊？奥雷利亚说，苏珊刚走没多久，就在卡门进门前的一刻，他直接开了传送阵回帝国了。看苏珊走得那么急，奥雷利亚还以为是卡门惹人家生气了，毕竟苏珊之前可是放过狠话，说这辈子都不想再回那个地方。卡门这下也觉得不对劲，他打算等天一亮就去确认情况，可现在的局势哪有那么简单？丽兹看着桌上的情报，心里乱成了一团麻。叔叔在那边盯着皇位，虎视眈眈，野心都已经写在脸上了。最让他头疼的是，原本答应帮他找回哥哥的苏珊，现在竟然在波斯汀彻底没了动静，这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较劲。丽兹总觉得最近安静的过头了，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反而让他心里更不踏实。为了分散注意力，他开始操办起哥哥的婚礼。虽然卡门一直说在乡下简单办办就行，但丽兹可不答应。他吐槽哥哥根本不懂女人的心思，哪有新娘不想要个像样的婚礼呢？再说了，这可是堂堂皇帝的大婚，就算现在条件有限，该有的排场也绝对不能少，大不了等他们回宫了再补办一场正式的。可一想到回宫，丽兹的手突然停住了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，他们这次离开真的还能平安回来吗？丽兹越想越离谱，她甚至开始担心，哥哥和莉安娜要是结了婚，直接在乡下定居不回来了怎么办？那这皇宫的一摊子事谁管呢？他赶紧甩甩头，心想肯定是因为乡下空气太好，他们才多待了几天，绝对不是要抛弃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侍从进屋报告说，二公主苏珊已经到了。丽兹心里一喜，觉得苏珊肯定是来挑婚礼礼服的，正好能顺便打听一下波斯汀的消息。可谁能想到，苏珊一进门就直接扑了过来，哭着喊莉安娜的名字，问该怎么办。丽兹整个人都愣住了，
看苏珊哭成这样，丽兹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哥哥在外面闯祸了，还是说哥哥真的出什么意外了？苏珊这一开口，直接扔了个威力巨大的炸弹。她说自己刚才脑子一热，竟然强吻了罗塞尔伯爵，现在整个人都后悔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丽兹听完这话，当场就僵在原地没动静了。这信息量实在太大，大到她感觉脑子都要转不动了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丽兹这下是真的彻底懵了。她原本以为只有哥哥卡门在那边忙着跟莉安娜谈情说爱，结果现在倒好，连苏珊也跟着陷进去了。看着眼前乱成一锅粥的局面，丽兹忍不住在心里感叹：这一个个的怎么都不省心，这皇室的感情债，怕是这辈子都算不清楚了。忙活了这么久，总算把食材都处理好了。莉安娜笑着跟大伙道谢，还保证晚饭绝对让大家惊艳。结果罗塞尔倒是一点不客气，直接开启了点菜模式，这个不想吃，那个太单调，最后还补了一句他不吃辣。这下莉安娜彻底火大了，合着这是把他当成私人厨师了，故意找茬是吧？莉安娜的厨艺小课堂正式开课。既然罗塞尔说他不吃辣，那莉安娜可就不困了，直接反手掏出特制辣椒酱。阿诺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颜色看着就辣眼睛，莉安娜居然还能睁眼说瞎话，笑眯眯地说这只是幻觉。结果这香味实在太霸道，把还没回宫的庆氏娜都给勾过来了。嘴上说着味道不对劲，身体却很诚实地凑了上去。谁能想到这一口下去，庆氏娜直接被彻底征服，一边喊着辣，一边根本停不下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真香定律吗？庆氏娜吃的那叫一个香，一边往嘴里塞，一边还理直气壮地掏钱，生怕别人把她当成吃白食的。莉安娜在旁边看的拳头都硬了，这女人不仅没眼力见，脸皮还不是一般的厚。就在气氛快要炸掉的时候，阿诺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：这人到底是谁？莉安娜冷冷地丢出一句话：这可是个大人物，他就是我前未婚夫那个出轨对象。阿诺气得想直接把人轰出去，莉安娜却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先看看这女人到底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莉安娜直接开启了兴师问罪模式，盯着眼前的庆氏娜质问，到底是怎么找上门来的，还有什么话想说。庆氏娜被问得支支吾吾，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。其实她心里委屈得很，本来是在等那个叫安格尔的男人，结果对方迟迟不露面，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庆氏娜实在熬不住了，打算回城里找点吃的，顺便再给自己整身新衣服。可这荒郊野岭的，上哪儿去找正经饭馆？她只能盯着那些看起来体面的大房子，看看能不能蹭上一顿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熟悉的香味钻进鼻孔，这辛辣又霸道的气息瞬间让她精神了。这不就是刚才那个辣椒味吗？庆氏娜这下老实交代了，说自己真不知道这是莉安娜家，纯粹是闻到这股家乡的辣味，实在没忍住才顺着味儿过来的。莉安娜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吃饱了就赶紧滚蛋，抢了别人的未婚夫还敢这么理直气壮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谁知道庆氏娜听完直接炸毛，居然开始倒打一耙，大喊着说是莉安娜自己搞砸了，才会被男人给甩掉。莉安娜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，问她自己到底搞砸了什么。庆氏娜这下有点心虚了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数落莉安娜道：处散布谣言，让她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。莉安娜直接当面质问自己什么时候做过那些烂事，这摆明了是要把话摊开说，不给对方继续泼脏水的机会。庆氏娜被问得有点接不上话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扣帽子，说当初是为了自保才把莉安娜赶走，还口口声声骂她是恶毒的女人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。眼看讲理讲不过，庆氏娜干脆直接破防了，大喊着问莉安娜是不是又去勾搭大卫了，不然为什么大卫现在满脑子想的竟然全都是前任。莉安娜看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，心里只觉得可笑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，从来不听别人在说什么。莉安娜语气平静地回了一句：或许大卫只是后悔选了你。这一招杀人诛心，让庆氏娜彻底愣在了原地。莉安娜把话挑得非常明白，当初大卫为了稳固皇权，不惜抛弃了毫无过错的他，转而选择了庆氏娜这个连神力都用不出来的空头剩女。这种纯粹的政治联姻，到头来只剩下一地鸡毛。所以大卫现在肯定在想，当初对莉安娜是不是太狠了。折腾了整整一天，莉安娜独自坐在壁炉前，只觉得身心俱疲，这日子过得确实不容易。就在这时，卡门推门走了进来，莉安娜赶紧起身迎接，问他怎么忙到这么晚才回来。原来卡门是去找祖母商量那个预制菜生意去了，没想到早晨才刚提了一嘴，他动作竟然这么快，看来两人的新生活已经开始步入正轨了。卡门现在是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正兴致勃勃地跟莉安娜商量，打算去跟拥有盐矿的领地谈合作，只要这笔买卖能成，接下来的路就好走多了。看着卡门这么认真地听自己说话，莉安娜心里暖暖的。她顺口问起苏珊的情况，得知苏珊因为身体不太舒服，已经先回老家休息了。莉安娜仔细算了一下路程，发现苏珊家离得并不远，如果走近路的话，半天时间就能赶到。可一想到苏珊，莉安娜心里就开始纠结。虽然逃避确实能躲掉一时的尴尬，但如果不去面对她跟罗塞尔之间的误会，恐怕这辈子都解不开了。莉安娜沉默了片刻，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。莉安娜突然开口说想单独跟苏珊聊聊，而且一刻都等不及了，提议现在就动身去卡门家里。卡门整个人都听懵了，本来计划是等婚礼结束之后再正式登门拜访父母，哪有大半夜说走就走的。但莉安娜态度非常坚决，她说如果不把苏珊的事情解决掉，自己今晚肯
肯定愁得睡不着觉，甚至还用那种求助的眼神看着卡门。面对莉安娜的坚持，卡门陷入了沉默。他心里清楚，有些事情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卡门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定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趁这个机会把一直隐瞒的真相彻底公开。既然莉安娜已经决定了，卡门也不好再坚持，只能点头答应。但他脸上的神色却变得有些复杂。卡门拉着莉安娜坐下，像是要提前给她打个预防针。他说等到了他家里，莉安娜可能会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。莉安娜听完却笑了，她反过来安慰卡门说，不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，自己都绝对不会失望。当初莉安娜落魄的时候，卡门根本不在乎她是平民还是公爵千金，现在轮到莉安娜了，他自然也不会因为家境而改变心意。这番话算是给卡门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两人决定先好好休息，等明天一早就正式出发。卡门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他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瞬间绝对不是虚情假意。既然决定了要坦诚相待，那就该豁出去了，相信莉安娜。莉安娜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总觉得今天的卡门跟平时那个冷静的他不太一样。这种微妙的变化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可能是因为今天家里太热闹了，现在突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气氛反而变得有些尴尬。莉安娜甚至觉得连空气都变得安静的过头了。卡门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，他问莉安娜是不是更喜欢那种热闹的场面。莉安娜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对上了卡门那认真的目光。卡门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里满是温柔。他说，比起刚才那种喧闹，他其实更开心，现在终于能享受属于两人的世界了。莉安娜和卡门这边还在没完没了的腻歪，卡门这情话一套接一套，把莉安娜逗得完全招架不住。可另一边的庆氏呢，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乱麻。他发现大卫的行为越来越反常，难道是因为自己改变了剧情，导致整个世界线都崩了？庆氏那越想越抓狂，既然已经知道了未来的走向，谁还会傻到按原计划去受苦？他正烦着呢，一回头发现阿诺竟然在跟着他。面对庆氏内的质问，阿诺倒是回答得挺干脆，说是因为好奇才当这个跟屁虫，毕竟一个异世界来的少女身上竟然散发着强烈的神圣力量。阿诺一眼就看穿了真相，庆氏那身上明明有神力，却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训练，这个深藏不露的秘密，恐怕连庆氏那自己都没意识到。阿诺看着眼前的庆氏呢，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明明拥有这么强大的神力，却一点都不会使用，难道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故意封印了他的力量？作为神职人员，阿诺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，可庆氏那却觉得他管得太宽了，甚至还一脸骄傲地表示自己可是特殊的存在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训练。庆氏那越说越激动，直接开启了甩锅模式。他说这事儿全怪那些神灵，既然把自己扔到了这个世界，就该让他过得顺风顺水才对。这番话越说越离谱，庆氏那甚至开始大声质问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才会让普通人受这么多苦？这逻辑简直是把神灵当成了保姆。阿诺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大逆不道的发言。看着眼前这个疯狂吐槽的少女，他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想起活泼开朗的莉安娜，阿诺总算明白了神灵的用意，为什么要从异世界再带回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？这对比简直不要太明显。有人哪怕失去了一切，依然在努力的发光发热，可有的人明明抢走了别人的一切，却还是觉得不够，甚至还在变着法地索取更多。阿诺在心里冷笑，像庆氏那这种只会怨天尤人的人，就算真的得到了神力的眷顾，也绝对不会去造福世人，只会用来满足自己那点贪婪的私欲。大功告成，莉安娜准备把这批货送往领主城堡。这干脆利落的镜头把旁边的阿诺都看呆了。莉安娜一脸无奈地问，你盯着我干嘛？阿诺憋了半天，居然冒出一句，你真是个天才农民啊。莉安娜简直要翻白眼了，合着你从大清早跟到现在，就是为了确认这个？他可没工夫陪大祭司闲逛，毕竟还有大批货物要发往外地。这下阿诺彻底坐不住了，原来这生意规模早就超出了他的想象。现在领地局势要变天了，原本的贸易路线很可能被切断。莉安娜敏锐地意识到，必须赶在王国反对之前，在帝国境内开辟新航路。毕竟水果这东西，多耽误一天就全烂了，她必须跟时间赛跑。看着莉安娜有条不紊地指挥全局，阿诺整个人都看入迷了，忍不住感叹：你现在就像个女王，而这片果园就是你的城堡。哪怕没有那些所谓的特殊能力，莉安娜也绝对是全场的主心骨。阿诺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凡是穿越过来的人身上都自带某种外挂能力，而他在莉安娜身上早就闻到了这种异世界的气息。这下气氛彻底变了。阿诺想不通，这种能力要是亮出来，莉安娜在王国绝对是皇室级别的香饽饽，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，甚至甘愿被流放？就连路易斯都听傻了，自家主人竟然是来自另一个次元的存在。面对这种步步紧逼的质问，莉安娜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如果我死不承认，你会信吗？阿诺也拿他没办法，毕竟只要莉安娜存心装傻充愣，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。莉安娜终于决定交底了，她看着阿诺问，如果我告诉你真相，你会怎么做？阿诺的回答很暖心，他说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，我只想帮你分担，而且保证绝不外传。莉安娜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那个藏在心底的秘密。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纯情少女，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她已经是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了。阿诺听完总结了一下，所以你是在那个世界死掉后，又在这里重新投胎了？莉安那点点头，解释说这在他们那儿叫转生。看着阿诺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莉安娜只能尴尬的笑笑。看来这种跨越生死的秘密，确实让这位大小姐 CPU 都快烧了。
这秘密一公开，路易斯这个小醋坛子先翻了，他委屈的不行，觉得主人竟然让外人先知道了真相。莉安娜赶紧开启顺毛模式，解释说这只是找回了前世记忆，而且在他心里，路易斯永远是无可替代的家人。安抚完小的，莉安娜转头就开始对阿诺套话：既然我都把老底交给你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吐点有用的情报出来？谁知道阿诺还挺傲娇，直接甩出一句现在没空，想就这么糊弄过去。莉安娜冷笑一声，直接祭出杀手锏，既然你没空，那这些好喝的葡萄汁我就全留给卡门了。阿诺这嘴真是什么都敢说，他指着莉安娜大喊：你就是传说中的圣女！这突如其来的扣帽子把莉安娜整个人都给整懵了。阿诺还拍着胸脯保证，说自己可是高阶祭司，只要莉安娜愿意，他分分钟就能帮莉安娜觉醒神力。莉安娜虽然觉得他看人挺准，但还是果断拒绝了，毕竟当圣女哪有种田赚钱自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名号，他才不稀罕。阿诺一看大饼画不动，赶紧换了个思路。他说神力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治愈和修复，要是用来搞农业生产，那简直就是专业对口。一听说神力还能帮着种田，莉安娜的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。莉安娜本以为这神力是个种田神器，结果刚问能不能让庄稼长快点，就被阿诺一口否决，说什么神灵追求自然，这种拔苗助长的行为想都别想。莉安内退而求其次，问那能不能给卡门治个伤或者解个毒，结果阿诺支支吾吾半天，愣是一个肯定的答复都给不出来。这下莉安娜彻底心态崩了，指着阿诺就开始吐槽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管这玩意儿叫治愈和修复，简直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路易斯这把剑突然跳了出来，一副懂王的样子，说要讲课，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原理，这神力确实跟废品没区别。莉安娜听得一头雾水，这神力难道还有什么隐藏说明书？路易斯一语道破天机，原来领地这些年的大丰收全靠莉安娜自带的圣女光环，只要他人在那儿，神灵的祝福就没断过。莉安娜仔细一想，祈祷的时候确实感觉有股劲儿，但她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问阿诺自己到底觉醒了啥。结果阿诺说，这得看召唤你的神到底是哪位。莉安娜这下脑洞大开了，万一召唤我的是个灾厄之神呢？阿诺本来还挺笃定，结果被莉安娜这么一盯，心里也开始打鼓，说话都变得没底气了。不过为了让莉安娜转行当圣女，阿诺和路易斯也是拼了，轮番上阵劝她赶紧修行，毕竟这股神秘力量说不定真能帮上卡门的忙。一想到能保护重要的人，莉安娜终于下定了决心，管她是农场主还是圣女，这修行她练定了。海面上雷鸣电闪，巨浪简直要把船给拍碎了，士兵们在甲板上拼死挣扎，这种鬼天气谁都想赶紧掉头逃命。道格拉斯却稳坐后方，一脸嫌弃的骂手下是蠢货，直到一个士兵玩命抓住了船体，求他拉自己一把，道格拉斯这才露出一丝冷笑。可谁能想到，道格拉斯刚把神剑拿到手，下一秒就翻脸不认人，他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，把这人扔下去喂鱼。这种卸磨杀驴的狠劲把周围的人都吓傻了，但在道格拉斯眼里，立功的士兵根本不值一提。他看着手中散发光芒的神剑，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，这种级别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在平庸之辈手里。神剑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他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受灾厄之神祝福的神剑，并质问道格拉斯到底想利用他达成什么目的。道格拉斯这下彻底摊牌了，他指着皇位的方向大喊，只要拥有这把象征权力的神剑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登基称帝。神剑发出了最后的警告，如果强行带走他，整个帝国都会陷入无尽的灾厄。他问道格拉斯，为了权力，难道连国家都不要了吗？谁知道道格拉斯根本听不进去，他觉得让那个没本事的小鬼当皇帝才是帝国最大的灾难，而他自己才是那个唯一的合法继承人。神剑突然冷笑一声，说他很中意道格拉斯这股狂妄的劲儿。还没等道格拉斯反应过来，局面就彻底失控了，一股漆黑的魔力喷涌而出，像毒蛇一样死死缠住道格拉斯。他刚才还不可一世，现在却只能痛苦的挣扎，连求救的话都说不完整。神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语气里全是嘲讽。他说人类最愚蠢的地方就是根本不知道灾厄之刃的厉害，居然还妄想掌控它。这下道格拉斯算是玩火自焚了，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登基的捷径，结果却成了神剑的祭品。看着被黑暗彻底吞噬的道格拉斯，谁能想到这场权力的游戏还没正式开始就要收场了。神剑在心里冷笑，他觉得人类真是记吃不记打，当初因为害怕灾厄把他丢掉，现在为了欲望又把他找回来，简直太有意思了。侍从听到动静赶紧冲了过来，他看着满地的狼藉，紧张地问道格拉斯有没有受伤，毕竟刚才那阵仗换谁看了都得捏把汗。可道格拉斯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淡淡地回了一句没问题，那语气听着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就在这时，道格拉斯手中的剑爆发出刺眼的强光，他整个人气场全开，走吧，现在就去把皇位夺回来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下属却带回来一个坏消息，事情出岔子了。原来皇帝那边也没闲着，竟然又找了一把神剑当底牌，想靠这个翻盘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道格拉斯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，这群人真是蠢的没救了，明明才刚吃过苦头，居然还敢玩这种把戏。道格拉斯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，看着那把不同寻常的剑，他决定亲自去会会这群人。另一边，阿诺还没意识到危险靠近，正兴冲冲的准备开始特训，毕竟刚吃饱喝足，现在正是干劲最足的时候。
阿诺倒是挺守信用，说要教就绝不含糊，甚至还有种莫名的紧迫感，总觉得得赶紧把本事传下去。莉安娜听得直翻白眼，堂堂一个神使，居然靠直觉办事，听着怎么看都像个神棍。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推开，卡门一脸疑惑地走了进来，这下气氛瞬间变得微妙了。卡门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看着凑在一起的两个人，他满脸都写着不信任，总觉得他们在背地里搞什么名堂。莉安娜这下慌了神，生怕自己重生的秘密会露馅。阿诺倒是一脸淡定，一边悄悄威胁莉安娜闭嘴，一边面不改色的编瞎话。他说莉安娜天赋异禀，自己只是在帮忙开发神力。莉安娜也赶紧跟着演戏，说自己努力变强，全是为了以后能帮上卡门的忙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卡门果然被唬住了，语气瞬间软了下来，甚至还开始担心莉安娜会太辛苦。好不容易送走了这个难缠的家伙，两人总算能松口气。阿诺带着莉安娜来到后院，真正的特训现在才正式拉开序幕。阿诺让莉安娜静下心来，去分辨风声和鸟鸣之外的声音，说是要在这万物嘈杂中找到那个把他带到这里的神。莉安娜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压根没当回事。要是听个响就能当神使，那这神使也太不值钱了。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呼唤：莉安娜！这一下，周围所有的声音瞬间消失，世界静得有些可怕。莉安娜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刚才那个声音，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神界？事情好像开始变得邪门了。莉安娜还没从刚才的低语中缓过神，虽然听不清具体说了什么，但那种就在耳边的真实感让她心里直发毛。万一这呼唤她的不是什么正经神，而是个邪神怎么办？阿诺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既然你这么焦虑，那就干脆别想了，说干就干。阿诺直接开启了地狱模式，什么瀑布修行、木桩顶水桶，怎么折磨人就怎么来，美其名曰是为了保证训练效果。可怜的莉安娜哪受过这种罪，本以为是来当神是享福的，结果差点把命丢在后院，整个人被折腾的只剩半条命。等他好不容易爬回家，卡门还一脸关心的迎上来，问他今天练得怎么样。莉安娜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这哪是特训，这分明是要他的老命啊！阿诺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，警告莉安娜下次要检查作业。莉安娜只能尴尬的跟卡门解释，说这位祭司大人只是工作太认真，本以为这次出远门要坐很久的马车，可卡门连行李都没怎么带，甚至连干粮和零食都说没必要。莉安娜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路程到底是有多近？更奇怪的是，卡门并没有带他往大门口走，反而领着他钻进了城堡的地下室，说是要带他去走一条捷径。莉安娜一头雾水的跟着往下走，谁能想到这阴暗的楼梯尽头竟然藏着一个巨大的传送阵，幽蓝的光芒瞬间铺满了整个地宫，这哪里是普通的地下室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。眼前的景象让莉安娜彻底看呆了。莉安娜看着眼前发光的传送阵，这规模简直是大手笔。旁边的菲利克斯也看傻了，这种顶配设施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僻的地方？卡门倒是淡定得很，解释说这地方原本就是帝国的领土，为了满足他祖母想回乡养老的心愿，家族才特意跟王国谈判，硬是把这儿变成了特殊领地。莉安娜听完在心里直呼好家伙，能为了老太太一句话就搞出这种阵仗，卡门这背景比他想的还要硬，这回真是抱上真大腿了。还没等他感慨完，卡门就示意他站到传送阵中心，紧接着他一把将莉安娜搂进了怀里。莉安娜整个人都懵了，卡门却贴在他耳边低声提醒，如果不靠紧一点，传送的时候可是会被甩出去的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莉安娜完全没法思考。随着传送阵的光芒亮起，两人的旅程正式开始了。莉安娜还傻乎乎地问菲利克斯要不要大家一起传送，毕竟人多更划算。结果这话一出，旁边的路易斯都听不下去了，这哪是省不省钱的问题，卡门摆明了是想过二人世界，根本不想让菲利克斯这个电灯泡跟着。果然卡门一开口就酸味十足，问莉安娜是不是真的很想带他走。菲利克斯在一旁尴尬的想钻地缝，这种大型吃醋现场真是让他这个单身汉心累。好在传送阵终于启动了，强光瞬间包围了所有人。可就在传送的关键时刻，莉安娜突然发现不对劲，怀里的卡门竟然在慢慢变透明，这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卡门死死抱住莉安娜，语气里透着前所未有的严肃，让她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能松手。就在传送的一瞬间，路易斯突然疯狂尖叫起来，让莉安娜赶紧抓住他。还没等莉安娜反应过来，一阵刺眼的强光就彻底淹没了一切。等光芒散去，莉安娜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片森林里，手里的路易斯烫得像火烧一样。卡门脸色一沉，意识到传送阵被人动了手脚，他们根本没到目的地。还没等两人站稳脚跟，路易斯就像被什么东西强行拽走，直接消失在虚空的黑洞里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唯一的武器竟然在眼皮子底下被抢了。谁能想到，在几百里外的神秘宫殿里，道格拉斯正玩味地看着手里的剑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半路截胡。他看着挣扎的路易斯，露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微笑。既然主动送上门来，那就看看这把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路易斯就这样悬浮在半空中，周身被诡异的紫光死死缠住，他拼命挣扎，却根本逃不出道格拉斯的掌控。传送阵突然失控，利兹和苏珊吓得不轻，随从他们更是乱成了一锅粥，全都在担心陛下的安危。好在有神剑路易斯护体，卡门虽然被传到了陌生地方，但好在人没出事，这让所有人总算松了口气。可事情绝没那么简单，能干扰古代神器的传送，对方肯定是个顶级魔法师，而且目标非常明确，
卡门心里清楚，这摆明了是冲着他来的。在查清楚幕后黑手之前，谁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他立刻下达死命令，所有人各就各位。路易斯的情况总算稳定了，卡门走过来询问联络的情况，听说家里人都平安无事，莉安娜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卡门观察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这里离波斯汀并不远，只要能找到附近的村子，补充点体力就能回去了。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卡门显然还没缓过劲来。他紧紧拉住莉安娜的手，叮嘱她千万别离开自己半步。莉安娜能感觉到他的紧张，毕竟刚才那一瞬间，他们真的差点就没命了。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，让莉安娜想起了一个秘密，就像她当初突然觉醒前世记忆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以前那种孤立无援的日子，莉安娜再也不想回去了。那时候除了害怕，她什么都做不了。但现在完全不一样，只要有卡门在身边，哪怕身处荒郊野外，她心里也觉得特别踏实。就在两人享受这片刻安宁时，皇宫那边却炸开了锅。一名侍从慌慌张张地冲进办公室，连门都顾不上敲了。大卫本来还挺不耐烦，觉得这些琐事不该来烦他，可接下来的消息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皇太子妃的随从竟然独自回来了，而那位尊贵的太子妃居然一个人跑去了马雷夏尔帝国。这下事情真的要闹大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太子妃私自跑去别的国家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肯定会引起不小的动荡。大卫立刻把侍从叫来问话，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侍从下的话都说不利索，只说原本是去见莉安娜的。听到莉安娜的名字，大卫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会凑到一起。在大卫眼里，庆氏娜就是个不可理喻的女人，每次跟她吵完架都要找个地方把火撒在别人身上。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两个女人到底谈了什么，毕竟她们凑在一起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。大卫推测莉安娜还在波斯汀，既然帝国的大门没那么好进，庆氏娜肯定也还困在那里。他决定先去见父亲一面，然后亲自出马把这事儿了结。另一边，卡门和莉安娜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，本以为能找个地方吃顿热乎饭，结果进村之后发现气氛完全不对，大街上空荡荡的，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。卡门一眼就瞧出了端倪，这地方恐怕是个火耕村。说白了，这里住的全是交不起税、被硬生生赶出来的穷苦百姓，他们对外面来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敌意和防备。在火耕村这种地方，不交税确实省了钱，但也意味着彻底失去了保护。一旦遇到野兽或者强盗，根本没人会来救命。卡门看着眼前的荒凉，心里正感叹生活不易。莉安娜却敏锐地察觉到他的情绪似乎有点低落，赶紧开口问他怎么了。卡门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这地方太小，可能没饭吃。莉安娜一听可坐不住了，总不能在荒郊野外冻一宿吧。她决定放下身段去求助。谁能想到这姑娘平时看着文文静静，敲起门来简直像是在拆迁，连一旁的路易斯都看傻了。这哪是求人办事啊！屋里的老人被吵得不行，骂骂咧咧地推开了门，想看看是谁在外面砸场子。莉安娜这演技简直绝了，一开口就是老江湖，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说自己肚子饿得不行，想跟老人家买点吃的。路易斯在旁边都看傻了，没想到自家主人还有这本事。莉安娜倒是一点不害臊，直言这可是她的拿手好戏，毕竟以前为了生活没少练。这招感情牌果然管用，原本还一脸警惕的老人一下子就心软了，转身回屋拿出一篮子热气腾腾的干粮，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在这荒郊野外已经是救命粮了。卡门在后面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原本以为要吃闭门羹，结果莉安娜几句话功夫就把这难搞的老头给彻底收服了，看来这顿晚饭是有着落了。莉安娜一边大口吃着，一边对着老人的手艺一顿猛夸，把老人家夸得心花怒放，不仅没收钱，还乐呵呵的又塞给他几个大苹果。卡门试探着问起村子的过去，老人叹了口气，说这地方确实有些年头了，当年那位前任皇帝实在太能折腾，税收高的吓人不说，甚至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拆掉整个村庄，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才成群结队的逃到这深山老林里。卡门听完有些不解，既然现在的皇帝已经换了人，难道就没想过回老家去吗？老人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回不去了，没钱没势，再加上孩子们都是在这儿长大的，这里早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根。莉安娜在一旁听得心里酸酸的，她能感觉到老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，可老人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他说这地方什么都好，唯独缺个看病的医生，在这儿老人要是生了病，基本上就只能坐着等死了。卡门听到这儿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个看似安稳的避风港，其实一直悬在生死的边缘。老人无奈地摇着头，说这里的药全靠游商偶尔路过，要是买不起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卡门低声重复着医生这两个字，神情变得异常严肃。他突然抬起头，一字一句地对老人承诺，这件事他一定会放在心上。莉安娜和老人都听懵了，不明白这位贵族老爷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认真。卡门紧接着又问，这里是不是靠近他的领地，还让老人把其他的难处也一并说了。莉安娜坐在一旁看着卡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按理说这些村民根本不是他的子民，他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，可卡门不仅没走，反而主动把这负重担挑了起来。莉安娜看着他的侧脸，忍不住感叹，这家伙的心肠真的比谁都要好。总算看到城墙了，卡门算了一下，照这个速度走下去，再过3天就能进城。莉安娜看着满满一箱行李，忍不住感叹，那位老祖父准备的真周全，这一路上肯定饿不着了。卡门嘴上说着没白费功夫，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些缺医少药的村民。莉安娜直接拆穿了他的心思，
你是不是打算回头就给村子派医生过去？”卡门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自己的这点小算盘全被这姑娘看透了。卡门一直记得父亲的话，位置越高就越得护着下面的人，只有大家都过得好，这位置坐着才有意义。莉安娜听完忍不住笑了，说他真是个老实的过头的傻瓜。卡门有点不好意思，这种温柔的夸奖让他想起了早就过世的父亲。可聊到父亲的死因，气氛突然就变了。那位仁慈的领主竟然是在去边境视察的路上突然病倒去世的。莉安娜心里咯噔一下，边境、重病、意外这些词凑在一起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巧合。卡门看着他的表情，语气变得冰冷。没错，事情就像你猜的那样，卡门的父亲当年就是在视察村庄的时候染上了那种奇怪的地方病，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。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帝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象征皇权的圣剑路易斯·加隆竟然在国库里凭空消失了。这下整个帝国都炸开了锅，大臣们开始怀疑卡门到底够不够格坐这个位子，贵族们更是步步紧逼，非要让他赶紧把皇位让出来。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，就等着看他跌落神坛。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，卡门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手段。老皇帝临终前出了个损招，他把领土一分为三，分给3个儿子去管，还放出话来，谁治得最好，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这下可把小卡门气坏了，他抱着历史书大喊不公平，明明父亲才是皇太子，祖父这么做不是明摆着要看清儿子们，打个你死我活吗？就在这时，父亲伊森走了过来，他脸上挂着温柔的笑，示意儿子先冷静下来。卡门还是不服气，觉得祖父就是为了保住权力才故意搞这种内斗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伊森严肃地打断了。在外面必须称呼他为陛下，不管心里有多委屈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绝对不能再提第二次。伊森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语气里透着一股自信。他说这其实是个好机会，不用再靠什么长子的名头，而是要靠真本事，让所有人看看谁才配当皇帝。看着卡门一脸担心的样子，伊森还开起了玩笑，问他是不是觉得父亲会输，吓得小卡门赶紧摇头，生怕父亲误会了自己的忠诚。伊森笑着把儿子抱到腿上，让他陪着自己一起办公。卡门看着父亲忙碌的背影，心里却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被祖父这样百般刁难，父亲为什么还能笑得这么灿烂？就在这时，一封信引起了卡门的注意。在这一堆华丽的公文里，这封信显得又破又旧，寒酸的有点扎眼。谁会给皇子寄这种信呢？伊森没有避讳，直接当着儿子的面拆开了它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封信里的内容将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。卡门瞪大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封信居然是普通老百姓写的，字里行间全是真诚的感谢。伊森笑着解释说，那个地方之前闹饥荒，连明年的种子都吃光了，是他派人送去了粮食，才让那个村子的人活了下来。他看着儿子的眼睛问，读完这封信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？卡门紧紧攥着信纸，小声说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他以前总觉得平民离自己很远，可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人，也会因为一点帮助就这么开心。伊森欣慰地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带儿子出来。如果一辈子躲在皇宫里，就永远看不见这些真实的眼泪和笑容。对他来说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刻。伊森带着儿子，总算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母亲。奥雷利亚看着眼前的儿子，心里却全是担心。毕竟现在宫里乱成一锅粥，这时候跑出来，万一被那些盯着皇位的人抓到把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伊森倒是心态稳得很，笑着说看望亲妈天经地义。奥雷利亚看着躲在后面的卡门，忍不住感叹，这孩子长得可真快，感觉自己离开皇宫好像还是昨天的事。卡门的注意力却全被远处的田野吸引了，那是他在书里才见过的丰收场景，到处都是金灿灿的麦子，还有忙得满头大汗的农民。他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，虽然干活很累，但这些人的脸上竟然全都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，这跟他在书里读到的那种辛苦劳作的描写完全不一样。奥雷利亚弯下腰，温柔地问他在看什么。卡门像是突然开了窍，握紧小拳头，大声问了一句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？这一句话直接把伊森和奥雷利亚给问懵了。谁能想到一个几岁的孩子竟然在考虑这么宏大的问题？奥雷利亚有些意外，问孙子怎么突然想到了这个。卡门低着头解释说，他最近总看到父亲在处理公文，那些纸上写的全是老百姓的难处，可眼前的这些人明明干着最累的活，却笑得比谁都开心。他抬起头认真地问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秘诀？如果全帝国的人都能这么幸福，那父亲就不用每天愁眉苦脸，他自己也会跟着高兴。听到这番话，伊森和母亲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没说话，只是露出了那种特别欣慰的笑容，倒把卡门给笑毛了，完全搞不懂大人们在乐什么。伊森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，轻声说，有你这句话，父亲现在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他看着卡门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皇帝。奥雷利亚也在旁边打趣说，既然想当好皇帝，那现在可得好好表现才行。伊森笑着点头称是。这一刻，他仿佛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帝国未来的希望。那时候的卡门觉得，这种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肯定能一直过下去，可谁能想到梦碎的竟然这么快，因为他的父亲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伊森临终前最后交代的是让卡门照顾好弟妹，谁能想到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死于所谓的地方病。更诡异的是，他倒下的地方偏远荒凉，身边连一个能传送的法师都没有。这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如今兄弟姐妹死的死，丢的丢。道格拉斯看着眼前的灵柩，这皇位拿得心惊胆战。现在
皇室只剩下他们2个了。道格拉斯表面上在感叹，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皇位。在先皇眼里，道格拉斯这个儿子最难对付，甚至可能为了权力直接要了他的老命。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，先皇突然盯上了旁边的孩子，他冷笑着说：“你可不是唯一的继承人。”这一手是想把年幼的卡门推向最危险的风口浪尖。道格拉斯急了，他当场反驳先皇，觉得让一个孩子去做那个位置简直是胡闹。可先皇根本不听，他居高临下的盯着年幼的卡门，语气冰冷的逼问：“你敢不敢接下你父亲的皇位？”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年幼的卡门愣在原地，他想起了父亲曾经温柔的鼓励，说他将来一定会是个好皇帝。这一刻，他眼神里的胆怯消失了，大声回应道：“我愿意走我父亲走过的路。”这一句话让他彻底卷入了这场权力的漩涡。父亲走后，一场抢位子的大戏正式开演。祖父和叔叔对权力的痴迷远超卡门的想象，为了得到认可，卡门没日没夜地努力，可结果却并不如人意。宫廷里到处都在转，说卡门虽然才10岁，但剑术卓越，甚至要盖过先皇的风头。这些话传到先皇耳朵里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他绝不允许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。就在这时，苏珊因为拿了剑，被暴怒的先皇狠狠扇了一巴掌。先皇怒吼着：“一个女孩子竟然也敢碰剑！这哪里是在教训孩子，分明是在发泄他内心的恐惧。”看到苏珊被打，卡门直接冲上去挡在前面，大喊着：“剑是我借给他的，要罚就罚我！”先皇冷笑一声，顺着话茬就开始扣帽子，说卡门是被外面的吹捧冲昏了头，连正经训练都敢偷懒了。卡门赶紧解释，说自己从来没有荒废过剑术。先皇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露出一副阴险的嘴脸：“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就当众露两手，证明一下。”接着他叫出了菲利普，这位可是帝国骑士团的团长，曾经先皇自己的练手对象，让一个顶级剑客去对付孩子，先皇这哪里是想测试，分明是想要了卡门的命。谁能想到，面对帝国最强的骑士团长，年幼的卡门竟然打得有来有回，甚至还露出了自信的笑容。先皇突然喊停，转头问菲利普：“这孩子的剑术到底怎么样？”菲利普由衷的感叹：“这孩子简直是个天才，同龄人里根本找不到对手，以后完全不用担心。”可先皇一听这话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，他冷冷的打断菲利普：“别说这些没用的虚词。”他张开手，狂妄的要求：“拿他跟我年轻的时候比比看。”菲利普被吓得赶紧改口，说：“先皇年轻时才是真正的无懈可击。”先皇感受着手中那股诡异的力量，那是神剑留下的共鸣。他冷笑着看向卡门：“你离我还差得远呢。”先皇露出一抹冷笑，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：“既然你这么优秀，那就继续练，练到太阳下山为止。”菲利普忍不住开口劝阻，说：“这么练下去，孩子的身体迟早会废掉的。”可先皇根本不听，他死死盯着卡门，只丢下一句：“给我继续。”从白天到黄昏，再到深夜，训练场上只剩下机械的碰撞声，直到卡门彻底脱力，狼狈的跪倒在冰冷的地板上。先皇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泼了一盆冷水。他说：“无论你再怎么努力，也永远别想当上皇帝。你以为你现在比我还能打？收起你那点可笑的自大吧。”看着先皇离去的背影，卡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无论自己做得多好，祖父都从来没有认可过他。谁也没想到，先皇就这么突然没命了。最糟糕的是，他临死前连个接班人也没定下。这下朝廷彻底乱了套，官员们吵得不可开交。有人觉得皇位不能空着，得赶紧让先皇的儿子道格拉斯上位，但另一拨人坚决反对。他们觉得卡门虽然年纪小，但无论是学识还是本事，早就甩开道格拉斯好几条街了。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道格拉斯自己先翻车了，他那些贪钱的烂事被翻了个底朝天，名声臭到了极点。就这样，局势瞬间反转，年幼的卡门在一片混乱中正式坐上了皇位。这一天，他成了帝国的新皇帝。一转眼，几年过去了，卡门已经长大成人，但这个皇帝做得并不安稳，因为那把象征权力的神剑还没找回来。朝堂上，官员们又开始拿这件事施压，说皇帝手里没剑，老百姓心里就不踏实，这分明是在质疑卡门的合法性。就在这时，道格拉斯站了出来，他假惺惺的建议：“既然剑找不着，咱们就搞联姻，让卡门的妹妹们嫁给邻国那个老国王。”卡门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哪是联姻，这分明是想羞辱他的家人，故意在满朝文武面前打他的脸。他很清楚，如果现在当众发火，正好就中了叔叔的圈套，会被人抓住把柄。卡门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冷冷地回绝了提议。他说：“帝国的安稳不需要靠牺牲女人来换取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把丢掉的东西亲手拿回来。”道格拉斯哈哈一笑，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说：“干嘛这么严肃？我也只是提个建议而已。如果那把神剑一直找不回来，再过个10年20年，这皇帝的位子恐怕就坐不稳了。要是连皇室的脸面都丢光了，你这个皇帝还有谁会服气？”卡门现在简直要疯了，耳朵里全是那些刺耳的议论，说他根本不配当皇帝，连那把传说中的剑都找不到。他拼了命地往前跑，以为只要冲向那道光，就能甩掉这该死的噩梦，彻底逃离这个鬼地方。可谁能想到，光芒背后根本不是出口，而是无数双流着血的眼睛，死死盯着他。这些冤魂跪在地上，一声声质问他：“陛下，您这是打算抛弃我们吗？”梦里那个声音还在逼他说：“
要是再找不到那把神剑，就要把公主们全送去联姻，拿女人的幸福去填皇室的坑。卡门猛地坐起身，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。可还没等他松口气，现实的压力又像大山一样压了过来。虽然皇位争夺已经结束，可那个老狐狸一直拿丢剑的事情到处带节奏，搞得现在连亲信都开始动摇了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当皇帝的那块料。卡门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他觉得自己明明已经拼尽全力，可结果呢，反而跟这个国家越来越疏远了。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漫无目的的往前走，推开一扇又一扇沉重的大门，试图寻找一个答案。与此同时，奥雷利亚还在书房里熬夜加班，侍卫心疼的劝他早点休息，可这位女主人倔得很，非要把手里的活儿干完才肯罢休。侍卫端着空盘子退了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感叹自家主子实在是太拼命了。结果一抬头，正好撞见了失魂落魄的卡门。侍卫愣了一下，这么晚了，皇帝陛下怎么会一个人在这？奥雷利亚怎么也没想到，大半夜的，皇帝陛下竟然会亲自找上门来。侍卫在旁边也看傻了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卡门居然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睡袍，就这么失魂落魄的站在门口。奥雷利亚赶紧把人领进屋，看着眼前这个孩子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外面那些关于皇位争夺的流言蜚语，早就把这个年轻人逼到了极限。两人坐定之后，奥雷利亚没有绕弯子，盯着卡门的眼睛，直接问了一句：“你这是从皇宫里逃出来的吗？”卡门沉默了半天，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：在那座皇宫里，他快要窒息了，只要能离开那个地方，去哪儿都行。卡门越说越难受，他想起以前被叔叔道格拉斯像商品一样放在天平上衡量，本以为当了皇帝就能解脱，结果现在连妹妹们都被盯上了。他真的很害怕，怕自己会重蹈父亲的覆辙，眼睁睁看着最亲的人被一个个夺走。奥雷利亚听完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既然你这么怕，为什么不干脆把皇位让给道格拉斯？”卡门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说自己绝对做不到，因为道格拉斯是个权力疯子，如果让那种人当了皇帝，帝国虽然会扩张，但代价是无数百姓要流干鲜血。他不能为了躲避风险，就眼睁睁看着子民受苦，这才是他死守皇位的真正原因。听到这个回答，奥雷利亚一直紧绷着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。奥雷利亚突然问卡门，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他曾经问过一个特别天真的问题？卡门愣住了，他完全想不起来自己说过什么。奥雷利亚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提醒他，当年那个小男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奥雷利亚轻声告诉他，其实帝国的子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，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像卡门这样善良又负责的皇帝。听到这番话，卡门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，尤其是当奥雷利亚提到，如果伊森还在，也一定会为现在的卡门感到骄傲。这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卡门再也绷不住了。那些儿时立下的誓言，那些曾经无比坚定的决心，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竟然被他丢在了脑后？看着眼前的奥雷利亚，卡门终于找回了那个迷失的自己。卡门趴在奥雷利亚怀里，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他一边抹眼泪一边道歉，说自己实在控制不住。奥雷利亚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温柔地拍着他的背，告诉他想哭就尽管哭，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他保证谁都不会知道。等卡门再次站起来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迷茫已经消失了。他郑重地向祖母行礼，承诺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软弱。奥雷利亚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默默为这个孩子，也为整个帝国的未来祈祷。可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，麻烦就又找上门了。在朝堂的会议上，那帮大臣又开始坐不住了，他们就是重提，非要卡门考虑道格拉斯提的婚约，还拿神剑路易斯失踪的事儿说三道四。这帮老狐狸显然是想趁火打劫。面对大臣们的逼宫，卡门直接拍了桌子，他态度硬得不行，说绝对不会把公主们当成商品，为了政治利益就把亲妹妹卖掉。大臣被对的老脸一红，还想在那儿打圆场，说联姻明明是解决问题的捷径。卡门冷笑一声，这种所谓的捷径只会让帝国加速走向毁灭。他看得比谁都透彻，靠外人帮忙终究是暂时的，想要帝国真正站起来，就要先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。至于那把失踪的神剑路易斯，卡门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，如果神剑是因为皇室无能才离开，那只要他把国家治理好，剑自然会感应到并重新现身。这一套逻辑下来，说的大臣们哑口无言。卡门最后盯着台下的人，冷冷地问了一句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整个大殿瞬间安静的可怕，刚才还叫嚣的那帮人，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卡门最后给大臣们下了死命令，与其整天盯着那把失踪的神剑，不如多想想怎么为百姓办事。每个人都得守好自己的本分。处理完朝堂上的烂摊子，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皇室墓地。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他静静地站在父亲的墓碑前，他轻轻放下手中的鲜花，低声叫了一句父亲。这一刻，他心里那些积压已久的恐惧终于彻底消散了。他对着墓碑默默发誓，总有一天他会证明自己的实力，不再需要任何外力的加持。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，一个不仅能让父亲感到骄傲，甚至能让神剑路易斯都心甘情愿臣服的真正强者。父亲不在了以后，卡门差点被责任感压垮，甚至想过要抛下一切逃走。莉安娜温柔地说，你最后还是留了下来，而且一直在为了别人拼命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这份真诚和努力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。就在气氛正煽情的时候，神剑路易斯突然蹦了出来，嚷嚷着要不是因为他，卡门根本不会来这儿。莉安娜回想起这一路被家族赶出来去乡下种地，甚至成了这把神剑的主人，
原本注定要客死异乡的恶毒女配，难道经历这一切都是为了能遇到卡门吗？看着手里的路易斯，莉安娜突然觉得把他当成剪刀使实在太委屈了，打算把他用丝绸包起来供着。结果路易斯当场就炸毛了，大喊着绝对不要被挂在墙上，他宁愿去战场上厮杀，也不想当个没用的摆设。虽然被当成剪刀用很丢人，但只要能跟着主人，他也就勉强忍了。这神剑的脾气还真是够大的。最近日子太平静，作为神剑的路易斯反倒郁闷了。他觉得自己现在既不像武器，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。莉安娜温柔地安慰他，没必要现在就非要找个答案，这世上大部分的事情本来就是稀里糊涂过下去的。路易斯听完总算踏实了点，但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身为一把有思想的武器，她的宿命注定很纠结，总不能为了让她大显身手，就盼着天下大乱去打仗吧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，有人指名道姓要见卡门，看样子平静的日子又要到头了。庆士娜正急着要走，安格尔却突然挡在面前，嘴上说着不敢阻拦，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。卡门给他的秘密任务就是盯着这位圣女的一举一动，非要挖出她的真实身份不可。可现在把人困在这里，根本查不出任何线索。庆士娜心里也犯嘀咕，要是真这么大摇大摆进攻，万一处理不好，恐怕会惹出不小的外交麻烦。他催着安格尔赶紧带路，结果对方却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：皇帝现在根本不在城里，而且去哪了谁都不知道。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。庆士娜看得出来他没撒谎，但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让他心里非常不爽。庆士娜这大小姐脾气又上来了，吵着闹着非要洗澡吃大餐，还抱怨只吃面包根本活不下去。这理直气壮的样子让安格尔越发觉得他身份不简单。既然自己看不透，安格尔决定把他带去总督府，交给大祭司阿诺来处理。毕竟在神职人员面前，任何伪装都迟早会现出原形。庆士娜倒是一点没察觉，听说有地方住还有晚饭吃，整个人美得都快飘起来了。到了总督府，安格尔正跟奥雷利亚客气呢。庆士娜洗完澡出来就开始挑刺，嫌弃这堂堂总督府竟然连他最喜欢的茉莉香水都没有。看着他这副反客为主的架势，奥雷利亚都被整无语了。这哪像是来避难的，简直是请回来一个祖宗。庆士娜还在这摆谱呢，不仅催着赶紧上菜，还觉得自己没计较被赶出来的事，简直是天底下最善良的王储妃了。结果奥雷利亚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话：想吃饭就要干活，这府里不养闲人。庆士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，当场就炸毛了，威胁要让对方吃点苦头，还得乖乖给他低头认错。可奥雷利亚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直接撕开了残酷的现实：现在的波斯汀已经不是王国的领土了，谁也没义务伺候一个闯进来的外人。庆士内气的直着人家鼻子，大喊说这是要引发外交危机的，还搬出卡门来当靠山，觉得只要卡门在，谁也不敢这么对他。可惜现在的局面早就不是他撒个娇就能解决的了。奥雷利亚可不惯着他，直接把洒水壶塞他手里，明确告诉他不把这片花田浇完，今天谁也别想吃饭。庆士娜哪受过这种委屈，一边干活一边在心里画圈圈，甚至还想着等卡门回来一定要告个御状，让这些欺负他的人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就在他满腹牢骚的时候，大祭司阿诺突然出现了，还没等庆士娜打招呼，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直接骂他是假冒伪劣的圣女。阿诺语气里全是嫌弃，指责他整天游手好闲，早就把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庆士娜一听这话可不服气了，挺起胸膛大声反驳，说自己的使命就是嫁给卡门，然后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。毕竟小说里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。看着他这副理直气壮的恋爱脑模样，阿诺这嘴是真的毒，直截了当的拆穿庆士娜，说他那点小心思全是私欲，根本配不上使命这两个字。庆士娜气得直跳脚，觉得这男人简直不可理喻。他越想越不对劲，这总督府里怎么会有这种怪人？当即扯开嗓门大喊卫兵，非要把这个可疑分子给轰出去，那架势恨不得马上让阿诺消失。就在这时，安格尔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庆士娜还以为救星到了，指着阿诺就让安格尔赶紧动手。结果安格尔一开口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神父，这下轮到庆士娜懵了。安格尔尴尬地介绍说，这位就是他一直想引荐的大祭司。可庆士娜哪能接受这种反转，当场指着阿诺的鼻子大骂。他坚信自己没看错，这男人说话这么刻薄，怎么可能是受人尊敬的大祭司？肯定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安格尔这下是真的生气了，他挡在阿诺面前，严厉地质问庆士娜，凭什么说大祭司是骗子？让他说话放尊重一点。庆士娜一看安格尔不帮自己，干脆把事情全抖了出来。他说自己手里全是证据，因为这个男人从一见面开始就一直在羞辱她是假圣女。假圣女这三个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直接在安格尔心里炸开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大祭司竟然会给出这样的评价。